徒儿想要清心琉璃盏，为小师妹疗伤，还望师尊成全。这里是傲视仙途的书内世界，我竟然变成了那个即将被废去全身修为、凄凉终老的短命原主，而你就是那个踩着师门骨血上位的男主。小子，你这师尊今日有些不对劲呐，莫不是舍不得那宝贝？舍不得？我是他唯一的弟子，他的东西迟早都是我的，连这点东西都舍不得，这种师尊不要也罢。不借。师尊，小师妹情况紧急，我又不是一休，受伤了去找丹阳长老，找我干什么？灵儿真的好难受，求族长老大发慈悲。师尊，你要去哪儿？思邈，你来的正好，去丹顶阁给我守3天火候。去一趟百草园，把阵法辅材采回来。我御寿园新进3头灵师，正要他去照料。护送大阵，事关宗门安危，乃是重中之重。四长老，你先去。为了这群自私自利的家伙当牛做马300年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住口！思邈今日前来，是为一事。我自请下山，退出天眼宗。退宗？他疯了不成？胡闹！思邈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很清楚，我修为停滞，德不配位，故自请离宗，还望宗主成全。退宗大可不必，不如降为杂役执事，去百草园或御寿园管管，也算有个去处。把我当成免费的牛马榨干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叶哥哥，司长老是不是因为我们才生气的？小子，大好机会！红鸾长老乃合体期大能，且名下无徒，再过几个月便是宗门大比。跟着思邈这个废物，你拿什么去争浩星宗的名额？师尊，弟子知道您平日辛苦，心中对宗门有怨气，但您身为长老，当以大局为重，切莫辜负了宗主和各位长老的一片苦心啊！哼，司长老，本座知道你心中有怨。但凭你那点微末道行，在外面恐怕连3天都活不下去。你当真想清楚了？我想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我是通知你们。晚了，我看他在外面能活几天。不过是虚张声势，过2天就会哭着求着回来。让他走，本座倒要看看他能硬气到几时。走。去看看红鸾长老。爽，终于不用给那群蠢东西铲屎了。我去，9重小境界，每个都比别人的大3倍，这他妈是传说中的极境啊！虽是元婴初期，但真打起来，大圆满都得跪下叫爸爸，真是捡到宝了。你比剑吗？我金丹中期，修为比你低，你不吃亏。赢了我，这剑给你；输了，你给我30中品灵石。行啊，正好我想试试招，来吧。在下沈渊请赐教，得罪了。我就弹了个脑瓜丹，这就飞了。一指弹飞金丹期，这不符合修真界基本法。前辈等等，我输了，但我没钱，能不能先欠着？沈渊，你个兔崽子又跑出来丢人现眼！让你在后山劈柴，谁让你下山的？我看世伯为灵石发愁，就想赚点钱。别骂了，我都说了，这破宗门守着干嘛？大殿屋顶拆了卖废品，大家纷纷凑个路费散伙得了。无道宗李长寿，文人归沈渊。
好家伙，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都是炮灰。没想到下山直接撞见倒霉同行了。我觉得这宗门不该解散。我观贵宗紫气东来，乃大兴之兆。这位道友，家事不劳你费心。哼，那行，把剑或者武士中品灵石给我。你徒弟比剑输给我了。哎，道友，我们这情况卖了宗主也凑不齐啊。没钱好办，在下刚刚离职，目前无业。既然你们还不起债，那就换个法子。请问你们无道宗还缺长老吗？师弟，我是不是最近穷疯了，出现幻觉了？有人要来我们这破庙当长老？哼，这位道友，你可能有所不知，我们无道宗不发月俸，没有丹药，自己倒贴伙食费，就连洒扫弟子都养不起了。无妨，我可自给自足，给个洞府即可。我辈修士当清心寡欲，一心向道。可天眼宗上下为了虚名互相倾轧，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，如何能正得大道？我司邈不求名利，只求一方净土。我看三位虽然身处困顿，却眼神清澈，想必是真正的一心向道之人。原来如此，是我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难为道友一片赤诚之心。赤诚个屁！我纯粹是兜里没钱，白嫖洞府。道友请看，此乃我宗登天梯，历经万年风雨，古朴雅致，每一步都沉淀着历史的厚重。不错，古朴沧桑，很有复古感，比暴发户式的宗门有味道多了。此乃观云亭，坐山观云，意境非凡。视野开阔，通风透气，更利于感悟天地。奇怪，今日轮值的赵师弟怎么不在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去？我二舅老爷刚生了孩子，我要回去随礼。我娘说家里的灵珠今天早产，我得回去给她接生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这是好事啊！这帮兔崽子主动跑路，我就不用给他们发遣散费了。天助我也！道友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宗门啊已经名存实亡了。不知道友可还要加入？小样，出身大宗门的人看到这样还不得连夜跑路？惊心动魄，好啊！道友，我刚才可能是饿昏头了。你是说你要留下，在这儿这个鸟都不拉屎，甚至连老鼠都要搬家的地方？不错，贵宗门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美感。师兄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带你小师叔去洞府？虽然久未助人，但只要打扫一下，那就是风水宝地。小师叔，这边请。到了。抱歉，小师叔，弟子这就打扫，很快就好。我看你们宗门地界也不小，怎么混成这样的？司长老有所不知，不是师父和宗主想散伙，是实在交不起税了。买地开宗立派，每年都要向仙盟天律阁缴纳地皮税和人头税，逾期不缴就被强制除名。历练秘境有入场费，连坐牢都要缴费，没钱交就得去挖灵矿抵债，直到累死为止。资本都残害到修仙界了，原书里叶辰开挂横着走没写这些，怪不得天眼宗那帮人笃定我活不下去。杀的！怎么了这是？那帮跑路的小兔崽子把我们最后一代灵米也给顺走了！天要亡我无道宗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散伙吧！咱们现在就下山要饭去吧！别嚎了，多大点事儿，至于哭爹喊娘的吗？没钱就去赚啊！赚？拿什么赚？你会炼丹，会画符，没用的。摆地摊卖的那点钱，填不上地皮税那个大窟窿。那可是整整3万灵石，除非去抢钱庄。抢钱庄犯法？谁说要去摆地摊抢钱庄了？找个肥一点的秘境不就得了？司长老啊，你是不是在天眼宗待久了，不知道外面的行情？秘境何时何地开启，那是绝密中的绝密。等我们知道的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是啊，这就是命。咱们这种底层只能捡人家漏下的残羹桑榆，想靠秘境翻身，下辈子吧，
还是散伙实在。不知道哪有秘境确实是个问题，但我知道啊。5天后午时，云雾山脉北坡会有个小型的黄级秘境开启。别的不好说，外围的半灵绳草雾隐花管够，也没什么厉害妖兽，只要跑得快，薅秃一层皮不成问题。按照现在的市价，一株雾隐花5块下品灵石，那里面起码长了几千株。咱们要是动作快点，司长老，你说的可当真？我明白了，定是天眼宗的消息。天眼宗家大业大，肯定有自己的情报渠道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出发。沈渊，快去收拾行李。师兄，你看家。且慢，知道了秘境消息又能怎样？我看你们是高兴得太早。师兄，你又想说什么丧气话？仙盟律法规定，凡在册宗门在籍人员不得少于5人，否则视为非法集会，强制解散并收回地皮。咱们现在满打满算才4个人，下个月初5就是仙盟巡查使上门核查人头的日子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还好宗主提醒了我，不就是缺个人吗？这事儿交给我了。运气好的话，不仅能给宗门拉来个人，没准儿连地皮税都有着落了。沈渊，咱们这就出发，先去办正事，再去秘境。是，小师叔。司长老，你准备做什么？我也去，多个人多份力。你走了，万一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把宗门大门给卖了换酒喝怎么办？有道理，司长老和渊儿，你们快去快回，我和师兄等你们回来。小师叔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先吃2颗辟谷丹垫垫，师叔这就带你去吃席。哼，小子，感觉如何？老夫就说那个司苗只会拖累你，离开他，你的路才能越走越开。玄老说的是。叶晨，恭喜啊！以你的天资，早就该拜入其他长老门下了。那个司苗自己没本事，还耽误你。老金，你慎言。叶哥哥，你叫我们来是有什么事吗？马上就要去云雾秘境了，咱们不需要准备点丹药符箓吗？正是为了秘境之事，我打算提前几日出发，去云州转转。你们可愿与我同行？去云州？那有什么好玩的？听闻云州人杰地灵，我想着去长长见识。萧家定风珠，那件能克制秘境毒瘴的传家宝，我叶晨要定了。听说了吗？萧家和明家的大喜日子就在这2天，那可是云州首富，流水席要摆3天3夜。2家几百年前定了娃娃亲，如今明家败落，萧家为了面子才认的。小师叔，您居然认识云州的萧家和明家？不认识。那我们怎么进去？王大柱，叶晨啊叶晨，你从邪修身上抢来的请柬，老娘就先替你笑纳了。站住！请柬。王大珠前来赴宴。王大柱，这是你？不是我，难不成是你？原来是王道友失敬，这位是我侄子王二蛋。小师叔，王大柱是您的化名？怎么可能？我岂会起这么没品位的化名？那这请柬捡的。来人，上茶，要最好的灵物雨钱，再来4碟点心，2只刚出炉的脆皮烧鸡，皮不脆我不吃。再准备2个大木桶，放上最好的灵泉水，老娘要泡澡。这王道友怎么行事作风跟个土匪似的？小师叔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张扬了？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出门在外，身份是自己给的，只有做贼心虚的人才会畏畏缩缩。咱们1不偷3不抢，心虚什么？洗澡去，晚上有正事干。小师叔，您下午说的正事究竟是什么？咱们无道宗不是还缺个人头凑数吗？我打算把那个明家的新娘子拐回咱们宗门当弟子。小师叔，那可是萧家的道侣，咱们现在吃人家的住人家的，转头还要挖人家墙角，这不厚道吧？厚道？咱们这叫人权引进，有何不厚道？
强挖双眼送后宫当挂，再把人当飞升的垫脚石。叶晨，你算盘打得真响。这只幼崽女帝，老娘今天决定了。干什么呢？今儿不见客，大小姐备驾呢。我是萧府的贵客，也是你们大小姐的好友，特意来看的。原来是贵客，小的有眼无珠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我与明小姐有些体己话要说，萧大少姐特意交代的，外人不便听。前辈既然是萧家贵客，有何指教？我知道你脸毁了，眼睛也快瞎了。萧家那门亲事，你最好现在就做好被退婚的准备。你是谁？一个来帮你的人。萧家公子并非凉薄。不可能，这是两家先祖定下的婚约。明家如今示威，全指望这门亲事续命，我别无选择。你以为你身上没什么值得别人图谋的？萧逸若知你毁容眼瞎，只会想方设法解除婚约。你不仅做不成萧家夫人，还会被人拆骨吸碎，死无全尸。荒谬！请回吧。明日午时，你那位品性高洁的萧少爷会带着他几位朋友来查验你的虚实，那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改主意了，就派人去萧府客院找一位叫王大柱的贵客。机会只有一次，过期不候。要是让我知道是谁顺走了本公子的请柬，害我们在城门口吹了2个时辰冷风，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！叶哥哥别生气了，若不是我们在城外耽搁，又怎会恰好救了遭遇妖兽袭击的萧三小姐？就是，那萧三小姐眼珠子都快粘在叶哥你身上了。咱们只要搞定他大哥密小易借到定风珠克制云雾秘境的毒障，这事儿就成了一半。走，去会会这位萧大少爷。哥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救命恩人叶晨。昨天要不是他们，我就要被风狼给咬死了。生没完劣，多谢3位仗义出手。在下萧逸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乃我辈修士本分。在下天眼宗叶晨。哦，天眼宗。天眼宗弟子叶晨，见过前辈。不知前辈是？在下白狄玉，我与你们玄虚子宗主乃是旧识，没想到今日在此见到故人后辈。小子，你运来了！此人乃修仙界及时雨白狄玉，人脉遍布5州，搭上他，你如中州好行宗的事便有了7成把握，那可是飞升圣地。原来是白狄前辈，晚辈出宗前常听宗主提起前辈风采，言语间颇为推崇。今日一见，前辈气度果然更胜传闻。呸！无耻老贼，变得跟真的一样。你根骨奇佳，体内气血旺盛如龙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。萧侄儿，如今那天眼宗的俊杰在前，你可要多亲近亲近。既是白前辈夸赞的人，那定是错不了。叶兄，日后在云州有何需要，尽管开口。是前辈谬赞了，我愧不敢当。龙不与蛇居。你是萧家未来的家主，眼光要放长远些。萧兄似乎有心事，若是遇上什么难处，不妨说出来，或许我们3人能帮上一三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让叶兄见笑了。白姨觉得我明日将娶的明家大小姐，有些委屈了我。哥，白姨说的本来就没错，那明家现在穷得叮当响，连个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。哥，你是咱们云州年轻一辈的乔主，娶那个女人简直是扶贫。灵儿，不可胡说。这是2家先祖定下的婚约，悔婚会让我萧家背信弃义。明家，萧少爷，这婚可结不得呀！实不相瞒，昨日入城，我们听到明家下人嚼舌根，说是那位明家大小姐不仅双目失明，而且容貌尽毁，脸上全是烂疮，形状可怖。失明毁容，哥，你要娶个丑瞎子回家？叶兄，此事当真？那个明家小姐想赖上萧家，让萧家养她一辈子呢。哥，咱们去看看，我们萧家丢不起这个人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今日之事，萧某铭记于心。原书里你就靠着出卖明建竹搭上了白狄玉的线，破格进了浩星宗。如今换了老娘当家，看你志得意满那死样，这口气要是不出，
老娘非得得乳腺惊生不可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叶晨，既然你这张嘴这么碎，那为师今天就好好帮你修修口艺。明姐姐，我和哥哥刚去选了些明日大婚用的绸缎，想着离你这儿近，就过来瞧瞧。建竹，听闻你身体抱恙，这几日一直闭门谢客，我心中实在挂念。明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明姐姐，你怎么不躲啊？无妨，灵儿妹妹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你哥哥说，能否请你先去外面稍后？萧公子，我知道这对于萧家来说难以接受，但我不想骗你。今日你既然来了，便看个清楚吧。你居然……明家如今艰难，全指望这门亲事稳固人心。只要萧公子与我结为道侣，我愿在萧家当个透明人，绝不过问公子。在人前，我会配合公子演好夫妻和睦的戏码，全了萧家众星如燕的名声。待日后明家缓过这口气，我自请离去，绝不纠缠。你既然身患恶疾，此时成婚恐怕对你养病不利，不如先把婚期延后，待我回去禀明父亲，便寻名医为你诊治，待你痊愈再说。好，那就先听萧公子的。那你好好休息，走，快走。来人！请问王大柱前辈在吗？我家小姐有请。大侄子，接着练。我先去见见未来师侄。怎么样，明大小姐，是准备跟我回宗门报道，还是继续留在这儿等着当望门寡？我已经见过他了，我主动摘下了面纱。看不出来你胆子挺大，可惜了，你是真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前辈此言差矣，我并非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是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退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我素不相识，昨日你特意来警告我，我只想知道前辈到底图谋什么。痛快，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直说你问了。我图你的人。前辈说笑了。这云州谁不知明家大小姐是个废人？我虽是天平水灵根，但修炼如龟爬，经脉堵塞。明家已是空壳，老祖先逝，父母无音信。我这具没用的残躯，有什么值得前辈图谋的？废物！谁告诉你你是废物的？那些庸医。你脸上的疮，眼里的翳，是你的天赋太强，身体撑不住了。净琉璃瞳，听说过吗？本座乃无道宗长老。看你是个修仙的好苗子，不想让你这块璞玉烂在泥里。不过，你若舍不得这明家，无意入我宗门，那我们便是陌路人。你的眼睛如何？老娘懒得管。告辞。前辈留步！我愿假扮成您的侍女，随您回萧府。若他真如前辈所言绝情，我便斩断所有挂念，从此心无旁骛，入无道宗，听凭差遣。叶晨和萧逸这两个恶心无耻的渣男，现在这送上门的优质牛马，简直让我满意到了极点。可以，成交。哥，你真要娶那个丑八怪回家扶贫？萧兄莫慌，明日大婚照常举行。待拜堂之后，宾客满场之时，你就当众揭开他的盖头。届时你再退婚，便是顺理成章。大家只会同情你险些娶了罗刹鬼，既保全了名声，又能让那赖皮狗知难而退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妙啊！叶哥这招真是高。也罢，既然明建竹妄图高攀我萧家，也别怪我无情，就依叶兄所言。这下死心了。前辈，入宗契约在哪儿？快，沈渊，拿宗门契书来。你不怕我是骗子，把你拐去练邪功？未婚夫都想置我于死地，我早已一无所有。前辈肯算计我，说明我这具残尸还有点用处。若是要杀要剐，也是我的命。好了，
都过去了，签了字，那就是自家人。我是无道宗长老司淼，这是你师兄沈渊，叫声小师叔，师叔这就帮你把这双招子弄亮堂了。现在，小师叔，这就叫治眼睛的药引？肤浅，这叫无根水引路，赤桥破障。重要的不是药，是我的法术，懂？来，喝了它。此乃我用749种天材地宝炼制的顶级灵液，花了我好大一笔钱。小师叔太能忽悠了，真不忍直视啊！凝神静气。稳住！过去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你想一辈子当个任人欺辱的瞎子，还是想亲手把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踩在脚下？睁开眼，看看这个世界。这是大变活人啊！这哪是地里的烂泥，分明是云端的明月。看来这一局是我小看你了。我看见了，师叔再造之恩，建筑万死难报。从今往后，建筑这条命就无道宗的。行了，别动不动就死啊活的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。好，我这就回去解散明家，变卖祖产。急什么？明天你照常嫁过去。他萧逸不是想在全城人面前掀盖头，让你身败名裂吗？那我们就让他先个够。吉时到，新娘入堂。且慢，诸位，今日这堂，我萧逸败不得。我萧家向来以信义为先，可明家欺人太甚。明知明建筑身患恶疾，容貌尽毁，双目失明，却故意隐瞒不报，企图用一张红盖头蒙混过关，这分明是骗婚。萧兄所言句句属实，在下可以作证。明家小姐确实面容溃烂，状如恶鬼，想把个病秧子赖给萧家，太恶毒了。明家此举实在有失厚道，无耻之尤！为了攀高枝，连脸都不要了，太不要脸了！萧少爷何等人物，岂能娶个罗刹鬼？萧逸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今日在此地，当着全云州英雄的面，你当众发难，你若悔诺，便是对我明家最后的羞辱。这桩婚事再无转圜余地。哥，你还跟他废话什么？明建筑，别以为盖着盖头就能赖上我们萧家。揭了他盖头，让这个骗子无地自容。我若是能娶到此等仙子，做梦都要笑醒。萧家竟说是恶疾缠身，呸！卑鄙无耻！看人家没落了就玩这套，当众羞辱清白姑娘，这就是云州首富的家风。萧逸，人心难测，世情如霜。既然你萧家嫌弃在先，毁我明节在后，今日是我明建筑不要你萧逸，从此明家与萧家恩断义绝。师妹，你方才演得真好。我已将祖产变卖，安顿好老小，建卓从此再无挂念，我们可以回宗了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场。萧兄，莫要被那女人骗了，方才那定是她使了什么炎炎法，是邪术。
辣眼睛啊！快跑啊！这就是天眼宗的无上绝学吗？是谁在暗算本大爷？来人，还不快把这2个贵客给老子拖去如厕！他想让你身败名裂，我们就让他社死当场，这叫礼尚往来。收工，走了。御守人，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，成何体统？肃静！本座闭关数日，宗门怎就乱成了这样？宗主，有人蓄意破坏。我今日接连炸了3炉玄铁丹炉，我那里的灵兽也集体狂躁，吐下血。福禄诛杀劫矿，几件刚修好的飞剑失控，正追着弟子满山跑呢。宗主，这绝非偶然，定是出了内奸，里应外合，意图动摇我宗根基。说不定是思米那个白眼狼，他被逐出宗门怀恨在心，偷偷回来报复。宗主，请彻查。宗主，弟子全是按丹长老给的新丹方操作的呀！胡说，分明是你自己学艺不精。可以前这些火候微调都是4长老亲自守着的，丹阳长老他只在成丹时才来。其实，灵兽拉肚子是因为殷长老让喂过冬的油性灵肉，现在是夏季。你灵天枯萎，是因为我们不懂思米长老独创的灵气循环阵微调。朱砂凝结，是因为思米长老留下的干燥符阵到期了，无人会换。不如把4长老请回来。胡闹！不过是些奇技未渺，我等一时不察罢了。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大惊小怪？就是，不就是换个饲料吗？多大点事儿？都是饲苗养的太矫情，饿几顿就好了。都是些低贱杂活，以后安排专人做，何必大惊小怪？宗主，依老夫看，宗门管理还是要注重细节。我镇法峰这几日井井有条，便是因为我事必躬亲，防微杜节。齐长老所言极是，你们都学学。哼，哪儿有什么离不开的人？思邈不过是一个靠父辈余荫在宗门吃白饭的废物，多余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各自回去收拾烂摊子。师尊，宗主，不好了！虎山大阵的坤位阵眼玄玉珠灵力过载，马上就要炸了！坤位阵眼，10年一换，我把更换阵眼的事给忘了。就这儿了，离秘境入口不远，灵气也凑合。师叔，这里面灵气走向有点怪，那石头后面藏着东西。百年石髓，你这双眼睛简直就是人形寻宝旗，以后发家致富全靠你了。小沈、小明，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了，那本师叔就跟你们讲讲咱们无道宗的立身之本：雁过拔毛，兽走留皮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核心目标就一个字：捞。路边的灵草，别人看不上的矿石，甚至妖兽粪便，都给我打包带走。遇到那些大宗门子，尤其是天眼宗的，抢得过就抢，抢不过就跑。跑之前记得下绊子。小师叔，糊了。我去，我的鸡！怎么回事？我最多放多了盐，不至于毒死人啊！小师叔，快带师妹走！我是半兽之体，体内有上古凶兽血脉，我快控制不住了。小师叔，那是什么怪物？刚才巨兽云眉心金策，我自幼流浪，经常发狂伤人，
当年是宗主耗费了一半的合体期修为，才在弟子眉心布下这道锁灵阵，封印了我的血脉。那个天天想着散伙分秒的死咸鱼，当年居然还有这种高光时刻。以前你在无道宗，你师父都是怎么帮你疏导这凡事的？绣花，还有数豆子，甚至拿绣花针在水豆腐上吊花，直到把全身力气耗光。我的天，文人归那老头看着苦大仇深，没想到在心理约害学上还有这种造诣。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师父说过，若想彻底不再失控，需要一种名为镇魂压煞丹的丹药。可那种丹方早就失传了，龙心91草我们这种小宗门根本没指望。小沈，把心放进肚子里。龙心9花草嘛，师叔不仅知道在哪儿，而且还要顺便去给你拐回一个修仙界第一峰的丹道宗师当长老。小师叔，我身上的凶兽气息太重，只怕会引发妖兽暴动。这是我娘的遗物敛息扣，带上它。别墨迹，你是宗门的重点保护对象，安全第一。宗门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。听说了吗？萧家那位当众被休。还有天眼宗那3个，当场表演通天一气诀，把云州城都熏吐了，谁敢跟他们混啊？走，别让叶辰那个瘟神又缠上我们！哼！叶哥哥，我们还要进去吗？进，必须进！昨日之辱，我要在秘境里加倍找回来！跟紧我！我知道这秘境最大的机缘在哪儿，昨日之仇，今日必报！小师叔，咱们来这儿干嘛？这里连只像样的妖兽都没有。团队第一次合作，需要磨合，咱们就先在这儿练练手。那里，地下3尺有一大片伏骨草，大概100来株。伏骨草，一阶毒草，狗都嫌的玩意儿。不过晒干磨成粉是炼软筋散的辅料，一株能卖3个下品灵石，100来株，300多灵石到手。开拔！右侧水洼地下3尺，6只闭眼蟾蜍。正前方枯树洞里1窝铁线蚁卵。闭眼蟾蜍180，铁线蚁卵1斤100，全是灵石。收了收了。这可是原书里男主叶辰的第2个资源点，老娘先严格按照他的路线扫货，只要剧情不偏，保证让他这一路走来连根毛都捞不着。走，下一站。黑煞宗，你们这帮卑鄙小人，竟然设伏暗算，有本事堂堂正正打一场！哼，死到临头还讲规矩，乖乖把紫阳镜交出来！黑煞宗风评极差的2流宗门，不过那对蓝衣服的法袍料子比天眼宗还好，肯定贼有钱。小师叔要帮忙吗？帮当然帮，但是不能白帮。且慢！朗朗乾坤，昭昭天日，你们竟敢在此地行凶，以多欺少，简直枉为修士，也不怕生孩子没皮眼儿！一个元婴初期也敢强出头，活腻歪了！识相的赶紧滚！道友，多谢仗义神言，但快走吧，别枉送了性命。谁说我是来管闲事的？我是来做生意的。亲，需要安保服务吗？就一个1000中品灵石，打退黑煞宗再加3000，同走无期，先付定金。当然，你们要是想雇我们反过来打他们，价钱3倍，全款支付。大师兄，他瞧不起我们，凭什么我们黑煞宗价钱3倍还要全款？我看这3人是穷疯了，在这儿拉生意，不要命了！这位道友，维护正道乃我辈修士之本分，怎能用灵石来衡量？你这简直是侮辱正道！
哼。哦，那算了，你们继续哈，我们不打扰了。成交，我们买了。金丹剑修也敢猖狂，给本座死来！喂，你们的对手是我。沈师兄，右前方3人下盘不稳，攻其膝盖。小师叔，左边那个左肋下3寸是旧伤，灵力运转迟滞。我的腿！搞定收工。前辈饶命！天律阁严禁私斗杀人，杀了我你也跑不掉。谁说要杀人了？我可是守法好公民。士可杀不可辱，给我留件衣服吧。小明，这人说他想死。这他妈是正道修士，怎么看着比土匪还他妈熟练？多谢前辈设救，在下贺兰州。只是我们出门匆忙，灵石带的不够，可否用其他东西抵？好说好说，不知贺兰小友准备拿什么来抵呢？灵儿，别看这里脏，此地生长着大量腐骨草，乃是炼制破障丹的主药。没事，蝇头小利罢了。咱们去前面那棵千年古木，里面藏着铁线蚁卵，那才是重宝。这秘境是被蝗虫过境了吗？这他妈比老子的脸都干净啊！玄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在动本公子的东西？野小子，咱们遇到行家了。此人雁过拔毛，对秘境的了解丝毫不逊于老夫。放弃外围，直接去中央山谷的核心毒障区，那里有着秘境最大的造化。改变路线，我们直接去核心的中央山谷，那里有真正的逆天重宝。不管你是谁，敢动我的机缘，本公子定要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！走。前辈，那匕首可是掺了庚金的法宝。掺了庚金还没开刃，那是半成品，得找炼启师2次加工，不用工费啊。我没收你奏州费就不错了。行了，折价4005块中品灵石，那5块零头我就不找你了，算作下次合作的预付款。诚会诚会，无道安保，竭诚服务。下次若再遇险，欢迎随时下单。在下乃中州听兰阁真传弟子。哎呀，原来是听兰阁的高徒，我就说各位气宇轩昂，气宇不凡，原来是名门之后，失敬失敬。正好我们也要往深处走，不如结伴而行。小沈去前面开路，小明注意警戒，咱们护送小贺一程。别碰，那是断肠红的半生草，看起来像灵药，实际上根部藏着尸骨虫，一口下去，你的手这辈子别想拿剑了。这是小五行颠倒阵的变种，阵眼不在中央，在离位，往那儿打。戒备，右边有极度恐怖的妖兽气息。好了，警报解除，许是路过的厉害妖兽已经走了。前辈高明，如此敏锐的感知，晚辈佩服。不过是些微末伎俩，
我也曾在某顶尖宗门担任客卿长老，但我被修士修的不只是灵力，更是心境。我追求天地本真，他们追逐的却是世俗权柄。心若被缚，即便通天，也不过是强大的囚徒罢了。小贺，看你们行色匆匆，所求之物怕是不简单吧？实不相瞒，家师被万年玄冰寒毒侵体，唯有这秘境中的紫阳精才能化解寒毒。此物确实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洞缺内，不过卦象显示那是大凶之兆。凭你们这点人手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求前辈指点迷津，这500中品灵石，求您帮我们这一次。这不是灵石的问题，我们本想去别处寻药，实在是南辕北辙啊。5瓶上品回春丹，外加听兰阁的内门令，日后前辈去我听兰阁旗下任何商铺，皆可享8折投权。成交。罢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你一片孝心感天动地，我辈修士怎能见死不救？这忙老娘帮了，改变路线，走，陪听兰阁的小友走一趟。考验演技的时刻到了，等会儿听我指挥，只许败不许折，把紧迫感演出来。小沈负责挨打，小明解说，我做特效。小师叔，这不太好吧？收到。前辈，可是情况有些棘手。不错，这畜生十分棘手，你们且退后，让我们师侄3人来。孽畜，凶伤无辜，好强的力道！师兄，前卫3寸有毒物扩散，这畜生在燃烧妖汉，大家小心！他的毒液能腐蚀护体罡气。前辈，我们也来助阵。别过来！这孽畜凶残，你们上去就是送死。护好自己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天地无极，乾坤界法。师叔，阵法要破了，我们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也要顶。既然收了人家的定金，就是把命搭在这儿，也要把这单生意做完。这就是我们无道安保的信誉。小师叔，你怎么样？前辈，您为了我们，别管我，快去取紫阳精，救人要紧。前辈大恩，这是极品丹药和贵宾令，请务必收下。小友客气了。此战本作强行催动法宝，伤了根基，祖传算盘折损大半灵性，这以后可如何是好？前辈放心，我听兰阁遍布3界，以后您的物资我们无条件高价收购。前辈，这是阁中内部信徒，有绝佳资源点，救人要紧，这图便送与前辈。开工！小沈处理蜘蛛，小明把洞里有灵气的统统撬走。怎么，小师叔？急什么？来都来了，不搞点事儿怎么行？本师叔要给后来人留点惊喜。完美！一旦踩中，越挣扎越紧，没个把时辰绝对脱不开身。走，抢狗男主的下一个机缘去。叶晨，你不是说要帮我抓灵宠吗？这都多久了，连灵兽毛都没见，抓不到就把定风珠还我。灵儿别急，我保证，前面落月谷有只幻月狐，天生通灵，我这就去给你抓来。我倒是谁，原来是司导演，竟沦落到挖着连猪狗都嫌的灵草度日。你徒儿叶晨昨日大婚，当众失庆出丑，丢尽脸面。我要是你，早撞死了，还有脸在这儿刨根？说得好，骂得太对了！叶晨那个白眼狼，我真是瞎了眼收了他。
放眼宗门，还得是你撑牌面。瞧瞧这风范，那叶晨提鞋都不配。当初我要能把你收到门下，老娘做梦都能笑醒。慢着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一张废纸而已，画着玩的。拿出来。这是听兰阁给的绝密宝图，有顶级资源点，可惜我们不敢去。这地图你开个价，我买了。5000中品灵石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。5000？你穷疯了！你怎么不去抢天律阁？不买算了。这惊天机缘，也就消失值你有朵量拿下，换了叶晨的废物，就算白给，大概也只能拿去当废纸。5000变5000，本首席还差你这点灵石，这地图归我了。消失值慢着，我免费送你个绝密消息。我刚刚在山谷深处撞见叶晨了，他们好像在密谋落月谷的上古逆天机缘，你们可得小心点儿。多谢告知。叶师弟虽然行事荒唐无耻，但终归是我宗弟子。他实力低微，去闯险境，我这做师兄的实在是不放心。所有人跟本首席走，去落月谷保护同门。施主，这全是宝贝，银杏叶、月华石，狐狸洞里灵光冲天，少说10载阳天才地宝。一鱼两吃的时候到了，代号栽赃嫁祸，用叶晨的名义拉仇恨，然后搬空狐狸老窝。小沈，等会儿摸进去，记住咱们的宗旨，寸草不存。何方鼠辈干扰本座清修？奉叶晨老大之命，特来取你内丹，识相的自己交出来。叶晨老大，法力无边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当当当当，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交出内丹，留你尾毛，当当当。打不着，气死你！等我老大了，把你这骚逼扒下来做围脖。你别跑！左3步避开地刺，右上方声控技质，屏息。正前方石台下有暗格，寸草不封，收工。玩够了，不陪你闹了。叶晨老大说了，这天转凉，正好缺条毛围脖。给，这是叶老大的赏赐，接好了。叶老大说了，彻底搬成了毛坯房，连根垫子都没剩下，马上来取你狗命！来，一人一把，找个舒服的姿势。今天本师叔带你们看场年度大戏。前面就是落月谷了吧？好浓郁的灵气。灵儿，我都感觉到了，此地有极精纯的妖气，定是那幻月湖。我叶晨说过送你大礼，绝不食言。这真的是机缘之地，怎么看着像个垃圾场？这位狐仙前辈，在下并无恶意。在下观前辈风姿绝世，愿献上极品丹药，助前辈疗伤化形，只求结个善缘。在下乃天眼宗弟子叶晨。叶晨，就是你这个偷家贼！还我的尾巴！我要你的命！
前辈误会，有话好说，我乃是去死吧！叶琛，你个混蛋！你不是说你能收服他吗？他怎么要吃人啊？叶哥哥救我！他好像真的很恨你啊！住手！叶晨，你简直丧心狂！同为天眼宗弟子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抢夺机缘也就罢了，竟对一只即将化形的小小可怜灵兽下此毒手。萧师兄，你瞎了吗？是这畜生在发狂打我！哼，还敢狡辩！若非你先动手，这灵兽怎会如此狂躁？今日我便要替宗门清理门户，教教你什么叫修士的德行。玄老，助我！灵犀凝神，借我之力，破！精彩，太精彩了！打得还不够热闹，本师叔得帮他们一把。叶晨，你竟然救他不救我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顿好宝物归本师叔了。萧月山，今日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走。哼，平日里总摆出一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死样，今日不还是落荒而逃？大兄英明，那叶晨平时人模狗样，没想到竟然是个连狐狸都不放过的变态。叶晨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大礼。灵种呢？我都快被人打死了！叶哥哥，灵儿好害怕。少拿这些鬼话糊弄我！叶晨，把定风铃还给我！我现在就要回萧家。灵儿，你先别急，去万毒杖林没有定风珠，我们谁也过不去。今日之事，分明是萧远山那个伪俊在故意针对本公子，你甘心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，让全云州的人看你笑话吗？那你保证，下一处机缘一定是真的？我发誓，前面不远就是上古真仙陨落的陨仙池，有能让人脱胎换骨的无上造化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就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叶晨那小子估计到现在还以为珠子在他怀里揣着呢。行了，休整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去干一票大的。穿过这片林子就是陨仙池，最重要的是那里长着9转素灵花。小明，有了这花，不仅能彻底稳固你的瞳术，还能让你修复经脉。不过想去那儿，得先过这一关万毒杖林。这鬼地方有3道鬼门关，第一是尸骨瘴气，咱们有定风珠，算是开了挂。第二是星万幻阵，这就要靠咱们小明了。师叔放心，幻阵对我无效。小师叔，你有话直说。我身子结实，但也扛不住那么多虫子咬啊。谁让你吃虫子了，大侄子？我是让你去当蚊香。师兄，该你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，效果拔菌啊！这待遇也就咱们独一份了。小沈，这池子里的水一滴别剩，全给我吸干。小明去采花，记住小心点，别伤了根根。
原书中狗男主叶晨靠着上古秘法实力突飞猛进，多了一张底牌，现在全是老娘的了。何人竟敢？水呢？本座的洗髓灵液呢？你们是哪里来的强盗？竟将仙池灵液盗取一空！前辈此言差矣，我们只是看着池水无人看管，怕它蒸发，便帮他换了个地方保存，这是环保，怎么能叫强盗呢？放屁！这池水乃是这方天地的灵气之眼，3000年才能汇聚这一池。本座在此守候3000年，等待有缘人，可不是给你们这般糟蹋。原书里叶晨来这儿的时候，只泡了池子，摘了花，然后就得到了宝物走了，根本没触发这个剑灵剧情。难道是因为我们做的太绝，把隐藏 NPC 给逼出来了？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既然守在这里，想必也是有来历的吧？本座乃是上古剑尊梨木所留的一缕剑灵，等待拥有大机缘的天命之子，还我无上剑道。根基太杂，心思不纯，贪财好利，淘汰。身娇体弱，不够刚猛，淘汰。体魄虽好，但体内流着凶兽之血，暴虐无道，淘汰。爸，你们把水给我吐出来，我要继续沉睡，等真正的有缘人。前辈，您沉睡太久，外面的世道变了，你那套早过时了。像小沈这样能扛能打还听话的综合素质人才，外面都抢疯了。咱们玩个游戏，你若赢了，池水原封不动吐出来，倒赔5000灵石；你若输了，就得选个人认主，如何？可笑，本座便陪你们玩玩，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左边，买定离手。再来！实不相瞒，我们乃是隐士大宗，只要你入职，包吃包住，弹性工作，未来还集全宗之力为你重铸剑神，更有3个月试用期，不满意好聚好散。既然尔等如此心诚，本座就给这小子一个机会。先说好，只是试用。小子，别发呆，借你灵力一用。怎么样，本座的实力还可以吧？现在知道谁才是大腿了吧？好师侄，以后我们无道宗的安全就靠你哼，了。这波试用，本座倒也不算太亏。来都来了，总得给后来的有缘人留点纪念品吧。完美，深藏功与名，撤！叶晨，这就是你说的大机缘，这种鬼地方能有仙缘？灵儿放心，我有萧伯父借予的定风丹，克尽毒瘴，这里不过是我们的后花园。叶哥哥，怎么了？不见了，定风珠不见了！你再说一遍，那是我萧家的传家宝。叶晨，你是不是故意想私吞？你就是个骗子！我没有，叶晨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岂会贪图你家宝物？萧姐姐别怪叶哥哥，钱财不过身外之物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伤和气，丢的是我萧家的宝。柳灵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萧凌，够了！灵儿也是好心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这破秘境本小姐不待了，
定风包的事，我爹会亲自上天眼宗讨个说法，分道扬镳。叶哥，没了定风珠，这毒气咱们还进吗？进，没有定风珠又如何？我叶晨这一路走来，靠的从来都是我自己。滚开！滚开啊！都稳住！活下来了，上古机缘终究是我的了。叶哥，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？不，这不可能！谁干的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别慌，雪碧有隐藏暗格，那是上古体修传承，极度隐蔽。好名字，养阳而生，发到五谷，定是无上绝学。这是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若不自宫，功力全空。叶哥，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大？蠢货，醒醒！那玉简是劣质青钢石，墨迹钢杆，这是个假货。假货，局，这竟是个局！萧远山抢我机缘，偷我宝珠，还设局辱我，此仇不报，我叶晨誓不为人！你是想气死本座吗？竟然用本座教你的斩星诀去挖矿！很好，举重若轻已有3分功夫，记住这种感觉，无论是杀人还是挖矿，力道的控制才是。不对，谁让你用在挖矿上的？听说有个缺德家伙在寒冰巨蛛洞口设了连环陷阱，几十号人现在正挂在洞壁上大乱斗。胡说！修仙界险恶，我这是免费帮他们提高风险意识。如今像我这样无私的人不多了。财不外露，懂不懂？咱们赚的盆满钵满，出去得惨，越惨越好。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干的？还在里面放幻阵，老子跟一块石头打了2天2夜。那阵法极其阴损，专追下3位，一定是魔道妖人。道友，你们也被那陷阱坑了？谁说不是呢？我们刚想进去躲雨就被粘住了，储物袋都丢在里面了。算了，人活着就好。那设陷阱的贼人迟早遭报应。大师兄，那地图是不是有问题？安全点全是4阶烈火蛛和妖兽窝，咱们全程在当外卖啊！萧远山，你好得很！叶师弟，怎么搞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实力不济就别逞强。确实收获颇丰，师兄这份大礼，我叶晨没齿难忘。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哼，随时奉陪。相爱相杀，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行了，戏看完了，咱们撤，回宗。师兄，你这是又要去哪儿？那什么，我看今日天气不错，想去后山踏个青。踏青要带着宗门仅剩的3个馒头和2张神行符。大兄，又是大兄，这是绝户卦呀！昨晚我连算3卦，4秒和沈渊那点微末道行，指定连灰都不剩了。那好，人都没了，散伙！这1人1张欠条当纪念，以后江湖路远，有缘再见。李长寿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
我今天非替师傅清理门户不可！我怎么好像听见有人在说我的坏话？回来就好，没事最重要。机缘都是身外之物，没拿到也无妨。就是能把命捡回来，就算祖师爷显灵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师侄3个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可是有仇家追杀。不是仇家，是东西太多，我们差点被这堆东西给活活压死。疼，是真的！咱们是哪家把大宗门的祖坟给刨了吗？这可是3000年的紫金子啊！老天爷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这么多钱！四长老，你们这是把哪个大宗门的宝库给洗劫了？什么话？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是有缘人的施舍。不信你问小沈。小师叔说的对，这些都是别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想要了，或者暂时保管不了的，我们便帮忙回收了。灵石是几位好心道友为了感谢师叔的指点硬塞给我们的，材料是在路上捡漏的，过程很友好，大家很友善。比真金还真！咱们无道宗向良以德夫人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给咱们宗门引进的新弟子明剑竹。弟子明剑竹，见过宗主，见过文人长老。好孩子，咱们宗门这就又多了个人气儿。快起来！这孩子资质如何？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也就天平水灵根。哦，对了，我路上闲着没事，顺手帮他把那双净琉璃瞳给激活了。净琉璃瞳，上古3大瞳术之一的那个净琉璃瞳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掩饰大宗？何方妖孽！四长老，这是……淡定，这是我给小沈收的剑灵。肤浅，太肤浅了。你懂什么叫大隐隐于市吗？强者从不屑用金碧辉煌的外物装饰自己。你看那大殿缺角，那是吸收天地精华的邀月台，地上这杂草是感悟生命枯黄的悟道丛。我们无道宗修的是心。现在的修仙界顶流就流行这种简约废墟风，在贫瘠之地修出大道，那才是真牛逼，这叫极限生存流修炼法。他此话当真？然也，老夫修行数百年，早已视金钱如粪土。这房子老夫早就能修，就是不修，就是为了磨练这一颗向道之心。正是，前辈，这里虽然看着简陋，但地气好养人。哼，放心，包满意的。这是听兰阁的内门贵宾令，我已经跟他们真传仙子贺兰州搭上线了。以后宗门所有的储产他们照单全收，买东西还打8折。从今往后，地皮税也就是卖点东西的事。祖师爷，您终于显灵了，咱们无道宗有救了，我不用去要饭了。这玩意儿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，原著里叶辰用它也就增快3倍，到了我这儿直接翻了10倍，确实是个外挂。这上古天书根本看不懂，原著里叶辰靠着玄老才解开，看来我也得物色个类似的人才，才能解开其中秘密。小师叔，吃饭了。这也太奢侈了。吃，以后这东西管够。好了，咱们该聊聊正事了。现在我宣布，无道宗第1届发展战略所会正式开始。啥玩意儿？开会复盘，要重振宗门，就得知道咱们以前是怎么混得这么惨的。老夫这些年为了宗门生计操碎了心，这每一张纸都是老夫努力过的证明。哼，欠聚宝阁3000灵石，种植灵草引发特大蝗灾赔偿款。欠万法楼5000灵石，售卖符箓引发小型受潮惊吓费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行业百草库？四长老不知，师兄天资卓绝，但遭了天谴被剥夺财运。他只要一碰赚钱的事儿，宗门必遭横祸。他越努力，咱们就越穷。无道宗振兴第1铁律，即日起，宗主李长寿禁止参与本宗一切商业及生产活动，违者停发零花钱。凭什么？我是宗主，我要发光发热。驳回。为了宗门能活过今年冬天，您老人家就安安心心当个吉祥物，每天喝喝茶，晒晒太阳，就是对宗门最大的贡献。行吧，行吧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尊老。现代管理学 SWRT 分析：优势高端战力有潜力，弱势穷基建差，还有个带诅咒的宗主。机会听烂阁的渠道，分工如下：沈渊负责武力威慑，谁敢收保护费，就让他明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明白。
明剑竹，开启净流离瞳，排查宗门大阵漏洞，充当方圆百里监控雷达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人在钱在。我制定的第一个5年计划很简单，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比如把隔壁富德流言的丹阳宗的市场份额抢过来1半。小师叔，咱们宗门没有炼丹师，咱们可以找其他宗门代工啊。不行，会被卡脖子。咱们必须得有自己的炼丹师和产业链。休整2日，2日后我将再次带沈渊和明剑竹出发，目标万丹门。听说万丹门门主突破，不日举办出关大典，那场面必定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此行必有机缘，说不定能给咱们宗门挖个墙角，招个炼丹师回来。四长老，人家广邀的是豪杰，咱们无道宗并没有被邀请。别说请柬，咱们连人家山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。以前去过一次，在山脚卖腐鞋，被人家外门弟子拿着扫帚赶走了。倒是，而且我有小道消息，万丹门可能存有压制小沈血脉所需的龙心九焰草。去，必须去！别说没请柬，就是刀山火海也得闯。就算把宗门剩下的家底都卖了，也一定全力支持。若是真有那草，龙潭虎穴也得去。司长老，这些理念修仙界从未有过记载，你究竟师承何处？家学渊源，师承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东方故国，照做就是。听说了吗？叶晨在秘境虐待灵兽，把狐狸毛都拔光了。这算什么？更劲爆的是他在萧家婚礼上当众失窃，现在外面都传咱们宗门在研究辟修呢，真丢人！叶晨，宗主召见。叶晨了。跪下！本座可当不起你这一声师尊。收你入门不过几日，你倒是出息，把脸丢到了云州萧家，害得本座这2天连门都不想出。师尊明鉴，弟子冤枉啊！这一切都是大师兄萧炎鹤设计的，他抢我机缘，下药害我师太。师兄此举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，他是在打您的脸啊！求师尊出面，帮弟子去萧家周旋一二。帮你解决萧家？叶晨，你是不是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？定风珠是你弄丢的，让本座为了你去得罪萧家，你还没有那个价值。出去吧，本座要闭关了，少来烦我。现实，这就是现实吗？很好，红鸾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赤儿为这等小人动摇道心，值得吗？玄老，定风珠和传承都没了，连新师尊都视我如敝弩，我不甘心。真正的强者从不沉溺一时之败，把屈辱当踏脚石。老夫为你指一条明路。过些日子是万丹门门主出关大典，会举办一场丹斗。你身负烈阳之体，又有老夫亲传的9转丹经，只要你在大典上一鸣惊人，夺得魁首，老夫算到你的一桩大机缘便映在那丹霞城中。届时你便是万丹门座上宾，区云州萧家，给他们10个胆子敢动你，我定要在万丹门将我失去的一切加倍夺回来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动身。这才像个样子嘛。四长老，妥了，全都妥了。天蓝阁把咱们的材料全收了，价格还高出1成。3万灵石的地皮费交了，连欠丹阳宗的1000灵芝也还了，咱们不用被仙王赶下山了。今日财星高照，要不咱们拿这笔钱去投资？不行，你想投资的坟间海景洞府是个杀猪盘，敢动1分钱，下个月零花钱扣光。师叔，咱们还办送柴夫的混进去吗？计划有变，硬闯不至，先撤回茶楼。大阵是5阶9龙锁火阵，靠近10步就会报警。想当年本座大摇大摆进先帝寝宫，哼，现在跟着你们像做贼，把本座的脸丢尽了。你行你上啊，去把大阵劈开，不能就闭嘴。现在是脑力时代，懂不懂智取，宝贝？是药王谷少谷主秦子昂！天哪，那是丹王令！
目标出现，这次行动代号“狐假虎威”。走，去跟这位秦少主借个路。这也叫赤阳草，火候不足的次品。哼，这种喂猪都嫌塞牙的玩意儿，也敢摆在这儿，真是污了本少主的眼。师叔，那非洲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为什么是歪的？造价不菲，可惜中轴龙骨受了暗伤，要是再遇到强气流，大概率会咔嚓两半。站住！哪儿来的野修，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，诅咒本公子周毁人亡！年轻人，火气别这么大。在下玄乎真人，既然小友听不得真话，那就当在下信口雌黄，告辞。少主，查到了，龙骨真的裂了，就在中州隐蔽处，若非仔细探查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前辈恕罪。无妨，在下说了，只是路过。火木双灵根，可惜你虽有三阳真火，却在经脉运转至关元血时受阻。每次凝丹关键时刻，是不是总觉得后拒乏力，容易炸炉？前辈真乃当世高人，晚辈求前辈指点迷津。指点谈不上，在下这次带师侄来敬邀，并不想张扬。在下最怕麻烦。不麻烦，晚辈这就带您进去，无需排队。没看到贵客郎民，还不快把中门打开！前辈，此处可含清静。哼，马马虎虎，勉强能落脚。晚辈眼拙，尚未请教前辈尊号，仙山何处？名字不过是代号，你那三阳真火霸道有余，柔韧不足，刚极易折。下次凝丹试着掺入一丝雨雾之气，压一压火性。若执着于外物，你这三品瓶颈永远休想捅破。晚辈误了，多谢前辈点拨。这些500年雪灵果和药王谷清心丹，给您2位师侄当个零嘴，求前辈笑纳。俗物，修行之人岂可贪图口腹之欲？不过既然是你的孝心，小沈收下吧，别驳了秦受主的面子。那女修是谁？竟然能让眼高于头的秦少主如此折腰？莫非是哪个不出世的丹道老怪？七星草喜阴，你这株火气太重，你功法偏寒，却常年服火丹压制。如今寒毒入骨，3日内必定咳血不止。你怎么知道？神人，真乃神人啊！思邈揣测令主。累死我了！装高手也是个体力活儿。赶紧把万丹门地形图拿出来。断魂谷才是咱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地。奇怪，原著里叶辰是靠萧家才进来的，现在明明闹翻了，难不成天命之子的气运变异了？小师叔，你看那边。思邈，这个失去了长老职位的废柴，怎么会出现在万丹门？哼，装的挺决绝，如今还不是落魄到要来万丹门打黑工、干杂活？没有你，我只会过得更好。这不是思前辈吗？多日不见，您怎么会在此处？看这打扮，莫非是在万丹门谋了什么脏活差事？叶道友，你认识他们？不认识，只是看着有些眼熟，想来是认错了。小沈啊，你闻闻，这空气里怎么好像有股怪味儿？师叔，我鼻子不灵。也是，毕竟不是谁都有机缘能亲临云州城，见识那一辟惊天、气冲天龙的盛况。什么云州城？什么气冲牛流？看来司长老离开宗门后，都开始学长舌妇嚼舌根了。急了？
也是，我要是当众拉，我也接。明剑竹，他怎么会跟思邈在一起？大胆狂徒，谁给你的狗胆，敢对前辈不敬？见过玄香前辈。你是哪个宗门的阿猫阿狗，也配冲撞本少主的贵客？就是，黄口小儿也敢对世外高人无礼，碧水阁怎么带这种货色进来？真是丢人现眼！秦少主慎言，我碧水阁也是正道典范，你当众辱人，未免失了风度。本少主欺负的就是你们，今日若这小子不给前辈磕头赔罪，能不能全虚全位走出万丹门，可就不好说了。这位仙子修的是碧涛心经，可你身边这位叶小友功法路数霸道刚猛，在下倒是有些好奇，不知叶小友这身本事是在碧水阁哪位长老座下修行的？该死，他在威胁我，我若敢穿帮，他必揭穿我冒充身份的大罪。叶小友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你是前辈高人。乖，既然知道，还不快滚！是我认错人了，牧师姐，我们走。有意思，叶晨居然提前勾搭上了穆清雪。剧情虽有偏差，但核心没变。那株龙心九鸦草和断魂谷里的疯癫丹是药不知，我一样都不能让。前辈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晚辈刚让人弄了桌全灵宴呢。这富二代怎么跟个甩不掉的牛皮糖似的？本座夜观天象，西方有一缕契机牵引，吾辈修行，修的就是一个向死为生。只有在生死的边缘反复横跳，才能感悟天地的大恐怖与大自在。西方断魂谷，向死而生，反复横跳。晚辈蹉跎了岁月，今日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晚辈有护身法宝30件，极品解毒丹5瓶，恳请前辈带我同去。既然你道心坚定，那便跟着吧。进了谷，一切听指挥。好一个移动补给站，不白逃白不跑。该死的思邈，该死的秦子航！若不是你们坏我好事，清雪怎么会对我如此冷淡？清雪，我一定要得到你！那丫头面色苍白，身中寒髓之毒，更是万中无一的玄阴玉体，这可是顶级的双修炉鼎，配合你的功法，能让你直逼元婴。寒髓之毒，玄阴玉体，元婴！谁？无耻小人，竟敢偷窥我疗伤！清雪，别动手，是我见你脸色不对，担心你才误闯此地。你背上的伤是中剧毒了吧？若是打我能让你消气，那你便打吧。那是寒髓枯骨毒吧？这毒若是不解，你会死的！我是真心想帮你。叶某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！这一巴掌我记下了，等拿到灵草，看老子怎么把这一巴掌狠狠讨回来！前辈小心，这是天然形成的3才绝命阵变种，生门死门时刻在变。晚辈这驯龙盘怕是得测算半个时辰。右边死气最重，分明是死门啊！前辈不可。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小秦啊，你太依赖外物，落了下乘。神了，真是神了！前辈，您究竟是如何一眼看穿这阵法虚实的？莫非是天眼通？直觉，路就在那里。我想走，它便是生。伏骨虫，前辈忒好！晚辈这就祭出9天雷火珠，把这一片都炸平。慢着，炸虫子！你嫌动静不够大，引不来高阶有兽吗？小秦啊，你太心急了。上兵伐谋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让他们怕才是本事。没有灵气波动，这分明是将无上药理融入寻常凡物的返璞归真，这才是丹道最高境界啊！清雪放心，区区迷阵还难不倒我。杀败神识自理，血傲相顾，是我向外生门，更在我被健康层清醒生门。九转焚天，烈焰开道！
多谢叶道友，刚才若非你出手，我们怕是要大费周章了。些许毒虫，不足挂齿。清雪，没事吧？那地上的古怪粉末，证明有人刚走不久。不过是个穷酸散修在碰运气罢了。在这修仙界，机缘向来是有能者居之。清雪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被拿到灵草的。这什么破地儿，全是这种低贱的腐骨花，连要饭的散修都懒得弯腰去捡。前辈，咱们快飞过去吧，免得污了您的眼。慢，小琴啊，你这种思想很危险。啊，危险！大道3000，万物皆有其位。你若眼中只有贵贱之分，心便落了下乘。这一关考的不是修为，而是心性，是天道在问你：当你面对微末之时，能否守住那颗不弃之心？在我眼中，这世间没有废丹，只有废人；没有剑草，只有庸医。晚辈知错，前辈是在以身垂范啊！晚辈这就悟道。不必坐着，动起来才深刻。去，把花都收起来。是，心若不弃，腐骨亦是鲜花，这是魔力。行了，收工。前辈，我感觉我的心境彻底升华了。孺子可教，走吧，前面才是重头戏。大家小心，前面便是记载中九死一生的腐骨沼泽，长满毒花，稍有不慎。叶道友，毒花在哪？玄老，你看看这手法，是不是秘境里的那个人？手法干脆不了是同一拨人。叶小子，此人是你命中的天命克星，他总能提前一步抢走机缘。情况不妙，有个行事乖张不择手段的邪高手捷足先登了。清雪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让恶得逞，绝不能让他抢走龙心九叶草。走，不能耽搁。三眼魔猿，前辈快退！这畜生性情暴虐，能破幻术，动起手来一嗓子能摇来方圆10里的妖兽，咱们死定了！这熟悉的味道，当年在天眼宗药园产了100年时，闭着眼都能认出来。这洞里龙纹身当灵石吃，绝对藏了不少好东西。前辈，您这饭馊了！什么馊饭？这是特制神仙快乐酱，去吧。万物有灵，只要你心怀慈悲，懂得倾听，哪怕魔猿也能感受到善意，这叫众生平等。前辈，这是什么神术？哦，我在吃的里加了特制养阳粉，帮他们加速血液循环，通经活络，这样不用打打杀杀，两全其美。前辈果然是用心良苦，不仅慈悲，还帮妖兽治病，晚辈羞愧。干活，装！前辈，这灵力波动如此晦涩，敢问是何等通天的大阵？此因果轮回阵，有因必有果，善入者必成其果。叶道友，此地凶煞之气太重，不如我们绕路。清雪莫慌，我观此地大妖早已陨落，哪怕是龙潭虎穴，为了清雪，我也要闯一闯。看来那贼人刮地3尺，却百目一疏，根本没敢进这魔猿洞。清雪，这洞里的滔天鸡眼是我们的了。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早一步，此人行事当真是滴水不漏。畜生而已，
有时候智慧比武力更管用。看好了，噜噜噜噜噜噜噜！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前辈，您方才所言的道运究竟是何物？晚辈这一路上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实在参悟不透那稍纵即逝的契机在哪儿。好重的妖气！这动静，怕是有数十头妖兽暴动，那不是魔元洞的方向吗？100%是叶晨中招了，有人拖住火力，正好方便姐干活。道运嘛，不就在那儿吗？走，带你们去寻真正的机缘。嘘。前辈，那是天火宫的人，这帮土包子怎么也在这儿？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原著大怪怎么变残了，搞了半天这就是传说中的打工天团啊！小的们听好了，现在代号变更，坐山观虎斗，等这5个老铁上去把怪的血条刷空，咱们再进去扶贫。哼，不想死的就滚远点！这地方是我们天火宫先发现的，识相的别再眨眼。不对劲啊！原来不是守护受弱，是这5个倒霉蛋现在去当了开荒牛，把巨蟒打残了，技能全交，然后那个捡漏王赶到拿了人头，最后这5人去找那人报仇，结果反被杀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几位道友火气别这么大嘛，我们就是路过歇歇脚。既然几位先到了，这灵草自然归几位，我们绝不插手。真的？比真金还真。我们老的老小的小，就是来见世面的。天火宫威名赫赫，我们哪敢跟贵宗抢食吃？哼，算你识相，还不快滚！若惊醒了坛里的东西，老子第一个拿你们开刀。好嘞，您忙您的。今天这断魂谷真是邪门。刚才在沼泽那边看到一大帮丹修，人多势众的，好像也是往这个方向冲着龙心酒花簇来的吧？是啊，冲着这边来的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别一会儿撞上了溅一身血，赶紧走。撤！隐去阵法，藏到乱石林里。若真有人来，让他们先去喂毒蟒。哼，咱们再来个一网打尽。清雪，坚持住！我有预感，灵草就在前面。清雪，你看，那贼人并未到此。我说过，为了你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一定会帮你拿到。叶道友，大恩不言谢。那是5阶玄冥毒蟒，正在沉睡。待会儿我用锁灵符主攻牵制，你们结碧涛阵协助。清雪，你趁机取草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灵力消耗这么大。无妨，为了你，这点危险算什么？只要你能活下去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孽畜，找死！小子，停下！有诈！什么？周围乱石堆后隐藏着几道隐晦的杀气，有人在这里埋伏。孽畜受死！滚！
躲开！我还倒是哪路不敢见人的鼠辈，原来是天火宫的道友。怎么，自家宗门待不住，跑到这断魂谷来学乌龟钻门头凤？小子，嘴巴放干净点！这断魂谷无主，我们爱在哪儿就在哪儿。天材地宝，有德者居之。没劲。反派死于话多，主角死于墨迹，这俩凑一块儿能聊到过年。小婶儿，别急，这水都没浑，咱们怎么摸鱼？看好了。哎呦，让他这个韩帅！天火宫，你们找死！竟然搞偷袭，给我杀！钱！不是，我们兄弟们，并肩自上，先宰了这帮碧水阁的伪君子，再拿灵草！杀！都别打了，那是五阶玄冥毒，马上就要醒了，再打下去，大家一起为省。你有屁快放！单凭任何一方都难如登天，不如先联手宰了这畜生。至于灵草，事后各凭本事平分。哼，好，就依你。谁要是敢背后捅刀子，老子拉他垫背。前辈，他们联手了，咱们再不出手，那五阶毒蟒若是被他们斩杀，急什么？这叫各怀鬼胎。看着吧，这帮人现在脑子里想的绝对不是怎么杀蛇，而是怎么让蛇咬死对方。动手！哼，想让老子当炮灰？等你们出大招，我再摸鱼。哼！天火宫的道友，攻他7寸，我为你们略阵。叶道友剑气犀利，还是你主攻，我们牵制。小师叔，他们这得打到什么时候？唉，这演的也太假了。既然他们舍不得打，那我帮帮他们。走你！姓叶的，你干什么？叶晨，你个伪君子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先杀这帮王八蛋！放屁！既然撕破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杀！玄老，快想办法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别慌，这畜生腹下3寸有一块白鳞，是他化胶未成的逆鳞，也是死穴，攻那里！想抢人头，给我滚下来！这畜生要自爆，快掐引灵诀！让鬼魔死道友不死造福，将这股死气导向左边那天火宫的蠢货！乾坤借法，死气逆流，转！姓叶的，你干什么？送你们上路，替我挡了这一劫。
是你们的荣幸。是谁算计我？滚出来！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？哎呀，几位道友，这是在练什么新奇的功法？怎么把自己关进笼子里了？这姿势是在拜天地。思邈，是你搞的鬼！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不过是路过此地，好心来看看。叶小友，咱们虽然不熟，但你也不能碰瓷啊！你放屁！这阵法分明就是……这阵法吸收了5阶妖兽自爆的能量，稳固得很。叶小友要是觉得冤枉，不如自己出来走2步。无论之前有何误会，眼下我等被困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出去。碧水阁日后必有重谢。思邈，你别忘了这是万丹门的地界。你若是不想把事闹大，识相的就把阵法打开，让我出去，否则……叶晨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还没好？你以为四海之内接你妈谁都得惯着你，还是你把这里当做天眼宗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如今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暗算我，简直不配为人。奇怪，怎么好像听到了狗叫？小沈，干活。是。住手！那是我的机缘啊！叶道友，阁下东西都拿了，是不是该放我们出去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放，当然要放。不过嘛，咱们得算算账。救命之恩、精神损失费、阵法之再费，1人5000灵石好了。小明去收账。你这是打劫！这叫合理收费，不交就看你们能不能撑过今晚了。给，老子给，算你狠！好说好说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我身上现灵石不够，可否用丹药抵扣？只要值钱，破头赖头我都收。那灵条本该有我一份，若非我与毒蟒搏命，你也没机会布阵。叶小友，你还没睡醒吧？没钱还想分赃？你这脸皮是拿城墙脚气的吧？小沈，去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全扒了。思邈，你这毒妇！过奖，论恶毒，在下还是略输一筹。刚才叶小友那一招祸水东引，可是直奔天火宫几位天灵盖去的呢。叶晨，这笔账天火宫记下了。那又如何？形势所迫。为什么我们非亲非故？别误，前辈，这东西全不是给你的，是给那个在柳鹤镇大水中拼着损耗虚为，遥护住一村老弱妇孺的碧水阁弟子的。这世道虽烂，但好人应该有好报。晚辈穆清雪，谢前辈赐药，前辈教诲，铭记于心。小姑娘，看人的眼神好点儿，有些人满嘴仁义道德，满肚子自私利己，莫要真心错付了。极品木灵根，纯净大补，好药引儿，真的是好药引儿。前辈，大姐，要不然那个为炼金药残杀数千生灵的丹魔，人人得而诛之的大魔头，轮回丹，对，为什么不行？配比明明是对的，药性也是对的，为什么就是不容？缺了什么？到底缺了什么？这就是你研究了10年的东西，不知道的
还以为你在炼炭。垃圾！你懂个屁！这是神丹雏形，你敢说是炭？蛇毒遇热凝固，锁死火性，里面早成了焦炭，懂吗？这味道融合了。接着，水火相融，阴阳共济，这是完美的九转逆生机，一点火毒都没有。怎么做到的？刚才那把白粉是什么？为什么没有炸？这叫化学，师承花甲，分子重组加石灰，酸碱一平，自然就稳了。分子重组，大师教我，求大师教我化学。我不收徒，但我无道宗缺个技术顾问，有极其珍惜的实验材料。你可以随便用，随便炸，没人管你。我去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口说无凭，签字画押。前辈不可，他是上了诛杀令的邪修，放虎归山，我绝不能坐视不管。哪儿来的苍蝇？再叫唤把你练成哑巴！你看他死性不改。小秦啊，你太年轻，除掉他，他脑子里的毒理药像就烂在土里了。逝者能复生吗？不能。那也不能。听过劳动改造吗？死太容易了，真正的惩罚是让他活着赎罪，让他把毒药化作良方，没日没夜的干活，创造价值。除掉他是下策，压榨他才是上策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化魔为用，前辈高义，是晚辈狭隘了，忘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大道。行了，走人。等等，前辈，咱们就带他这么出去？这副尊容，别说认出通缉犯了，就是当老乞丐都会被打出来吧？小秦啊，送佛送到西，为了大爱，你就再牺牲一下。我看你那戒指里好行头不少吧？我那可是万丹大典的高定流云锦啊！还行，能见人，就是这眼神不太对，一眼就露馅儿。此乃万物本源真经总纲，背熟了，我就教你什么是真正的化学反应。万物本源，氰害里必崩，清者清也，清气上升；害者害也，独修之道，妙啊！前辈也是化学一脉的不传之秘吗？沈师兄，这是什么功法？不知道，小师苏说的，背就对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叫药无方。进了城，别人问话你只能说2个字，或者哼。客气就找茬就哼，多说1个字，化学没得学。秦少主，大典期间不明身份者严禁入内。你们出去时是4人，这位前辈是何人？这位是……放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位乃是我药王谷太上客卿药无方尊者，你也敢白问？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尊者恕罪。氰害离必崩。这是不懂别问，尊者在感悟天地大道。姓叶的拿命来！疯了吗？此时内斗，若是引来其他妖兽，谁都别想活！老子宁愿为妖兽，也要先劈了你这个阴险小人！几位，适可而止。叶道友如今是我碧水阁的朋友，你们若要动他，便是与我碧水阁过不去。这次算你命大，有女人护着，这笔账天火宫记下了。走。清雪，多谢你替我解围，你的身体……回吧。清雪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刚才若非你……叶道友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出手是为了还你带路的人情。
碧水阁从不欠人东西。大典结束后，我们便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是不是因为思邈？是不是他在你面前说了什么？清雪，你别被那个女人骗了，她就是个欺世冒名的废物，分明是想挑拨离间。是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况且，在背后如此非议曾经的前辈，非君子所为。请回吧。思邈，怎么会是他？一个只会种地铲屎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？不可能！我要去问清楚，那女人欺人太甚！蠢货，你要做什么？你现在这副鬼样子冲过去，是想让整个万丹门看你的笑话吗？那我就这么忍了。忍？那个女人不过是旁门左道。2天后的万丹大典才是真正的武士后，你手握上古丹方夺魁，受万人敬仰，不相信自然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天骄。我不去闹，我会等到大典那天，把失去的一切当着所有人的面夺回来。万丹大典，思邈。慢着，前边凉亭有人，屏息，整理衣冠，收起你那副丧家犬的德行。小子，你的机缘来了。那位大人真的会来？若是亲临，这届大典的规格恐怕还要再提一提。大人的心思岂是你我能揣测的？不过，若能挑出几个好苗子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别走太快，也别太慢，把你的丹火气息露一点出来。记住，只要一丝，要不经意间流露出不凡。紫阳丹火，站住！晚辈叶晨见过前辈，方才心中思索丹道，未曾注意此处有人，冲撞了前辈，还请恕罪。既然知道冲撞，还不快离！叶晨，原来是你啊！见过白狄前辈。古门主，这位叶小友在云州可是个风云人物，前些日子舍命救下萧家二小姐，面对妖兽群而不退，行事果决，颇有枭雄之姿啊。原来是少年英才，方才是老夫眼拙了。大典在即，你若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开口。我万丹门向来不恋扶持后辈。蠢货，要输！万丹门的底蕴在输。晚辈不求灵草法宝，只求能借练贵宗藏书阁中的几本丹道孤本，临阵磨枪，也好不辜负2位前辈厚爱。这内阁规矩森严。古门主，若是大典出几个好苗子，那位大人一高兴赐下造化，万丹门可就是头功。哈哈哈！白仙子说的对，年轻人好学是好事。拿着，内可以下，尽可去得。多谢古门主，多谢白狄前辈，晚辈定不辱命。被人仰望的感觉真好，天命终究还是站在我这边的。白仙子，此子虽有气运，但资质也就中长，您为何？古门主，年轻人嘛，多给点机会。清丽李飞鹏，谭丹阳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趁着天还没亮，赶紧溜。那姓叶的小子属蟑螂的，这大典咱们不掺和。前辈，你要去哪儿？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这丹霞城风水不好，再待下去容易破财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2日后就是大典，您走了，谁来见证本少主夺魁？本少主用的是上品地阶紫金八卦炉，大成流云诀，万年灵草，同辈之中，谁能与我争锋？是吗？那要是遇上那种穿的普普通通，用破瓦罐，平时不显山漏水，关键是个突然炸炉还能成丹的呢？那种刚受了奇耻大辱，憋着气要翻盘的黑马，专克你们这种装备精良的富二代。前辈救我！有人要搞我！只要你肯留下帮我，要什么我都给。小秦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我那2个师侄到了瓶颈，
急需几味特殊药材，我得去寻药啊。要药材您找我呀，秦家库房包圆了。3000年地心火汁2株，极寒冰魄1000，真龙乙种龙骨粉半斤，也就是些寻常辅药。秦少主不会吝啬吧？不吝啬。前辈快传授我不传之秘。杀鸡焉用牛刀，这种基础辅导让我宗药长老代劳即可。他在丹道上的造诣，甩你800条街。你怎么知道？别问，问就是天机。记住，只教这个考点，其他的让他自由发挥。轻点，我的流云姐，前辈你要干嘛？补课。老夫给你写一孝子，背不完不许吃饭。什么？背，给我背！勉强能看，只要你大典上不脑操，前3稳了。多谢前辈不杀之恩。今天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红毛柳长木，不言其兄最强，秦大手竟超能力。时辰已到，万丹大典单笔开启。寺庙，今日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将我失去的东西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你给我的羞辱，我会100倍奉还。有病就去治。阁下是何人？这种危机感。脑子里100支剑教图书。吓傻了，要我中看不中用。第一轮变药，食药为基。啊！早已绝迹的上古毒物，赤血藤还是蛇蔓、鬼面花？这题入门题。疯狂老头敲我脑袋敲出来的条件反射，刷刷刷，见血封喉草，白纸。乱写，那是药王谷少主，这速度，莫非是自暴自弃？真正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神态出现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失去的东西，我要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30年河东，这什么情况？我眼花了！参见叶辰师兄，参见魁首，魁首之争，魁首！烈酒逼毒，疯子吧！稍有不慎就是毒气攻心，当场暴毙啊！但若成了，解毒快1倍。这叶辰是个狠人。古门主，我这双眼睛可没看走子眼，这匹黑马成色如何？仙子慧眼，此子行事虽偏激，但稍加引导，必成大器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被你瞧不起的废物，如今正闪闪发光。装，你就接着装，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肃静！第2轮容礼，炼丹不仅是食药，更是要在瞬息万变中掌控生克。此轮比的是脑子。龙心草配玄冰花，这根本就是刁难，头颅必炸呀！龙葵草、玄冰花极阴死对头，老头说过要找个媒人，以3000粒为媒，用土法掩埋3息去造。
管用。温和太慢了，加入炎阳果。我要在他们互相湮灭炸炉的前一瞬，强行凝丹。炎阳果，这是要炸死谁？胡闹！师兄，别骂了，你看这推演，成了，竟然真能成，比常规快了3倍。这哪是炼丹，这是玩命啊！不对劲，小师叔，怎么了？叶晨有问题？不是有问题，是风格不对。他这简直是抛弃了丹道平衡，极尽破坏。野路子，脏！这种为了效率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的流派，老夫最是看不上。不过这思路有点像……玄书中写他草菅人命，玄书有猫腻。谁把本少爷记下去了？人家看你天了，叶晨，叶晨！我是天才，是被上天选中的人。这种野路子，简直是对丹道的亵渎！哼，投机取巧，运气好罢了。下一轮实操，我看他还能不能这么狂。太险了，稍有不慎就是人丹俱毁。这小子赌性太重，赌性重说明心有猛虎。4平8稳那是守城之君，这破而后立才是开疆之臣。仙子说的是，此子确实是匹黑马。叶师兄，之前是我们不对。人性凉薄，不过如此。女人就是会端架子。等我拿下魁首，拿到通天莲重塑根基，你自然会低下骄傲的头颅。老天爷都在帮我，这根本不是作弊，是契约，是我身为天命之子该有的待遇。现在的你，已经不配被我注视了。前辈，神了！这小子真有股邪劲儿。现在他气势正盛，我要是还按部就班，肯定被压着打。不如等下我也豁出去了，也学他。不行，今天我只教你1个字。什么？稳。捷径走一次是经验，走多了就是绝路。丹道求的是掌控，不是失控。他强任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桥。晚辈误了。第3轮亦是决胜局，此丹名为九转还阳丹。地阶上品，这可是稍有差池便炉毁人亡的猛药。天助我也，这正是那残卷上注入最详细的最后一味丹方。霸火流，小子，照着做，今日这魁首非你莫属。好霸道的控火术，强行炼化不怕炸炉吗？这药王谷少爷过家家呢，速度这么慢，等叶晨丹凉了，他还没化开呢。稳。压住他，用本源硬压，先把丹成型。给我拧！好
老丹色泽如血，火气内敛，药力激发到了极致，足以列入上品。怎么可能？长老，这丹药色泽寡淡，药香不显，莫非是火候不够？这不是火候不够，丹生云纹，久卷无痕，这是火候到了极致，返璞归真。叶辰之丹成丹极快，然火毒未定，服之伤经脉，乃霸道；而秦子昂之丹药性完美融合，毒性全无，乃王道。丹道一途，越往高处走，越讲究返璞归真。此局高下已分。我就说嘛，搞那么大动静，原来是有毒啊！还是药王谷的少爷靠谱。我不信，我手里可是上古残卷的霸火流，怎么可能输给那种老太太绣花一样的练法？一定是古河看走了眼。古门主，丹道万千，若只以稳论英雄，太守旧了些。叶小有这敢于打破常规的霸道，才合逆天精神。命悬一线，自然是一剂猛药拉回来再说。稳了，他是我碧水阁的弟子，我还对他有救命之恩，这一票非我莫属。投给我，以前的小性子我就不计较了。碧水阁这一票，投给秦子轩。清雪，你疯了！丹者人数，叶道友的丹杀伐气太重，为求成丹不顾药性反噬，这非救人之道，乃杀神之术。碧水阁修的是医道，术难苟同。好一个人数！杀人诛心啊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这小子把人都当 NPC 刷好感，真当别人没心没肺呢。秦子昂、穆清雪还有思苗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来了。共迎神农尊上，万丹门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神农郡，药神怎么会这个时候提前登场？起来吧，本座在云端看了许久，不知可否讨个资格，也投上一票。野性难驯，火毒入骨，循规淡局者常有，而破局者不常有。这一票，本座投给叶辰。不想死就闭嘴！这才是强者，他就是我的最大筹码，是上天派来救我的神。小子，稳住气机，那一炉火毒并未散去，已反噬进你的心脉。若不及时炼化，你的根基会永久受损。晚辈叶辰，谢尊上赏识，尊上教诲，晚辈铭记五内。叶辰，你很不错，为了那一线破局的生机，敢于以身食火，这股狠劲儿，本座很喜欢。听到了吗？什么神人术，什么王道，都是弱者的借口。穆清雪，你这卑鄙的背叛者，还有你们这些蠢货，都给我等着！既然是双魁首，这奖品自然也要平分。二位，选吧。秦兄，方才那一局，若非尊上垂爱，我实乃险胜。秦兄技艺精湛，
单道稳健，这优先挑选的权利理应归秦兄。秦子昂定选通天莲，拿到丹令，我便能掌控万丹门资源，那我却之不恭了。拿着令牌回去练练手，多威风！秦兄，我再考虑下。门主，他虽拿了莲花，若没个说法，怕留不住人心，尊上可看着呢。我万丹门爱才之心日月可见。今日本座宣布，即日起，叶晨享我万丹门亲传弟子待遇，藏书阁任其取用，且由本座亲自指点修行。多谢门主厚爱，多谢尊上栽培。一群势利眼，牛啊！这就叫此时无卦胜有卦。都这样了，还能让他翻身？这男主光环怕是用钢筋焊死在头上的吧？不论过程多离谱，结局总是赢家通吃，这设定真不讲道理。坏了，这老头怎么 PTSD 犯了？不好，要是让神农焰发现，不然没死还在我这儿，明天武道宗就得被夷为平地。尊上，在下已在后堂备下百草灵露，还请尊上移步歇息。上古剑灵，罢了，那个疯子100年前就神魂俱灭了，哼，就算活着也是个废人，翻不起风浪。太险了！这个崩溃的世界，连隐藏 BOSS 都开始提前巡街了，这新手村是1秒都待不下去了。前辈，请留步！小秦，不去享受鲜花掌声，追我们几个闲人做什么？这东西给您。我本来就是为了气叶晨才抢的，拿在手里，指不定哪天就被他们找借口收回去，或者挖坑等我跳。但在前辈手里不一样，您拿着，随时可以去万丹门薅羊毛，给他们添堵。我看你对那位尊上似乎很有意见。他根本没人性，为了丹道改革，竟不计代价用活人试药。流浪汉散修全成了耗材。我药王谷医者仁心，绝不答应这种邪魔外道。可是，若用十恶不赦的死囚试药，既惩罚罪恶，又能推动丹道，听起来似乎并非不可行。小明啊，天真了不是？只要有了利益，邪恶就会定义，就会变得很有趣。今天死囚可以试药，明天死囚不够用，流浪汉就会变成死囚，后天平民散修，甚至你我都会被安上罪，变成死囚。记住，当把人命当成资源来计算性价比的时候，地狱的大门就已经打开了。因为反对，药王谷成了他的眼中钉，灵草被扣，弟子被抢。我拼死拿魁首，就是想证明药王谷没死。可神农一无耻，亲自下场拉偏架，硬保叶晨，否则魁首本该是我一人的。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以后要是药王谷真到了山穷水尽，或者遇到死局，就把这符烧了，哪怕隔着10万800里，我也来给你帮场子。晚辈秦子昂，谢前辈大义。回去后我就闭关，绝不给前辈丢人。叶晨要是知道他装模作样让出去心里却最想要的10权令牌，最后落到了我手里，怕是要气得当场面容扭曲，走火入魔吧。
老妖，别装死！刚才那神农教是怎么回事？你俩有仇？不是，我不记得，不能想。不记得？刚才要不是堵上你的嘴，你怕是都要冲上去咬他喉咙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看到那张脸我就恶心。全是令人窒息的腐臭，无数黑影，绿色的火。他在笑，手里拿着冰冷的利刃。行了行了，不想了，吃点这个压压惊。只要他在一天，咱们就绕着走。小师叔，除了那位神农尊上，还有一个人，我觉得很不对劲。白狄玉，大典上他对叶晨的偏袒简直毫不掩饰，解围造势引尊上下场，每一步都在推波助澜，非亲非故，过犹不及。这队伍真好带。袁叔只说是赏识后辈，但强捧一个野路子，这偏袒太诡异，全是光环作祟。你们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叶晨其实是白狄玉流落在外的私生子？你说什么？我看过不少话本，风流女修抛夫弃子，身居高位后心生愧疚，便暗中树柱，碍于身份，只能借提携弥补母爱。你看他对叶晨那无条件的包容，像不像溺爱孩子的母亲？竟然完全无反驳。不对，白狄玉是单肾眼高眉骨，而叶晨是内双窄下墨。从骨相遗传学来讲，这两人绝对没有直系血缘关系。好家伙，修仙界连遗传学都用上了。啊，不是吗？我还以为猜中了呢。是不是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说法很有趣。让子弹飞一会儿，这个猜想你先在肚子里烂着。保不齐哪天这个流言就能变成咱们手里的一张王炸，把那高高在上的白狄仙子炸个底朝天。2010啊，师兄，你能不能别总想着买那没用的上古残阵？咱们好不容易有点钱，万一参透了呢？再说了，我就看一眼。哟，两位加起来1000岁了，还在这儿为2000块打架呢。龙心九叶草，别提了，我们那是历经9981难，结果天火宫5个金丹壮汉捷足先登，后来碧水阁也来了，稍有不慎就是团灭呀！完了，这就是命。发财了，祖师爷显灵啊！下脚料。天金灵根被封，霉运罩顶，一个苦瓜脸金灵根杂博焦虑成疾。这两个老东西身把太岁，气运太差，做药根都嫌塞牙。丹魔，他要吃人，快跑！文人长老，格局小了，咱们穷的耗子都搬家了，缺的是生产力。这就是一个全自动无休假，不需要发薪水的顶级炼丹器。真的，不给钱他也干。老杨，露一手。哼。文人长老，小沈的煞虎得靠镇魂压煞丹，这方子早失传了。你确定不留他？留！别说丹魔，阎王爷我也认了。我要建化学实验室，这里建高炉，那里放萃取盘，给我盖！四长老，我就看一眼，半块砖也不行吗？不行，你那手一碰，刚建的炉子就能炸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您还是安心当个吉祥物吧。四长老，这可是丹魔，万一9大宗门找上门，或者他凶性大发，灯下黑，懂不懂？谁能想到堂堂丹魔在破宗门里烧锅炉？我在卖身契里加了料，他敢对宗门不利，天道雷劫，分分钟教他做人。四长老，还是你狠。这样走大运的关系户，靠偏袒也配？一群鼠目寸光的垃圾，你们懂什么？这才是修仙的真谛，
什么仁义道德，在绝对力量面前都是放屁。前辈知遇之恩，晚辈没齿难忘。只是前些日子晚辈救下萧家二小姐，却被诬陷私吞萧家至宝定风珠。萧家事大，晚辈百口莫辩。我当是什么天塌的大事，区区一颗珠子也值得大动干戈。小子，这步棋走得妙。有了这信，不能解围，还能狠狠打那帮人的脸。回宗算账！让叶晨那个缩头乌龟滚出来！弄丢了我萧家定风珠，还敢装傻充愣！找不回来，就把他那双招子挖出来赔！都怪叶晨，当街失禁虐兽，现在还偷人家传家宝，把他交出去算了，连累咱们跟着丢人。叶晨心术不正，见利忘义，惹下滔天大祸。若宗门一味包庇，置门规与天下忠礼于何地？萧元山，你公报私仇，你想借刀杀人？放肆！哼，是非不分，该罚。弟子提议，将叶晨逐出师门，交由萧家处置。元山所言，倒也不无道理。叶晨确实顽劣，光逐出师门不够，我要废了他的修为，断了他的手脚。你们下不去手，我萧家代劳。大师兄，我还没死呢，你就这么急着给我办丧事？交出定风珠，否则今日就是天眼宗也保不住你。定风珠确实丢了。你找死！该死！萧小姐，火气别这么大。定风珠是误会，有人替我做保，一笔勾销。做保？谁敢替你做保？哥，信上写什么了？闭嘴！原来是一场误会。既然有那位前辈做保，定风族一事想必是叶兄记差了。不碍事，我们走。大师兄，刚才找你要把我交出去，看来让你失望了。我不必领罪，也没连累宗门。你别得意，谁知道你用了什么安杂手段？这一集是教你什么叫同门之义。身为大师兄吃里扒外，你也配提宗门？记住，以后在我面前收起你那点心思。我能平一次事，就能平第二次，而你除了窝里横还会什么？弟子侥幸夺得大典新秀魁首，古河前辈特赠此令。这手札乃神农尊身所赐，至于那封信，是白迪玉前辈的担保。做得不错，没给本座丢人。萧红山，嫉贤妒能，去执法堂领罚，面壁3月。师尊请用。今日之事，全仗师尊威名远扬。那萧家哪是给我面子，分明是敬畏师尊您的雷霆手段。你倒是会说话，以后在宗门里行走，腰杆挺直些，别堕了为师的名头。徒儿只是替师尊感到不值。弟子本在断魂谷拼了半条命，寻得一株5阶龙心九花草，想着给师尊调和火毒瓶颈。可恨那司淼半路杀出，设下毒计，抢走了那是特意为您准备的灵草。司淼，他不仅勾结外人，还说天眼宗有眼无珠，说您不过是靠着几分姿色上位，教出的徒弟也是废物，根本不配享用这等灵草。放肆！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在外面败坏本座名声！不仅如此，万丹门大典也是他暗中动用邪术，帮秦子浩作弊赢我。他这么做，就是为了打您的脸。好得很！败坏门风，修习邪术，此女不除，天理难容。寻踪秘技，引魂千疾。东南方，这道千丝咒能让你感知它，只要它靠近便有反应。这花能滋养容颜。弟子想着，这世间唯有师尊才配得上这般纯净之物。在秘境几次遇险，只要想到还没把这花亲手送给师尊，弟子就咬牙挺过来了。
只要师尊高兴，弟子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本座近日感悟颇多，需闭关几日。这是本命护符，由我全力一击。思邈若敢找你麻烦，捏碎它，本座替你斩了他。思邈，你不但长了脚，还学会了在我背后捅刀子，抢我机缘，毁我声誉。好，很好。玄老，准备一下，我们去东南方。去干什么？杀猪，宰羊，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垃圾，全是垃圾！给老夫用这种一烧就裂的陶土罐，老夫以神魂浴火，这点火就着，侮辱谁呢？我的领土砖啊，炉灶毁了还得赔上一炉药材，80灵石没了。咱们条件艰苦，二手青铜鼎修修能不能用？放屁！老夫要紫金八卦炉，最次也得是墨缠着玄铁的丹鼎，必须要有墨西沙，没这东西炉壁受热不均就是炸药。墨金沙乃铸造天阶法器之物，1两沙能买3个咱们宗门，这穷国哪儿买得起？买不起就别想让老夫开工，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，这破硬件神仙来了也得炸。老李，解释一下。意外，我用小聚灵阵催熟，谁知道灵气聚来了，地底下的噬灵虫也闻着味儿上来了。同志们，咱们面临3个核心痛点：一、产能不足，药长老有技术没设备；二、种植受阻，伴有人祸；三，也是最致命的，没钱。高阶妖兽的粪便发酵，那是顶级的灵肥，要老夫用粪便种药。老药，万物皆有灵，污秽到极致便是洁净，用至污之中种出至纯灵药，这反差，这冲击力是不是很符合你逆天而行的丹道美学？这就降古失传的催化剂理论。去荣京城最大黑市搞墨金沙，修炉子，重铸老文的断水剑，顺道抓几头能产肥的妖兽。我去！给我坐下！就您这体质，我怕还没到天上就掉陨石。您留在宗门看家，扣光零花钱，给老妖打下手，打包丹药，千万别碰炉子。小师叔，咱们是不是飞得太低了？这叫低空经济，飞得越高，阻力越大，灵力消耗越快，能省则省。早点回来啊！要是发财了，记得带点烧鸡，还有竹叶烧。元儿，记得穿秋裤，外面冷。跑，思邈，你能跑到哪儿去？哼，就算躲进狗洞，我也要断了你的手脚，让你爬回天眼宗认错。这种破烂货色也配叫宗门？穷疯了的乞丐，装神弄墨。思邈，让他滚出来见我！极品紫檀木开光告示牌1块，外加精神损失费惊吓后山母鸡，导致产蛋率下降，误工费成灰500灵石。老东西，找死！看清楚，我是天眼宗叶辰，交出思邈。啥？饲料？我们要那玩意儿干啥？我们又不养猪。现在的年轻人随地扔钱还要送饲料。啊，找人啊，找人可是另外的价钱。刚才那是木牌钱，这找人嘛。灵石悬赏，告诉我他在哪儿，都是你们的。哎呦，这位少侠一看就是名门天骄，大气。少侠，你是来抓那个妖女的吧？那女人说无处可去，求收留，谁知是引狼入室，她骗我们买药材。结果把钱卷了，药材偷了，连夜跑了。我攒了50年的棺材本啊，全被那杀千刀的骗走了。
他往南州万灵之巢投奔妖族去了。少侠替我们出气呀！哼，算你们识相。招子放亮点，有些人不是你们这种蝼蚁能收留的。再有下次，这山头就别留了。快拿着，全是中品灵石，我不能拿超过10系。师兄，他要发现咱们骗他，万灵之巢全是凶妖，等他转悠完早凉了。回去重刻块牌子，天眼宗人傻钱多，咱们要发呀！鉴于经费紧张，进城费能省则省。抽签决定，成签进城，授签抓兽，公平公正，童叟无欺。有什么要求？几阶的？凶猛程度？第一吃素，第二耐磨，第三皮厚抗揍，第四排泄量要大，最好是自带松土技能、饭量像兔子的铁甲犀牛。小师叔，我不需要，睡树洞就行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这是公款，遇到危险别硬扛，打坏了还得赔医药费。去吧。停下！非本城户籍，入城费每人50中品灵石。多少？以前不才5块吗？限流找价，交不起就滚！兵爷，我进去求医的，能不能打个折？哼！少来这套，要么交钱，要么滚！我数3兽，3、2。万丹门荣京城分舵何在？来接人。在下分舵总执事，是何人发信号？不知秦少主有？咦，切！看看你们这副德行，扣子为什么没扣好？领口沾的是油渍吗？袖口灰尘积了2两重，万刀门穷的连净衣服部都用不起了吗？这位道友是何人？门内密讯，令牌应在秦子昂手中，为何在你们手里？这破令牌是前些日小秦飞硬塞给我孝敬长辈的，我要不收，他还哭着喊着不乐意。上面有令，若非秦子昂亲至，不管是何人持有，都要收回茶叶。收回？好啊。东周这片天，当真有些浊气。受人之托办事，本想给万丹门个机会，日后在上面那位老友面前美言几句，提携后生。小明啊，记一下，给中州去个信，就说万丹门德不配位，气数也就这样了。好的，师叔，加上御下无方，有眼无珠那条吗？若导致仙盟评级掉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老东西该给年轻势力腾地方了。中州。这不得，使不得！前辈息怒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令牌是您的，我们哪敢收啊！前辈，这是误会，这点茶水钱全当赔罪。哎，搞得像我来打秋风似的，不要！前辈不收就是不原谅，晚辈长跪不起。唉，罢了，下不为例。进城！才占2成市场，万象大药房人流量是你们的2倍，装修老气，难怪干不过人家。前辈教训的是，晚辈回去就整改。这个9转琉璃黄，天香百味酿，打包3只8宝赤炎鸡，多放辣椒面。放开我！我没有抄袭！闭嘴！自恋制专利产品就是侵权，带走！
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仙盟执法队，这老板胆儿肥，敢仿制万象楼专利。谁不知道仙盟12执事之一神将班奇大师最恨抄袭，动他蛋糕的都得进去。班奇，前辈请看，班奇天宫录。如今这天下5成法宝皆出自万象楼，或用了他的技术授权。听说大师100岁前是个画家，突然顿悟，像被气神附体一样。确实是万年不遇，怕是把别人几辈子的脑子都长他一个人头上了吧？垄断加专利流氓组合拳，有点意思。行了，饭也吃差不多了。二位今天的接待工作做得不错，我很欣慰。但作为过来人，你们要把眼光放长远，要学会赋能，要把格局打开。前辈教训的是，汇报的颗粒度不够细，要学会沉淀，找到修行的抓手，形成你的底层逻辑，在工作里实现价值闭环，上面才能看到你，懂吗？晚辈一定好好参悟价值闭环之道。我们要去做个深度下沉市场调研，这种高层战略带着你们不方便。听说这儿有个非标准化的交易场所。懂。黑市在城西废弃矿道，暗号地火无情，万象更新，里面鱼龙混杂，前辈尽量遮掩身份。懂事。回去我跟上面提一嘴，把你们名字加进今年核心人才库。多谢前辈提携，未来是你们的。前辈慢走。走，饼画完，该去淘货了。8000中品灵石1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班奇大师研发新玩意儿，市面早断货了，8000是友情价，再晚还得涨。24万灵石，把无道宗的腰子卖了也凑不够啊！这哪是炼器，这是炼钱，这就是资本垄断的恶毒。小师叔，咱们带的钱连个卤腿都不够，看来真得去那个好地方了。走。地火无情，万象更新。每人2块下品灵石。小明，开眼。全是假的，染料石头和繁铁。纯度9成，一口价5000。掺了6成铁砂。哼，心比地沟油还黑，不要了。老板，这破烂怎么卖？那叫玄铁混元鼎，3000不二价。3000，这味儿能把方圆500里熏得寸草不生。3条腿长短不一，叫老韩推顶还差不多。50，不能再多了。你抢劫啊！卖废铁也不止50。60，我这是帮你清理垃圾，不卖我走。前面卖二手锅的才要我40。250，少一个子儿不卖。成交。这个方量，我小娘的好兄细世之贺，喊上我怎么叫好？这。偷到祖师奶奶头上，抢我的250，天王老子也得吐出来！小师叔，那东西没呼吸心跳，灵力在关节运转，那是具机关傀儡。把东西放下，自己把腿卸了，这事儿就算了。班奇垄断了市面星玉铁，致我意志无法修复。若能买到，何至于抢这破烂？原来掺了星玉铁，我就说谁会偷咸菜缸。既然是行家，讲点体面，3000灵石不二价。拳头大就是体面。
机械傀儡术，就地取材。公书帖，原书里全家被灭，双手被废的倒霉蛋，被叶晨夺走神器万象匣和核心传承，实惨。看什么看？小明，吹曲儿助兴。卑鄙！转球下三路，要不要脸？兵不厌诈，把炉子还我，不然把你拆了卖废铁。是你们逼我的，万象匣！解开这9宫天机锁，饶你们一死；解不开，便化为匣中养料。做我新傀儡的零件吧。不行，这东西太快了，根本算不过来。别算了，跟搞技术的玩算力，咱们玩不过。师叔难道懂奇门遁甲？我懂个锤子。你看，连纹路深浅都一模一样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有病，究极强迫症。解题是下策，掀桌子才是上策。咱们只要让他难受就行了。色泽金黄，质地松软，产肥量大，种田之上品。蠢货！本座乃上古神兵巨阙，你居然用本座的感知力去分析坨猪屎！师叔说了，种田是大事。我的猪，终于让我也逮到一个。私秒那个缩头乌龟呢？让他滚出来！站住！我在问你话，寺庙到底在哪儿？第一，我不叫魏；第二，小师叔让我离傻子远点。好，很好，好一条忠心的狗。那我就打断你的骨头，把你剥皮抽筋挂在树上，我看那个女人出不出来。焚天斩！吃回契丹3块灵石，衣服烧坏还得补。这一架打下来，起码亏10块灵石，又要破费了。野小子别大意，气血如龙，肉身堪比4阶妖兽，不可硬拼，供他下盘用油制法。蛮力再大，打不中也是活被子。蠢材，还发什么呆？他底盘虚平全是破绽，左踏3步，斜撩45度，给本座削他！这不可能！玄老，助我！不堪一击。哼，去补一件，把那把黑剑拿走。
这小子气息有古怪，不可恋战，赶紧撤！还要杀了你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正好，那种禁区死个人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懂了，就是搞破坏。错，这叫打破陈规，重塑审美。找不到生门，便想用那块破砖头砸我的天机锁，可笑！你干了什么？给我擦掉！哎呀呀，手滑了。你看这线条多圆，这圆多线。那是流光银，那是老娘抛光了3天才弄出来的镜面，我磨了2年的陈一头母。看见没？这都高兴的说不出话了。别闲着，你也来，记得找那些看着最顺眼、最对称的地方下手。好嘞。师叔，那个连杆是左右对称的，看着好舒服。弄它。不对称，那是歪的，那一笔画歪了。你是瞎子吗？把它擦掉，给我擦掉！这就受不了了。你们，我要杀了你们！小明，给那个排气孔来2根鱼刺，一定要横着插，别插整齐了。住手！住手啊！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别碰我的宝贝！你们无耻、下流、卑鄙、恶心死了！道有此言差矣。圣人云，不管黑猫白猫，能抓耗子就是好猫。不管是暴力破拆还是精神污染，只要能出来，那就是在下的本事。遇见你们算我倒霉，炉子我不要了，别让我再看见你们！搜真拳，该死，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哎，别急着走啊，咱们的账还没算清呢。炉子你是还我了，但精神损费和误工费没给。放开，我有急事儿，没工夫陪你过家家。看把你急的，看来你这是遇到麻烦了。让我猜猜，是不是有一群鼻子特别灵的狗，正在满世界找你的宝贝？你怎么知道？误个费每息50，你搞精神霸凌吓坏孩子，精神损失费3万，折账费500，炉子结价2000，抹个零，成汇88010，给钱，放行。你这是抢劫！你穷疯了吗？没钱，要命一条！没钱，没钱好办，亲，我们支持打欠条。给我30！哎呦，软的不行，来硬的。大家快来看呀！大名鼎响传人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到底是谁？该死，这女人到底是什么路数？不仅知道我的底细，还敢在这种时候趁火打劫！我钱！什么东西？行了，合作愉快，进去。你让我进这玩意儿，这比茅坑还……哪那么多废话？走你！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谁家的狗？有没有公德心啊？大白天的牵出来遛还不拴绳，万一咬着花花草草怎么办？吓着小朋友也是罪过啊！这狗一直对着这破炉子叫，会不会藏在……打开！凭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的锅？打开！开就开嘛，动什么刀子？
野蛮人，没素质。看清楚没有，这就是我的宝贝八宝赤炎鸡。我就说这狗怎么老冲着我叫，合着是个馋狗。赔钱，必须赔钱！这鸡见了风，上面全是狗口水味儿。哎呦喂，刚才来个一身铁的怪女人，撞完我就往东边跑了，现在你们又来欺负老百姓。东边追！哎呦喂，邪修欺负人了！拿着，滚！穷疯了的婆婆！连半丁力力都没有。有钱人就是脾气大。行了，别装死，出来吧，安全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一张破纸也想困住我，只要我想走这天下。哎，慢点跑，路滑。看清楚了，亲，这不是普通的欠条，这是天道灵魂带。欠债不还者，神会日受万蚁噬心之苦；心生叛逃念头者，修为倒退3级；严重违约者，当场暴毙。你也想要万象匣？别做梦了！我公叔家的东西，宁可毁了，也不会给你们这种贪婪的小人！我和你拼了！停！谁要你那个破盒子？送我都嫌占地方。我要的是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没有那种癖好。想什么呢？我是说，你有没有兴趣跟我混？我的宗门正好缺个会炼气的长老。让我苟且偷生做什么宗门长老？你做梦！我若活着宁死不屈。来，盘道，兜里比脸干净，关节老化直掉铁渣子，连进城都要钻洞。你所谓的复仇，就是等着被狗闻着味儿找上门，死在臭水沟里。加入无道宗就是你的最优解，不打卡，不上课，包吃包住。你想复仇没问题，但在你把仇人弄死之前，总得先有个窝把伤养好吧？为什么我是个灾星，你就不怕给你的宗门招祸？其实实不相瞒，在下是宫羽老祖的粉丝。神功百炼，巧夺天工。当年公叔老祖一锤定音，那是何等的风采！当年听闻公叔家惨遭灭门，在下痛心疾首，恨不得提刀杀上仙盟，问问那帮尸位素餐的家伙，为何视若无睹？刚才那张契约，你以为我是在害你吗？不，那是我的一片苦心啊！如果不签，你就没有我无道宗的身份，没有身份，我就无法用宗门的气运替你遮蔽因果，那些仇家就能一直追踪你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啊！你是为了保护我？你真的不怕麻烦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那个炉子的事儿，咱们就一笔勾销了。别说了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我跟你走。来，认识一下，这是你师侄明剑竹小梅，宗主是个吉祥物，叫我司长老就行。司长老，你们来这荣珠城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唉，家里穷啊，揭不开锅了。本来想买点墨金沙，外面奸商卖8000一两，我们只能来这儿淘点二手破烂，看看能不能捡个漏。你要的是这个？你哪来的钱买这个？没花钱，这是我用万象匣去废弃法器堆里捡垃圾提炼出来的。万象匣不能透视，我需要一个个上手去摸，神识探查，往往翻找3天，累得神魂枯跪，也就找到些废铁。就像沙子里淘金，效率极低。比如这个，我蹲了3天才感觉到一丝星云铁的气息。老铁啊，你看不透，但咱们家小明能啊！这孩子别的不行，就是眼尖。什么阵法节点、材料结构，在他眼里那就是透明的。这附近最大的废弃法器垃圾场在哪儿？城北。走，去进货。
千层底布鞋折旧50，迷踪粉90，洗裤子5块，精神损失费被狗追着咬，少了得算200，太亏了。哎，我去，这鬼地方怎么全是刺儿？人，这也是一种修行。唉，师兄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找了3天，连根龙须面都没见着。你闭嘴吧，赵鹏！来都来了，若是没有灵草给我的风狼晋级，又要被隔壁风嘲笑。再说了，咱们不是带了穆师弟吗？对不起啊，结果。穆逢春，你能不能正常点？咱们是来找药的，不是来踏青的。万物有灵嘛，师兄你别急，吃个果子消消火。消消火个屁！吃！入宗3年连只本命兽都没有，天品木灵根长你身上真是浪费。看见断腿兔子都要停下来包扎半个神辰。他腿好了，跑得可快了。好啦，都少说2句吧。唉。行了，歇会儿吧。别放屁！千万别放屁！完了，有露馅儿！穆师兄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我看这土质不错，适合种土豆。你脑子里除了花花草草，能不能有点别的？不想死就回答我的问题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背着剑的大个子？这位道友，我等是御兽宗弟子。我问你看见没？没看见，我们刚到此处，并未见到任何人。你看见没？刚才好像有个黑影往那边跑了，我也没看清是不是人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妈呀！石头成精了！什么东西？多谢。不用谢，你也挺不容易的。穆师弟，你早就看见了，你一直在帮他打掩护，万一被发现，咱们都得倒霉。什么阿猫阿狗你都要救。诸位，刚刚那人叫叶晨，心眼极小，若是发现被骗，必会折返，到时候你们也得遭殃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抓紧离开。还会回来？撤，赶紧撤，这地方不能待了。好的很，一群蝼蚁也敢合起手来骗我！既然你们是一伙的，那就都别活了！你有病吧？我们根本和他不熟，刚才只是路过。不熟，凡包庇者，杀无赦。快走，我来拖住他。你为什么要烧死他们？你打架就打架，毁这里的生机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，弱者才讲道理，强者只定生死。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报应。你欺人太甚！赵拓，结阵，咱跟他拼了！快散开！既然你们已有取死之道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九龙离火，焚尽八荒！
卑贱的人族，敢在万灵之野纵火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哼，区区妖孽也敢在本座面前狂吠，哪怕你是元婴妖将，今日也留不住我。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一群畜生也想留住我？白痴！小师叔说过，叶辰话多就是要跑，必须打断施法。你，哼！当着本将的面搞小动作，聒噪！全部带走！30年河东，今日之辱，来日必将！太吵了！味儿虽然冲了点，但都是钱的味道。开工！记住了，咱们只要精锐，不要破烂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坐标：坎位37，离位42，内部核心有1寸3分的太乙金晶晶。解。太乙金晶一滴，折价300，记账。下一个，7点钟方向，铜钟中壁夹层有紫雷金沙，收。左边那个看着像夜壶的东西，那是深海沉银做的。烧！管它是夜壶还是饭碗，只要值钱都给我烧了！清点完毕，这一趟的净利润大概在54万中品灵石左右。跟着姐混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姐，咱们下一站去哪儿？隔壁天水城垃圾场堆满了废弃水系法宝，咱们继续干啊！怎么了？沈渊出事了。最后一次感应，万灵之野，沈渊在。万灵之野，那地方就是人族死路。送死也得去。上来，钱可以以后再赚，但我的人少1根头发都不行。走快点，磨蹭什么？此处蕴含着涅槃重生的无上机缘，万灵之潮乃上古凤族陨落之地。小子，你的机缘到了。烧死这帮两脚羊，剥了他们的皮，去祭祀圣树。处死人族修士得经过圣女殿审判。涂山烬算个屁！苍大人说了，人族就是两脚羊，既然犯了罪，杀了便是。只有鲜血才能平息怒火。人族纵火毁我山林，按妖族律法当斩首示众，神魂点天灯，血肉祭圣树，以儆效尤。完了，这次真要变肥料了！一群畜生也配审判我？我乃天命所归，今日你们若敢动我，来日我必踏平这万灵之野，将你们全族炼成丹药！我管了他！太嚣张了！好，有种！既然你这么想死，本这儿就成全你。先看这个嘴硬的嘴硬的！慢着！不知涂山大人有何贵干？我不记得妖族的律法里有不经审判直接处决这一条。怎么看到同类受难心疼了？我就这么杀了，是想替谁掩盖什么？还是说，在你赤虎将军眼里，苍大人的话比妖皇定下的律法还要大？说。人族不过是肮脏卑劣的劣等生灵，对于虫子，何须讲什么文明？杀光两脚羊，苍大人英明！
根据万灵圣典，若无公审而擅杀，嗣同私刑，夺其职，受雷鞭30。涂山烬，你想拿那些老掉牙的规矩来压苍大人？那个傻大个送去黑石死矿挖煞精，挖满1万斤再放出来。至于这几个，扔去灵田做苦力，养死1株灵药，剁1根手指。我有话说，在下叶晨，仰慕大人风采，愿追随大人左右，哪怕做个端茶倒水的奴仆，亦是此生之幸。你想做我的奴仆，有点意思。我那梧桐院正好缺个嫂嫂的，成全你。谢大人点。大爷的，这大个子真沉。老大，这小子背上那把剑看着不错，拿下来瞧瞧。该死的，什么鬼东西！小小狼妖也配碰本座？没砸死你算你脚熏到我了。我的脚废了！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，把这小子的腿给我打断！山主，医药费很贵。渊儿啊，你要学会修身养性。小沈啊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过就摇人，别硬撑。老大，这小子不对劲儿！管他什么味道，给我砸碎他的天灵盖！哼，在姑奶奶面前玩火。你也配！砰！空间封锁！小师叔，行了，没事了。回春丹，老药练的加强版，咽下去。撕破也是肉，这就是咱们宗门的弟子。这是公书帖，新来的长老，以后要打个锅碗瓢盆的，找他。恭于师叔。见面礼，皇爹护心镜，能挡金丹一击。叶晨这狗皮膏药，怎么哪儿都有他？剧情还没过半，这货怎么就提前跑这儿来了？既然他这么急着投胎，咱们也不能拦着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小师叔，叶晨的事能不能先放放？我想救人。那个叫穆逢春的，虽然看着脑子不太离官，但他掩护过我。师傅说，无道宗不欠人钱，更不欠人命。他们被我牵连，我得把他们捞出来。你想救人？是。蠢货，不可救药。本座当年随先主征战八荒，喝的是神魔血，斩的是天地锁。怎么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玩意儿？被几只小狼妖像拖死狗一样拖着走，本座不干了，要换人！哟，好大的威风啊！想换主？我家小沈被踩脚底下的时候，您老在剑里抠脚呢。本座会怕那种小妖？若不是这小子灵力受限，拉倒吧，拉不出屎怪地球没盈利，关键是颗掉链子，还在这阴阳怪气搞心态。我要是你，直接找块豆腐撞死。也就是我家小沈老实肯要你，换个收破烂的都嫌你没用。小沈啊，我看这剑灵也不怎么样，扔这儿吧。回头师叔给你找个菜刀灵都比他强。你要是有种，现在去砍妖将的脑袋，我就敬你是条汉子。好，你等着，本座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剑道。没脑子的东西，回来！想送人头？那怎么办？总不能挖地道吧？我有炸药，把万灵之野炸个缺口。不行，有护山大阵，会被全地图通缉。那下毒？三不倒？那是妖，抗毒性比人强多了。要想救人，
得有名正言顺的身份混进去。身？哼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吗？运气不错，第3巡逻队独眼断崖和跛脚，任务是把两脚羊押送到黑石死矿。老铁，干活了，扒皮改尺寸。看什么看？耽误了赤虎大人的事儿，老子扒了你们的皮！老铁，令牌改好了没？好了。那我呢？老规矩，本色出演。进了矿场，少说话，多干活，遇到事儿别逞强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咱们这次的目标是悄悄进村，打枪的不要。站住！哪部分的？面生的很啊！这货色看着挺壮，新来的矿奴。瞎了你的狗眼，连赤虎大人的亲卫都不认识。也就是老子今天心情好，换个脾气暴的，早把你这身肥膘炼油了。小的眼拙，这就放行。大人您吩咐。看你也是个懂事的，这人你也看见了，人族纵火犯。小的明白，到了这黑石死矿，铁的汉子也得磨成渣。小的保证。让你个头，他是那个苍大人的这个哪个？面朽小白脸儿，懂了吗？不能吧？苍大人最讨厌人族了。这你就不懂了，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总想尝点清淡的野菜。咱们这位小哥那是伺候不到位，惹得大人不高兴了，这才被发配过来体验生活。其实就是小两口闹别扭，懂不懂？懂。小的办事您放心。安排个最里面的单间，清静，好酒好肉供着。平时就拿个镐头装样子，别真去挖煞起黑石。要是大人想接回去时受了一拳，你担得起这个责？大人一路辛苦，这点果子润润喉，小的明白。小师叔，这名声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做人？做人重要还是保命重要？在这儿，你就是苍不厌的小娇夫，这身份多好使。你先在这儿窝着，趁装样子干活的机会摸清布局。我们3个去救人。沈云，还有你，别装死，照顾好小沈。要是让我知道他少了一块肉，我就把你扔进茅坑里泡个300-500年。放心吧，小师叔，我皮厚死不了。倒是你们，外面更危险。快点儿，没吃饭吗？一群废物！日落之前交不完这片地，今晚就别想吃饭。防守太密了，硬抢的话，还没出田就会被包饺子。师叔，整个灵田都被4阶困阵罩着，一旦硬闯，阵法会瞬间绞杀里面的人。撤，硬来不行，得智取。这万灵之野现在就是个铁桶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妖族现在分2派，一派是纯血派，极端血统论，领袖是苍不厌；另一派是平等派，也叫混血派，领袖是涂山烬，是个有一半人族血统的狐妖。听说过几个月就是妖族的圣女大选了。这就对了，局势僵住了，那就把水搅浑。想把人全虚全伪的带出去，除非妖族自己乱起来，或者有人主动帮我们开门。你不会是想找妖族合作吧？你要插手妖族的内政，咱们才几个人，你疯了！正是，既然苍不厌想要咱们的命，那咱们就帮他的死对上位。老铁，你这技术是一流的，但这格局还是小了点儿。人少怎么了？咱们这叫精准扶贫，天使投资。这世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，只有给不够的价码。如果我手里有他拒绝不了的筹码，你们觉得他会不心动吗？你一个人去，那是龙潭虎穴，你一个元婴初期进去就是送菜。富贵险中求，记住，如果天亮前我没发信号，你们就赶紧带着小沈跑。记得把我的家当烧给我，别私吞。
疯子！这两村血妖是吧？藏在哪儿？哎，想当年，老子给苍大人找那株千年火灵芝的时候，哎呦，看什么看？路这么窄，不知道让让啊？没事儿，你先请。我钱呢？谁偷了老子的钱？好大的胆子！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摸东西！跑，让你跑！看看少了没？就是这个，大人好身手。今日若不是大人，小的这条命就交代了。赏脸喝一杯。老子最恨这种偷鸡摸狗的鼠辈。我是说小偷。听说今天大人新收了个奴才，好像是个两脚羊。嘿，那个小白脸真他娘是个马屁精！下午不知从哪弄得来一株绝技的凤火草，哄得大人提拔成贴身咬子，现在连我们老人都得看他脸色。这小子不会有什么邪术吧？这小子整天关在书房里嘀嘀咕咕。老哥别气，等人族那小子没用了，咱找机会套麻袋揍他。算命喽！那我就走群众路线，农村包围城市。大人，南边2处据点被拔，支持我们的3位长老被扣，黑灵卫正在往这边增兵监视。知道了，继续发药。你犯了水煞，这2天别下水，不然容易被炖成田鸡粥。咨询费10个铜板，概不赊账。下一个，还有谁想算算死期的？算死期送棺材尺寸推荐。哪来的疯子，敢在这里妖言惑众？给我轰走！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江青独木难穿。我看你没信煞气冲天，不出3月必有血光之灾。这万灵之潮也要换个主人喽！找死！这位道长算得这么准，不如算算这一刀如果砍下去，你会死吗？死不了，但我死了，大人您的路可就真的断了。响应圣女大选，我手里的筹码不仅能让你干翻苍不厌，还能救你的命。哎呀呀，不得了啊！大人，您这是阴阳逆乱、血脉倒流之招啊！都散开，这可是大病，如果再不治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半身不遂呀！幸好遇到了我，铁口直断赛华佗。不过嘛，这诊金可不便宜哦。既然大师有此妙手，那便请入府一叙吧。至于诊金，只要能治好我的病，涂山家绝不吝啬。神了！大人居然真的请他进府了！把门关上。行了，别装了。白狐对气味最是灵敏，现出原形吧，让我看看是哪个人族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。赤金混玄铁，硬度够，韧性差。刀口没磨好，切肉有毛边不美观。回头让老铁给你们打8折升级一下。这人族脑子坏了。
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思邈。哦，对了，也就是今天下午被你们抓的那几个倒霉蛋的同伙。纵火犯同伙，既然知道这是妖族，还敢自投罗网。杀了我，涂山大人只能得到一具毫无用处的尸体。但如果不杀我，你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圣女之位，还有以后几百年的安稳。每一个门客都说自己有安邦定国之策，你凭什么是个例外？他们要钱权，我要人，我要把那几个倒霉蛋完好无损的捞出来。作为交换，我给你当几天狗头居士，帮你干翻仓这笔买卖，你稳赚不赔。你凭什么当我的军师？凭你这张嘴？就凭你现在还没动手。若是真把我当骗子，在门口就把我剁成臊子喂狗了。既然让我进来，就说明你也想赌一把。让兄弟们先出去歇着吧，商量大事，刀兵声太重，容易散财。退下。现在说点我不知道的。苍不厌刚收的人族奴派叶晨，你注意到了吧？涂山大人，你可看走眼了，那可不是什么奴仆，那是这次大选中最大的变数。什么意思？苍不厌出了名的血统洁癖，怎么会突然收个人族当奴才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叶晨根本不是纵火犯，他是苍不厌花大价钱请来的托儿，是同伙。同伙？叶晨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族，哪来的绝世凤火草？除非那草本来就是苍不厌的，这就一场早已串通好的苦肉计。我失职他们，不过是他顺手抓来立威的道具。证据，你说的头头是道，我凭什么信你？证据现在不能给，不过为了表示诚意，3天之内我会帮你避开苍不厌的第一招，到时候咱们再谈合作，如何？好，我信你一次。哎，别急，这前期投入是不是得报销一下？给点定金吧。你要什么？5颗化妖丹，要顶级的那种。你当这是街上的糖炒栗子吗？3颗，外加1块自由出入府邸的令牌。不给我，就去外面喊你是人族奸细。3颗，多了没有？若你敢私吞跑路，天涯海角必杀之。谢了老板大气。好一个狐狸精！这棵树主干300丈，若把炸药埋在序位和离位节点，2息就能把云上城崩塌半边。到时候咱们趁乱劫狱。那我们会被全妖族追杀至天涯海角吧？别动手，自己人。小师叔，你这是被夺舍了，还是现原形了？去，这可是限定款的高级皮肤，赶紧吃了，咱们还得赶场子。4阶上品，你就这么骗来了？什么叫骗？这叫心理博弈，从内部瓦解敌人。还挺逼真。小明啊，这颗糖不是给你的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进去？你不用变妖，因为你今晚的任务是去坐牢。林田有定数，少一个就触动警报，得有人进去顶包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这么晚了，还望林田。睁大你的鸟眼看清楚，这是谁家的牌子？也是你能拦的？涂山大人呢？可此处是苍大人管辖，不得擅。苍不面管辖怎么了？实话告诉你，
我是涂山烬他二姨妈的表姐夫的干外甥女，论辈分，涂山烬见了我都得规规矩矩喊一声二舅妈。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怎么敢打手啊？要是大选之后圣女位子是涂山家做，咱们这账就得一笔可算。带走一个得补上一个，少一个大阵都得响。啰嗦。哼，这不就补上了？新抓的嫩着呢，给你们凑个数。您两位稍等一炷香，这阵法锁链得用特制的钥匙才能打开。慢吞吞的，等得老娘火大。老铁，这锁看着碍眼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哼，听闻你们这批两脚羊里有几个懂伺候花草的，老娘特来验验货，挑个手脚利索的回去当奴仆。你们都退后30步，别在这碍手碍脚，惊扰了老娘的雅兴。我们不懂什么静心兰，你找错人了。看什么看？再看，把你眼珠子挖出来下去！嘘，我失职沈渊，让我来捞你们。这灵田有技术阵法，每个时辰扫描人头，学烧书都不行。我带了个顶抛的过来，小明留下，他瞳术特殊，你们听他安排。所以你们之中得走一个，跟我出去干一票大的。我走，我修为最高。不行，我去，我皮厚，妖族打不动我。还是我吧，我不怕吃苦。就你了，沐风春。选他，咱们是去搞大事，你带个杀鸡都费力的去，嫌咱们死的不够快。前辈三思，牧师弟天生体弱，从未厮杀过，选我啊！对啊，牧师弟不行的，他看到血都晕。我吗？前辈，我不行的，我去了只会添乱。长得弱不禁风，却是身负万灵道体，开了全图视野的满级挂。叶晨啊叶晨，这回这块肉，老娘先啃了。我看人只看眼缘，这小子最老实，你们心眼太多，我带不动。小沈提过有个姓穆的师弟长得最好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前辈，沈渊师兄他竟还挂念着我。老实待着，敢出声就把你埋了。谁漏了风，老娘先把他炼成丹炉。哼，挑个腾心的不容易，带回去磨磨性子，给涂山大人种花正好。您慢走，这小子皮实，不听话只管打。哼，算你懂事。应老三是吧？我记住。晚辈沐风春，谢过二位前辈大救同门之恩。行了，别拜了。不想知道为什么把你弄出来？我们要干预妖族大选，把那个苍不厌拉下马，扶混血涂山烬上位。什么？前辈，这是以卵击石啊！咱们进去就是送死！送死？若不这么做，死的人更多。小子，你可知我是谁？吾乃无道宗思念。一旦让苍不厌催行血统论，必将发动人妖大战，届时生灵涂炭，血流飘准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原来前辈为了天下苍生，竟不惜伪装混入虎狼之地。前辈，我也要去。虽然我修为低微，但我不怕死。好孩子，可惜空有热血不够。梧桐院守卫森严，更有4阶大阵，我们两眼一抹黑。若能有法子神不知鬼不觉探探虚实就好了，硬闯，死路一条。前辈，若是想探查消息，
或许我可以试试。小子，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，别还没进门就被那只鸟抓去喂虫子了。请二位前辈退后几步。草木有根，连通地下水脉；虫鱼有翅，可飞过高墙。只要有生命的地方，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，不带任何灵力波动，纵是化神大妖也绝难发现。万灵道体，竟然是传说中的万灵道体。好，小木啊，你果然骨骼清奇，这拯救世界的重任非你莫属。老铁，给他护法，今晚咱们就去探探这梧桐院。水镜术现！大人，梧桐院弱肉强食才是天道至理，您的血统论才是顺应天道。杂种底层民心盛，硬来恐暴乱。民心蠢物，容易操控。我有2计，让涂山烬名列身败。这孙子，他自己不也是底层爬上来的吗？他怎么能把这种伤天害理的话说得如此正气凛然？鸡丸物6，这货要开始放毒了。其一，顺应天命，布阵辅佑妖香，造百鸟朝凤神机；其二，釜底抽薪，派死士在涂山烬想要下毒，再散播他用妖式药修邪术，泥腿子会撕碎的。畜生，缺德带冒烟！太恶毒了，领药的可都是老弱病残啊！好一个攻心计，够狠够绝！这块凤栖令给你，待我拿下圣女之位，封你为妖族唯一的异姓王，外加一只元婴黑羽卫。叶晨定不负大人厚望，为您扫平一切障碍。小子，警戒！红鸾的千丝咒起反应了，寺庙在附近，不超过10里。大人，且慢！良策没有，但有个投名状，在下感应到那纵火犯的同伙就在附近。哦，请大人与我带兵捉拿，在下愿提着他的脑袋来见。带上黑羽卫，记住，我要活的。遵命。被发现了，他好像知道我们在哪儿。我的飞蛾明明没有灵力变动，怎么可能？冷静点，小木。他发现的不是虫子，是我。既然送上门来，老娘就在这儿送他归西，管他什么黑羽卫，一锤子买卖。别冲动，那是元婴期精英，硬碰硬咱们吃亏。你这女人心也是真的黑。过奖，这叫灯下黑。小木，按方位埋好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
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思邈，我知道你在那后面。怎么，昔日高高在上的师尊，如今成了只会钻乱葬岗的老鼠？不用抓活的，给我轰平那里！乖徒儿，给为师磕个头再走。思邈！大人，还追吗？不用追了，那贼人已被我烈火重创，为了逃命不惜引爆本源，搞这下作手段，他已不足为惧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！你们看见没？那小子的脸跟吃了苍蝇一样，太解气了，比用锤子砸他还爽。前辈，您怎么知道他会打那个稻草人？因为他自负，越自负的人越受不了低级的嘲讽。那块牌子就是他的开关。这次试探确认了2点：第一，他能精准定位我；第二，定位有距离限制，且分不清本体和替身。他在你身上下了追踪印记，是天眼宗红鸾长老的绝活千丝咒。前同事的花样我闭眼都能破，但这咒要是解了，岂不太浪费了？留着这玩意儿过年？笨！千丝是根绳，他能顺着找我，我就能顺着绳子溜他。老铁，干活，做一个跑得快的小玩意儿。在能上正饭的时候是不吃，如果能上火焰饭的时候是出吗？去，这叫遛狗。他以为千丝咒是外挂，实际上是我牵着他鼻子的伤手，而且我也能感应到他的位置。去哪儿？叶晨不是给苍不厌献计搞神迹吗？咱们作为热心市民，不去帮帮场子，这神迹怎么热闹得起来？玄老，此地风水极佳，正是幻光引灵阵的阵眼。方圆百里月华折射，加上诱妖香，神迹天成。对未开化的妖族是降维打击，坐实天命。涂山烬再怎么收买人心，也不过是凡人与神斗。神，我才是造神的人。做得干净点儿，别留破绽。放心，阵法隐蔽极强，我特意没留守卫。这就是幻光引灵阵，垃圾！灵力回路像蚯蚓爬，正午太阳大点，凤凰玉影就得变秃尾巴鸡。变鸡怎么行？咱们得帮帮他。神迹嘛，得惊天地泣鬼神，能改吗？小菜一碟，微调几个节点，启动全是惊喜。老药倾情出品，百鸟朝红引魂香特别加料版，对飞禽有奇效，别沾手上。前辈，这味儿太重了。明天这儿有管饱的好吃的，带上亲戚朋友，穿金衣服的鸟妖特意准备的盛宴。收工，深藏功与名。不行，我得干活，摸清地形和守卫。祖宗啊，你这是要小的命啊！我干活？你这双手是干粗活的吗？你是来体验生活的，磕破点皮，上面小的炼油了咋办？
都让开，别挡了大人的道。那人谁呀？这么大排场？听说是上面那个在床上伺候不卖力，发配来冷落2天的，咱们惹不起。使不得呀！里面煞气腐蚀凌厉，你要有个好歹，小的全家得被剁碎喂狗啊！大人，您想看，小的下去给您画下来，行不行？行，我不下去，但我要在那块石头上睡觉，10丈之内谁敢靠近，我就从这儿跳下去。快把那大青石擦干净铺床。小师叔的计谋让我免受吃苦。可这让我怎么探查情报？唉，大人，新郊灵田那边传来消息，昨晚出事了。植树，是昨日那个人族，他拿一个人族少女换走了2角里一个叫沐风春的。而且他走势极其嚣张，直接拿咱们府上的青铜令山鹰妖队长的脸都给扇肿了。那帮鹰妖眼高于顶，竟然没还手，也没闹起来。那位人族自称是您二姨妈的表姐夫的干外甥女，还说论辈分，您得喊她一声二舅妈。他拿着您的客卿令威逼，说以后圣女位子是您坐，鹰妖赶来就等着被清算。那帮狗腿子欺软怕硬，就没敢深究。荒唐！我涂山家上属18代就没有这门子乌七八糟的亲戚，二舅妈她怎么不说是我祖奶奶？备车，我倒要看看这市井骗子到底给我惹了多少祸！快看，西边有光，是神迹！落风坡出神迹了！苍大人感动上腔，百鸟朝凤啦！百鸟朝凤。这就是他说的第一招。去落凤坡，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大理能不能把这天命给翻过来。今日吾将于此感应上枪，妖族沉寂太久，血脉混杂。上枪感念吾之诚心，特降百鸟朝凤之祥瑞，以正视听。诸位，妖族大兴必有祥瑞。苍大人身负上古凤凰血脉，一心为公。今日吾等设坛祭天，恭请百鸟来朝，以正视听。苍大人万岁！纯血万岁！圣女万岁！起！神迹，是神迹啊！来了，百鸟来朝！这是祥瑞，那不是凤凰吗？怎么像隔壁二大爷养的鸡崽儿？莫不是苍大人做了天怒人冤的事，老天爷降罚？有辱斯文，本以为是天命，没成想是个笑话。这等闹剧，
老夫羞于为伍。滚掉！给我滚掉！大人，这是意外，有贼人动了手脚。这是你给本座的惊喜！滚！都给本座滚！红药，安排坊间说书人，就说苍不厌德不配位引来天谴，再加一条，说他用妖族幼崽炼制幼妖香，真真假假才最伤人。是，咱们还没动手就赢了。怎么回事？什么贵客能把我的府邸闹成菜市场？说是您的远房亲戚，拿着您的令牌，小的们不敢拦啊！亲戚？你又演哪一出？太可怜了，连老母猪都卖了。咱们大人孤零零的，这门穷亲戚虽然糙，但为了给大人撑腰，这份心意是真的呀。这是你大舅妈，力气大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让她一锤子抡过去。哼！自己人，别怕。这是你体弱多病的小表弟，为了省路费，一路上啃树皮呀！表姐，现在赶人，不出半个时辰，涂山烬冷血无情抛弃受难亲戚的谣言就会传遍全城。这女人居然用我给的化妖丹，给我请回了3个祖宗！原来是二舅妈。既然来了，就是一家人。管家，还不带贵客去厢房歇着？哎呦，外甥女啊，歇就不必了。咱们逃难连树皮都被抢光了，要是饿死在你府里，传出去多晦气啊！管家，没听见舅妈饿了吗？立刻吩咐厨房备一桌席面，要快！好孩子，真孝顺，不用太麻烦，随便整点万年雪玉参、深海蛟龙干就行。舅妈是乡下妖，不挑食。你点的这是菜谱还是藏宝图？好家伙，这哪是厨房，这是金库。这萝卜不错，挺水灵。小木，闻闻哪个灵气富？亲娘嘞，那是万年雪玉参，是大人大雪宴客的主菜啊。那个里面有很强的生命变动。那个不行，那是深海蛟皇护心肉，大人平时看都舍不得看。这案板有点脆，我看你那柜子倒是挺结实。您请，小心烫手。念。万年雪玉参3根，说用来炖萝卜汤解渴。深海蛟皇护心肉2块，说肉老得红烧。还有您珍藏的醉仙酿，被大舅妈开封，说是当料酒去腥。没事，让他们吃。小静啊，别客气，当自己家一样，咱们一家人不用讲虚礼。二舅妈好胃口，蛟龙肝火气大，不怕虚不受补。
行了，饭也吃了，咱们该谈谈正事儿了。带路吧，去客房，这儿不方便说。思邈，昨晚林田的事，我想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打他怎么了？我不打他，难道还要给他磕一个？你那是挑衅！错，那是立威。外甥女，你太把自己当软柿子了，你处处忍让，苍不厌不仅没放过你，还觉得你软弱可欺。看门狗敢拦你的令牌，就说明你在他们眼里已经是个没了牙的老虎。这一巴掌必须打响，得让人知道涂山家还有能掀天灵盖的狠人。再说了，比起这个，你怎么不问问落凤坡的事儿？那可是我拿命给你换来的大礼。昨夜九死一生啊！叶辰布下9981道连环杀阵，我和老铁顶着天雷地火在操作。小木为了搞鸟，连裤腰带都跑断了。这次算我承你的情，但以后行事能不能先通个气？正式结盟吧，你出钱出人出面子，我出脑子，条件只有一个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要无条件信任给我兜底，哪怕捅破天，你也得说是你让的。你图什么？你是人族，费尽心机混进万灵之巢，得罪未来圣女，就为救人，或为了几颗化妖丹？我不信。涂山大人，你觉得什么是和平？两族互不侵犯，各安天命。错，真正的和平是平衡。苍不厌徐行血统论，一旦上位，必将矛头指向人族，万灵之野就是下一个战场，届时生灵涂炭，血流飘踵。我救人是因长辈职责，我帮你是因我是个和平主义者。涂山烬，你心存善念，想要万物共生，让你掌权，天下苍生才有一线生机。所以扶持你，就是扶持和平。原来四道友心中装的是天下。道友大义，若我涂山烬能登大位，必奉道友为妖族永远的座上宾，享无上荣耀。唉，客气了。虚名于我如浮云，只要世界和平，我做个无名英雄又何妨？既然咱们已经是生死之交了，那有些小忙你肯定不会拒绝。麻烦把苍不厌派系的核心成员名单给我列一下。这是自然，知己知彼。别急，除了名字，把家庭住址、贪污记录，最重要的是私人宝库的具体位置标清楚，最好精确到他们把私房钱藏在床底下第几块砖。你要宝库位置干什么？这也是为了世界和平。当然，兵法有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了解敌人的财力状况，是评估他们战争潜力的重要一环。既然上了贼船，就别想跑。行，这是黑羽卫统领的别院，这是孔雀长老的私库。你悠着点儿，别把动静搞太大。放心，我是专业的。对了，听说你明天要去烂泥巷发药，把你手底下的医治伙计今晚全叫过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要他们做什么？他们不懂打打杀杀。苍不厌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，那个叶辰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明天发药恐怕不太平，我给他们做个港省培训。好，半个时辰后人带到。不对啊，我明明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怎么进去聊了一会儿，不仅签了霸王条款，还帮他整理了打劫名单，甚至还要把自家的医师送去给他折腾。我堂堂一个圣女候选人，怎么感觉成了给这二舅妈打下手的跑腿伙计了？滚出去！这就是你给本座的神迹！好一个百鸟朝凤！
外面都在传本座德行有亏，甚至编排本座用幼崽炼药。这一盆盆脏水泼下来，你让本座如何去争圣女之位？大人明鉴，定是有人暗中破坏篡改了阵言，有人要害我们。本座只要结果，明天是最后的机会。涂山烬要在烂泥巷施药，既然你提了投毒的计策，就给我做得漂亮点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若是再搞砸了，本座就把你扒皮抽筋，挂在城门口做风干落肉。遵命。大人，此人办事虚浮且来路不正，今日之事若换了旁人，早被拿去喂鸟。您一向多疑，为何对此人如此容忍？哼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涂山烬在底层收买人心数十年，根基太深。本座需要一个破局之人，此人命格奇特，是个变数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够贪。再拨给他2对黑羽卫，拿人命填，明天的事也得给我办成。玄老，那贱人欺人太甚，要不是你说他身上有机缘，我怎会受这鸟人的气？小子沉住气，阵法无误却出岔子，是司淼干的。他在暗，你在明，防不胜防。在矿场，他在黑石死矿外围徘徊。哦，他去那儿做什么？就那个废物沈渊呗，他进不去死矿，只能在外围像没头苍蝇一样干着急踩点。既然如此，城内空虚，不可轻敌。死矿地形复杂，去抓容易打草惊蛇，不如将计就计。调2队黑羽卫，即刻前往死矿，把沈渊的矿区围得水泄不通，一只苍蝇也别放进去。抓捕吗？不，只为不公。若是有人窥探，让他看个够。沈渊就是最好的诱饵，只要把你牵制在死矿，等明天我搞垮涂山烬腾出手来，再去收拾你们这2只瓮中之蟹。记住了，此人对大人至关重要，若少了1根头发，你就把猪皮剥下来顶数。是，严加看管，寸步不离，哪怕飞去只苍蝇，也公母分明的汇报。看看，老子说什么来着？这人族绝对是大人的心头好，这哪是坐牢，分明是保护。老大英明，那咱们得伺候好了。等哪天2人床天打架床尾和，这位爷就是咱们的登天梯。这也叫坐牢？要是让宗主师伯看见我这待遇，怕是要连夜来抢位置。沈爷，沈祖宗，上面的恩典又来了。怕您这儿不清静，特意调神兵给您站岗放哨。这么大阵仗，定是小师叔在外面动手了。叶晨拿我当诱饵，只要我不出去，这记重拳就打在棉花上。只是被人像猴子一样围着，怎么去探查地形节点？蠢材，这点难题就把你难住了。哼，也就是你那师叔不在，若是那女人在此，这头猪现在把是连他太爷爷祖坟在哪儿都交代了。前辈，我不善交际，师叔那种我学不来。谁让你学弯弯绕绕了？借势，懂不懂？狐假虎威都不会。这蠢猪认定你是那鸟女人的面属，你就顺杆爬，利用这优势，让那些黑羽卫滚远点儿。朱老三，让他们滚远点儿。这可是上面派来的。我不管谁派来的，一身铁皮罐又不洗澡，臭烘烘的站那熏得我头疼。若是不行，我现在就绝食抗议。这就是宠妃的气场吗？太霸道了！您消消气儿，小的这就去说，这就去。矫情的人族，后撤50丈。既然他想清静，就让他清静个够。大人，办妥了。我这次惹苍大人生气，想寻极品幽冥经谋个簪子赔罪。只要这礼送到，以前的误会自然烟消云消了。懂，小的这就让人把库存搬来。不，既然是赔罪，自然要亲力亲为。我要亲自去矿脉挑，
矿道危险，有些禁区。废物！你把地形图拿来指给我看，我避开不就是了？大人看，这几个红圈别去，这是阵法死门和阵眼，埋着高阶禁制，进去就轰成渣。还有这通风口直通暗河，掉下去直接冲到矿场外面。现修的苦阶技能，反砸出去啊！小师叔说过，能动嘴就不动手，这是智慧。前辈若觉得丢人，先回剑里躲躲。朽木，你们几个迟早跟那个女人学坏！放着！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你们伤了手怎么跟师傅交代？大师兄别演苦情戏了，赶紧偷懒啊！领头的抢干活，要打便打我，与他们无关。好，成全你。赌一把，且慢！你这一鞭子下去，他死不死我不知道，但你左肋下那团火毒，怕是要压不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每逢阴雨天，左肋如针扎，飞行时身体不自觉左倾，尤其是夜半子时，像火烧一样疼，连妖丹吸纳灵气都受阻。我说的可对？你怎么知道？都对了，我是医者，家世药无芳芳，江湖人称鬼手医仙。你这伤若是再拖3个月，煞气入心，神仙难救。那我这伤能治？能不能治，看你诚意。忍着点。大胆！你敢谋杀监工！都滚开！多谢小神医救命之恩，刚才殷某有眼无珠，差点冒犯了高人。起来吧，雕虫小技。你的病想根治，还需药物调理，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小神医您尽管说，这药田里有的，您随便拿。你请坐。小神医要什么只管说，吃的、喝的，还是谁不长眼欺负您了？我治病有个规矩，得有人打下手。这3个虽然看着笨手笨脚，胜在老实，就让他们跟着我伺候。对，小神医好眼力！咱们师兄妹以前都在药铺当过药童，想当年师傅就说世间有一手金针渡血，以针化境，今日竟能再见神迹。是啊，上次听说有只剩一口气的麒麟神兽被鬼手医仙一针救活了。天哪，不会是小神医的师尊吧？原来是医仙传人，捣药这种粗活还是我干吧。原来如此，行，以后你们3个不用拔草了，专门伺候小神医。谁敢指使你们干活，老子抽死他！下一个都别急，看病给诊金，不要金银俗物，只要稀罕矿石和草药，懂不懂规矩？神医，我没啥大病，就是腰酸背痛没劲儿。你这是肾水亏虚，阳火过上，晚上睡觉是不是总觉得燥热？想喝水？唉，这是隐疾，再过2年就要瘫在床上了。神医救我！
拿回去煮水喝，忌辛辣。大师兄别愣着，赶紧藏好。明姐说了，这叫劫富济贫，替天行道。明姐说的对。申爷，我中间这脑袋最近老走神儿，是不是也虚了？你这不叫虚，你这是思虑过重，中间脑袋分走了两边的养分。那咋办？简单，每天用中间的脑袋撞那个石头100下，把多余的想法撞出去就好了。出神入化，旁人怕是要把脑袋卸了才能治好。走，还不快去撞！小师叔，快来救我吧！再演下去，我要被当成妖族圣手了。大人，您歇会儿吧。那位司秒二舅妈虽然行事乖张，但看着不像是不靠谱的。你不懂，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。今天这场试药是苍梧燕唯一能找回场子的机会。说，昨晚司秒教你们什么了？辨别毒药的法子，还是擒拿手？都没教。二舅妈让我们背了1本年的词儿。背词？好香啊！涂山大人真是活神仙，居然还想着我们这种烂命。前辈，咱们昨天把涂山大人的万年雪参和蛟龙干都吃光了，他拿什么去拉拢长老啊？小木啊，你太年轻，我这叫战略性资产转移。与其最后落到苍不厌那鸟人肚子里资敌，不如进咱们肚子。算下来，涂山竟赢麻了。收买心，愚蠢。看来那女人是真急了，像没头苍蝇一样在矿区外乱撞。只要她不在城里，你就没有后顾之忧。动手！慢点喝，小心烫。若是还要，再去后面排队。谢大人。毒，有毒！咒里有毒！明明每一个环节都严防死守，怎么还是出事了？杀妖了！涂山竟杀妖了！这咒里有毒！渔民，只要稍微给点火星，就会把曾经的恩人撕成碎片。大家冷静，咒里没毒。别信他，他肯定提前吃了解药。打！你们疯了吗？大人怎么对你们的？我不走，今日之事因我而起，不管是不是陷阱，我都要护住大家。肃静！阿福，清场。一级警戒，保护现场。闲杂人等退后3丈，破坏现场者，统统帮凶。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，若查实确袭中毒，涂山府愿赔偿死者家属极品灵石5000，并负责赡养其全家老小，直到送终。我的天，这也太仁义了吧！但是，万一这毒有传染性怎么办？所以，按照规定，凡是不明原因的暴毙，必须当场进行病理尸检。来人，上验尸工具！大家不要怕。这些都是我家大人花重金寻来的验尸神器。
伙计们，给乡亲们科普科普。玄铁开颅斧，一斧下去，开颅验脑，断骨查髓。搜肠刮肚钩，专用于将内脏完整剥离，若有中毒，一目了然。追魂索命锯，一息之内可将整牛从头到尾均匀分成2半。胡闹！死者为大，你们这是侮辱尸体！天理难容！涂山烬，你好恶毒的心！这位大哥说的对，死者为大，所以更要还他一个公道。他死的蹊跷，若不查清毒从何来，在场喝过粥的数百乡亲，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？我想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。管家说的对，查，必须查清楚，万一传染呢？演技不错，可惜遇上了行家。讹账者可是要剥皮冲草、风干的哦。忍着点儿，你要有尸体的职业素养，千万别叫出声。阿福，拉锯！啊！我慌了，别急我没病。看来咱们屠氏的粥不仅没毒，还能起死回生啊！大家说是不是？土院是苍不厌的人，他看不起我们混血，现在连口粥都不让我们喝安生。乡亲们，真相大白了，但这真相太让人寒心了。我家大人为了这口热粥，变卖了所有首饰，低声下气去求商行，整整3天3夜没合眼啊！他图什么？图山府穷得揭不开锅，他还能图你们什么？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不乐意了，因为涂山大人动了他们的蛋糕，心里装着我们穷苦百姓，让他们碍眼了。他们要泼脏水，要把这根下城唯一的希望掐灭啊！大人，你太苦了，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大家却还怀疑你，弘扬为你不值啊！咱们走吧，这圣女不当也罢，这好人咱们不做了。或许是我不配，我以为真心能换真心，是我错了。这圣女之位，不要也罢。涂山大人，别走，我们错了。求大人别走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。从今天起，谁敢说涂山大人半个不字，我第一个弄死他！誓死追随涂山大人。一场戏就把感激变成了狂热的死忠，这种操控人心的力量太可怕了。该死！撤！恭迎大人回府，恭迎二舅妈凯旋。二舅妈当时那嗓门一开，几千号人全跪了。我这大锯子差点就把耗子精脑袋削下来，痛快！二舅妈辛苦了，二舅妈快擦把脸。厨房杀了五彩锦鸡，炖了灵参汤，你想吃什么尽管点。多放点辣椒，这2天嘴里淡，连下2城，苍不厌那边元气大伤。我们要不要趁热打铁，直接把他那几个暗桩连根拔起？急什么？饭要一口吃，先谈谈另一桩买卖。
我那2个图纸还在黑矿里受苦呢，不捞一下？吃苦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不太准确。好家伙，不愧是无道宗的苗子，绝不吃亏。苍不厌连续吃瘪，下一次他估计不会搞这些弯弯绕绕了，很可能会直接掀桌子上大招强攻。那我们去哪儿摸底？自然是梧桐院。不仅没暗死涂山烬，反而踩着本座的脸让他收买人心。叶晨，你把本座当傻子耍吗？我的计划毫无破绽，是有人暗中做局。给我时间，我定能揪出幕后黑手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按规矩挡住。一条狗也敢对我叫唤！叶晨，莫欺少年穷！叶晨班。住口！退下！听不懂人话吗？哼！离谱！接连坏事，毫无利用价值。面对一个搞砸3次任务，还跟自己心腹拔刀相向的废物点心，正常的反应不该是把他扔进油锅炸至2面金黄吗？可苍不厌偏偏硬保他。难不成点了什么母爱创办的被动技能？这反常程度透着股强行降智的诡异感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咱们就来硬着。2天后的圣树祭祀，咱们可以使用一种狂化毒粉，只需在祭祀前夜悄悄混入烂泥巷的井中。那些喝了毒水的下等妖会变成只知道杀戮的野兽，撕咬纯血妖，低贱野性难驯的罪名就坐实了。到时候大人出手镇压，顺理成章将发疯的下等妖全部处死。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涂山境所有的迷信基础都会变成血腥罪者。这哪是计谋，这是屠杀！这女人疯了，为了圣女位置，要拉全城百姓陪葬。准了。老娘闭着眼能把云上城的电龙线路改成喷泉，我这就送他们上西天。老铁，我们是来捞沈渊他们的。叶晨想玩借刀杀人，那我们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自食其果。加个分流阀，一半毒水留给烂泥巷，另一半引到最高档的寻梅茶楼后厨。那些高贵的纯血妖想看戏，总得喝点茶润润嗓子。行了，我的任务危险系数极高，要在阎王爷鼻梁上拔毛，说出来怕你们吓得睡不着。找途径给死矿和药田那边递个信，准备收网。水源危机，当真安排妥当了，那可是上万条命的豪赌。你当你二爷妈是吃干饭的？今日你只管把牌面端足，剩下的事我包圆，保证不让一滴毒水进烂泥巷的肚子。今日之后，城中必有大洗牌，届时我会亲自调动内用，把你晚辈接出来，报答道友。你去哪儿？收拾些首尾。这些东西早晚是涂山烬的，我替涂山烬提前清点入账，提前拿点跑腿费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大爱。大人，黑羽卫已将狂化毒粉投入3口水井，一旦毒发撕咬诱饵贵族，场面失控。
您只需以评判之名剿灭贱民，涂山境的民心彻底化为灰烬。很好，满地血腥，就是涂山境纵容反叛的铁证。落凤坡，舆论反转，涂山家背后藏着一个不讲武德的高人。这绝杀之举，对方会毫无察觉。投毒太顺利了，连半个巡逻守卫都没遇到。停车！大人，吉时将近，各族长老都在祭台候着您入场。掉头，去烂泥巷！水质清透，连个渣都不剩。叶晨那个废物又让人钻了空子。一个人族奸细潜入圣地，替涂山境净化水井，这罪名可比狂化毒粉好用多了。树林所押回地牢，要活的。时间过了整整1刻钟，烂泥巷怎么没动静？计划又失败了！苍大人因军务缠身，今日迟到。荒唐！祭祀先祖乃第一等大事，什么军务能比祭天还重要？那女人路子野的没变，不会真的把天捅破了吧？阿福，去查苍不厌的去向，另外把二舅妈给我找回来，快去！苍大人也是妖，为何不能给同族生路？优胜劣汰是天道，跟本分盘共存，天真。生机如海，万灵到体，天助我也！封锁地牢，开启通天换日大阵！这可是细致活儿，一滴滴滴的抽，成为本座的一部分，是你最大的荣幸。我搞砸了，因为所有人都会死，我是罪人。前辈，对不起！疯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老祖宗发怒了！阿福，二舅妈呢？她的小跟班呢？没找到。哼，顺杀3时练了300遍就偷懒，剑修当有一往无前的锐气。拔剑，把外面穿铁皮的剁了。前辈，小师叔说，过刚易折。
天塌了！水爷别擦了，外面裂开了！陈飞，出事了！我的尾巴！这绝对不是小师叔的手笔，不对劲。不对，那是牧师弟的气息，牧师弟出事了，抄家伙去云上城。干什么去？没大人的命令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珍珠给千年灵草，圆润的小明敷脸；根金金给老铁打锤子。仓不面真富得流油啊！哎呦，我的千年石乳啊！谢了啊！这破坏力，老铁弄不出来，叶晨也搞不出来，这是……二舅妈，快去救人！在周鹏帮忙的小伙子被苍木叶抓去地牢了。小木被抓了。你们来晚了，这蠢货引爆了本源，惊醒了圣树。圣树一旦尝到美味，不吸干绝不罢休。他注定本源枯竭，你们就眼睁看着他变成枯木吧！姐，别费力了，圣树的引力会把您也卷进来，快走！对不起，我搞砸了。闭嘴！我把你带出来，就得全虚全伪的带回去。我这儿没有随便放弃的道理。你疯了！这是整个万灵之潮的能量回流，这种量级必须至少凑齐10个化神修士结成10方分流阵，这是死局！快撒手！10个人不好找，但我1个人齐付小风算子修身，可以一试。你大爷的，真不要命了！哪个要陪你在这阴沟里当肥料？不自量力，哼！
鬼了！你这气海是通州无底洞吗？那种级别的冲击，你竟然连经脉都没断！居然要破剑了！你这妖孽体质！那个长毛鸟呢？不用找了，人家叫人去了。人族冒充狐妖，毁坏圣树。只要在地牢搜出这3个人族，涂山烬，你勾结外族毁坏根基的死罪就彻底坐实了。苍梧叶，你搞什么名堂？祭祀大典你无故缺席，如今圣树险些倒塌，你究竟弄出了什么毁天灭地的动静？本座缺席，是为了替我妖族揪出千古罪人涂山烬。你为谋夺圣女之位，竟暗中勾结人族修士，将他们藏匿府中。你血口喷人，拿不出证据就是污蔑。证据？那贼人不仅毁了地牢，更用邪术抽取圣树本源，凶手就在下面。涂山烬，你敢不敢当众看看，你藏的亲属是个什么东西？人族奸细，毁我圣树根基，罪无可恕。涂山烬勾结外敌，就地正法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地牢若搜出私苗，任何便捷都是狡辩。这是逼我去死的绝杀局。老铁，带他走线下水脉，去捞小沈和小明，去隐蔽点汇合。一起逃！你一个人能扛上面几万张嘴？几万个活靶子而已，在这儿只会碍我英雄登场。快滚！诸位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涂山烬养在府里的人族奸细，毁坏圣树，罪无可恕。今日若不剥夺涂山烬的资格，我妖族颜面何存？哼！来人，把这人族和涂山烬一并拿下。慢着，苍大人这颠倒黑白的本事，不去茶馆说声可惜了。恶人先告状，这套玩得很秀吗？怎么这么急着往我头上泼脏水？是怕你自己干的那些龌龊事被大家看穿？你放屁！一个人族混进来还有理了？你别故弄玄虚，想趁乱逃走做梦！逃？谁说我要逃？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乃人族顶级大宗昊星宗的外务长老，此次前来是代表宗门的和平使者，寻求人妖两族和平。可笑！哪来的什么和平使者？你懂个屁！几位气宇轩昂、骨骼清奇，一看就是华氏长老。我对妖族文化和圣树那是推崇备至，那简直是修仙界第9大奇迹。鄙人此次前来，除了文化交流，还带来了极具建设性的双边商贸方案。我们有阵法法器，你们有极品灵药，这不互通是两族大大的损失啊！我来就是为了洽谈人妖自由贸易特区，初步评估。通商后每年净收入至少3000万极品灵石，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，包吃包住带双休。牵头长老每年2成干股分红。
3000万，能买下半个云上城了吧？5000个岗位，我家那傻儿子也能找个班上了。人族鬼札，这满口商贸是缓兵之计。没错，昊星宗岂会派这种骗子？他叫司淼，是个江湖骗子，在拖延时间，直接杀了他。若我是贼，早遁地跑了。倒是你们苍大人，利用妖族幼崽制作幼妖香，为自己打造百鸟朝凤假象，口口声声憎恨人族，却做着三害同族的事。鬼诈的到底是谁？在座各位有目共睹。一派胡言！本座何曾做过那些事？你死到临头，竟敢编造这等下三滥的谎言，污蔑本座的清白！难怪早前丢失了那么多妖族幼崽，没想到竟是苍不厌做的。还有那个叶晨，半夜3更进大人的私密书房，一待就是1宿，2人连护卫都不带，一定是密谋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诸位长老，此事涂山确有失察之责。这位司道友正是我请入城中的贵客，代表昊星宗前来洽谈双边互市之策。涂山承诺定查清这桩恶性事件，给贵宗一个清白交代，绝不容宵小抹黑妖族声望。一派胡言！凭他一面之词，你也敢定罪？我族律法岂是儿戏？妖族万邦律第7卷，商他族使者一职等同宣战。再按万灵通商契，擅阻互利商贸者受百道雷鞭，白纸黑字，谁敢包庇罪人？苍不厌推选，禽兽做派，不配为圣女，滚出万灵之朝！好，很好。本座今日便先斩了你这满嘴胡言的贼孽，再行搜魂。苍不厌要杀人灭口了！出生入死数百年，主子竟为了一个人族废物下死手。从神农印到苍不厌，这帮大人物对这小子展现出了违背常理的溺爱，他身上绝对压着一条惊天暗流。啧，苍大人对这小东西真是厚爱啊！为了你口口声声憎恨的人族，几百年的心腹都能一掌劈飞。跟着这么个口是心非的头领，你们晚上睡觉不觉得脖子凉吗？本座今日要让你灰飞烟灭！黑羽卫清令，结阵杀之！涂山众位，随我护法。涂山竟勾结外族，铁证如山，动手清理门户，不能让他乱说，趁乱灭口。今日我看谁敢动使者分毫，便是与我涂山一脉为敌。我看谁敢动涂山大人！涂山大人为了我们命都不要，今天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们跟他拼命！
来他一直都在演戏。他手里明明有绝学，却像喂狗一样只给我扔骨头。玄老，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，帮我一把，弄死他。机会只有一次，用焚天剑偷袭他的死穴。4秒，就死吧！滚开！不可能，他不是被控制住了吗？两脚羊就是两脚羊，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依然是蝼蚁。这就是化神后期，还没我给灵兽铲屎累呢。黑羽卫，把它剁成肉泥！大爷的，炸死你个长毛鸟！问过我公主姐没有？笨重，换做本座当年，一剑拔光他的毛，做成鸡毛掸子。抱歉，小师叔，我们来迟了。看不得你把话全抢了，想独尊，做梦！门规130条，偏没写抛弃师长，独自苟活。本座不过是嫌剑胎太钝，拿这些妖磨磨刃罢了。小沈拉仇恨，老铁火力覆盖，小明控场，我去会会老熟人，动手！小沈，交给我！玄老，上身救我！乖徒儿，见到为师，这大礼行得挺别致。你的对手是我。乡亲们，揍死个助纣为虐的小白脸！这就赢了。以我之名，见驾！苍不厌，你这疯妇，今天非要拉全城人的命给你陪葬，陪葬又何妨？今天你们全都要把命留在这儿！小明控场，老铁驾盾补位。这破树不讲武德！
不许伤害我的朋友。死了他！退下！本座乃飞禽之主，尔等敢忤逆！涂山大人万岁！今日之恩，涂山记下了。城中大乱，势力必将洗牌。你们人族身份太惹眼，趁现在没人顾得上，立刻离开万灵之野。行，有缘江湖见。前辈，对不起，我不能丢下大家自己一走了之。显摆你能耐在是吧？一个人硬刚圣树，想去地底下给老祖宗当肥放？我看你是缺心眼，缺到了骨子里。行了，闭嘴歇着，看好他。这小子要是再敢整什么幺蛾子，直接把他从云上扔下去。阿福，稳住民心，先安顿平民，剩下几个嘴硬的纯血老家伙，抓活的。红药，带上一队手脚利索的暗卫，跟我走，咱们去送送几位使者。涂山大人追得挺紧啊，怎么好顺咱们妖族一早美聊将快两皮？你若真想要，日后我也能割给你，只是这里现在不太平，留你在这儿不安全。南州的事终究要我们妖族自己解决。今日之恩等同挽救了整个涂山派命脉，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谢礼。哎呀，这见外了！我虽然爱财，但这拿钱你当我什么人？行，礼轻情意重，我就不矫情了。白拿你东西不踏实，送你件大礼。光靠拳头硬是不够的，你得有刚力。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。行了，打住！回家关起门，挑灯夜读，在这大庭广共念，作者该关小黑屋了。涂山，今天穷苦妖族用命把你拖上台面，日后坐上高位，别忘了来时路。你真正的敌人，从来不是区区一个苍不厌，吃人不吐骨头的，从来不是血脉和党争。受教了。第一件礼只是指路，第二件大礼能助你兵不血刃扳倒余党，回去自然明白，偷着乐就行。思邈，你真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人族，平息惊天大乱，却视金钱为粪土，不求回报。我视金钱如粪土，只是恰好这粪土有助于世界和平。希望未来我们不会在战场上相见。当好你的圣女，世界和平才是我追求的。那什么，涂山大人，临走前我真得请你帮个忙。事先说明，我可没钱，那锦带已是我的极限。瞧你这出息，谈钱都伤感情。你认真的？你要我高调的给玉灵山光送锦旗，还得我亲笔写表彰信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啊？锦旗就写妖族之光，两族纽带，人妖两族防备极深。你这哪是表彰，这是在他脑门上贴内奸符纸。信一到，玉灵山庄9成9会把沐逢春开除宗门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照做就是，这叫拯救炮灰。跨种族的顶级谋略，你不懂很正常。定为甲等机密，明日一早送达。死不了，经脉还加宽了。这小子命大，估计还得比以前能打点儿。太好了，既然师弟无碍，我们也该启程回玉灵山庄了。宗门怕是急了。
不急，小木经脉里还有圣树暴虐之气，现在长途跋涉想要他的命，必须休整2日。李师兄，听前辈的，我确实感觉心口还有些闷。咱们下一步去哪儿？回无道宗。小师叔，此次去妖族，师侄有一些额外的收获。赢啊，小明！师叔在前面累死累活扯犊子，没找捞宝贝啊！当时圣树暴走，我看监工都在拼命，仓库里的宝贝放着也是被树根抽碎，就顺手帮他们收拾了一下。行啊，小明，这趁乱摸鱼的功夫，深得本师叔真传。朱老三当我是大人的面收，私下塞了不少。后来地动山漾，我看库房开着怕被埋，便收了些。合着你俩平日装的正经，背地里手比我还快。哼！老娘打架可没瞎，黑羽卫断掉的长歌法宝，我一边打一边射出里面的极品精华，这叫废物利用，大型夺占拆迁。唉。鄙人不才，趁祭祀去几位妖族朋友家里串了门，怕他们受惊吓看不好财物，就一并代管了，这叫替天行道。世风日下，本座当年追随梨木剑尊，见惯了名门之风，你们简直就是土匪下山，哪里有半分修士的骨气？这东西给巨阙重组剑锋应该不错。此物气息阴冷有害，说好了别弄坏了，我来炼化。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诚实的很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今天一早，南州边境的玉灵山庄出天大的乐子了。快说，那帮训狗的又出啥幺蛾子了？妖族派了100人使团敲锣打鼓到了山门外，众目睽睽下扯开一面3丈宽的纯金锦旗，写着妖族之光2族纽带，说是特地感谢木姓弟子救妖族于水火，尊其为最珍贵的挚友。那玉灵山庄接了吗？传出去怕是接个屁！庄主正陪仙门同道喝茶，一听这消息，当场两眼一翻，吓晕在台阶上了。现在全山庄吵着要彻查，清理门户呢。我成了妖族之光。弟子穆逢春被刻开除宗籍，永不踏入山庄半步。收信之日，令牌自毁。令牌碎了。三长老，小木的事有内情，您听我解释。屏蔽了。宗门不要我了。哎呦，怎么还哭上了？四前辈，你快帮师弟拿个主意吧！山庄听信谣言，把师弟除名了，明明是感激，怎么就成了勾结？你们先下楼找小沈买点干粮，这里有我跟着孩子聊聊。进来吧，外头风大。前辈，我被开除了。玉灵山庄那帮没担当的老菜八子，自家弟子干了救苍生的大事，不敢揭名声，反手就把你卖了。这种烂地方，不待也罢。我这辈子是不是都要背着通妖的罪名？谁说你是叛徒？你要看清形势，你这是开启2族和平先河的先驱者。等以后人妖通商，你这妖族之光的名头就是南州最顶级的通行证。你这是站在了时代浪潮尖上，懂不懂？可现在天下之大，哪有宗门敢收我？唉，敢收留你这位2族纽带的宗门，确实屈指可数。那必须是追求绝对自由，提倡万物平等，最爱种田养花的神仙地方。那得是什么样的宗门？可惜门槛极高，就拿我那无道宗来说，完美符合。但我那宗主胆子小，要知道我带回个妖族之光，他估计得背着招牌连夜出逃。前辈，我能加入无道宗吗？我能吃苦，我会种灵药，能赚钱，只要让我加入，什么后果我自己担着。罢了，看在同生共死的份上，我这老脸不要了。
哪怕回去跪祠堂，今天也收下你。既然入宗得有凭证，赶紧按个手印，趁宗主没反悔，咱把事儿做实了。好孩子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记得种田的活儿可不能落下。唉，可怜的娃。思前辈高义，您为了救穆师弟，宁可让吴道宗背上骂名，这份恩情我们没齿难忘。这种气魄雄心，教书长老加起来都比不上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既然你们觉得吴道宗是良人去处，不如干脆一起入了宗门结个伴儿。前辈抬爱，我们背后都是亲族安危，全指望我们在名门混出名堂，担子卸不下来。人各有志，那我就带着小木先走了，省得夜长梦多。这东西能招小动物，记得多写信。等老子哪天混不下去了，定去吴道宗投奔你。你们保重。保命用的拿着，回去要是长老盘问关于他万灵道体重塑的事，一个字也别提，就说他被蒙面散修救下去向不明。穆师弟，好好活着！李长寿，司长老他们出去快半个月，连个信儿都没有，你居然还看这种烂俗话本子？贪心啥？司长老那性子，只有他祸害别人。我昨儿刚算了一卦，大吉。好个屁！你哪回算大吉不是倒大霉？吵什么？没了司长老，你们这日子确实过不下去。他要是回不来，老夫明天就走，连口像样的丹炉都造不起。要不是他答应给我整什么化学，我才不在这喝西北风。哎，师兄，咱们是不是挺废物的？司长老要资源有资源，随便去哪儿当首席绰绰有余。凭啥守着咱们这破山头？万一哪天他想跑路，咱们拦得住？就是，还不如去合欢宗呢。师兄，把宗主令拿出来，等司长老一回来，咱们直接甩手，把大权交托出去。他有事业心又护短，接了这担子绝对不跑。既然管不好，干脆甩给能管的人。等他回来，这家让他当，我安心看画本。回来了。怎么着？我才走几天，宗门改行练闭口经了。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又背着我搞什么1万倍收益的高风险理财了？说，是把后院没长毛的母鸡抵押了，还是把兜里仅剩的零花钱赔给隔壁王二狗了？没投资，没借钱。司长老，这半个月荣边城到底怎么个动静？也没啥，顺路去妖族转了转。现在妖族准圣女是我姐妹，往后咱们去南州进货不用看大宗门脸色，直接刷脸。司长老，这位是？这位公猪铁炼器长老，公猪家族唯一传人，以后宗门的锅碗瓢盆保准全是法宝级别。哼，这是新收的弟子穆逢春，天生万灵道体。有他在，后山荒地想长千年灵芝，就是多浇2壶水的事儿。万灵道体！司长老，宗主，咱们进一步说话，有件顶重要的事，必须现在定下。八宝赤炎。咦，司长老，这鸡怎么缺个屁股？金小怪，荣滨城火灵气重，那儿的鸡主打坚强，打小就没长屁股，不仅长得快，肉质还精纯，这是当地特色。司长老，经过领导层严密讨论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吴道宗唯一的特级长老。拿着令牌，以后除了不准克扣我伙食，大到改旗易个，小到文人师弟穿啥颜色的礼仪，全由你说了算。使不得，我资历浅，名头还得宗主顶着。扛得动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宗门除了你，谁还镇得住？司长老，我也没几年好活了，令牌交不出去，我死不瞑目啊！你勉为其难收下吧。行吧，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往后嫌我管得严，可别求我退位。绝对不后悔。人都齐了，坐。宣告一下，吴道宗第3届发展战略会议会正式开始。鼓掌。
欢迎公叔长老和小木。咱以前的经营模式太落后，老药炼丹一个人一个炉子，累得跟死狗一样，质量全看他犯不犯疯病。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产业升级，三方联动。这种小儿科，半天画图，2天出成品。老药，把基础回气丹方给我量化成标准化步骤，火候几分，药液几转，提存全定死。胡闹！炼丹讲究天人合一，用奇迹鱼胶批量造药是对丹道的侮辱，绝对不干。低端丹药交手机械，往后这种级别的药材管够，宗门全力支持你搞科研，干不干？其实仔细想想，丹道也要与时俱进。小明负责质检，小沈管物流安保，老文当财务后勤总监。我们的目标，靠这套流水线，抢占丹阳宗在东周一半的低阶丹药市场，把他们的江山打下来。我赞同招新，我来负责。成，约法3章，严禁接触任何资金。你要是敢私下扣1分钱，您老的伙食标准直降为白菜宝子。哪能呢？我最守规矩了。小沈，等会儿巨阙剑借我用用。哼，你这妖女叫本座作甚？本座追随梨木剑尊，引的都是邪魔之血。你要敢拿本座劈柴，定掀了你这破洞府。这最火的剑谱，帮我瞧瞧路线走差没？伐天下之大计，经脉转折，纯属胡闹！这种垃圾扔在当年，连给梨木剑尊擦脚都不配。既然市面流传的都是垃圾，这破石头估计也是劣质品。上面画的鬼画符，当世大儒都认不全。您老沉睡这么久，估计也不熟。罢了，我拿去给沈渊当垫脚石。哼，这玉简起码有数千年光景，材质是罕见的万载空青，此乃正宗上古铭文。你这井底之蛙也敢拿来垫脚？那是，我是文盲，但说的好像你认识似的。此乃上古顶尖功法，造化天诀，能遇上本座翻译，便宜你了。老剑，你这翻译有没有水分？创始人这名字没写错。江衡氏乃人族大能，当年正道的定海神针，本座绝不会认错。官方正史白纸黑字，江衡氏风评极差，钻研歪门邪道，欺男霸女，后被大能旋即尊者当场斩杀。放他娘的狗屁！江衡氏是个出了名的妻管严，多看别的女修一眼都要回去跪搓衣板。他拿什么欺男霸女？至于这个什么旋即尊者，哪冒出来的野鸡名号？本座活这么久，听都没听过。行，我信你。为了证明你的清白和史书的荒谬，劳驾你把这几本书通读一遍，凡是与你记忆不符的，全用红笔圈出来。哼，这种功法你且练着，比地摊货强100倍。江衡氏、玄机尊者，他们在共同喂养一个所谓的天命之子。管他什么阴谋阳谋，天塌了高个子顶着，狗在宗门搞钱升级。这上古功法是把人当成实心玄铁在锻造，越练越与这片土地死死绑定，进度条飙升的太离谱了。这不符合常理，涂山烬怎么可能几天内逼退苍无厌？武力鸿沟根本填不平。涂山烬来信了，苍不厌集结30万大军欲反扑，打开宝库分发军饷，却骇然发现
兵甲、灵石，甚至陈波、穆大门皆不翼而飞，真正意义上的寸草不留，经济体系瞬间崩溃，30万大军当场滑炼，围困苍不厌，逼其退位投降。狠啊！连门板都不给人家留，这活干得地道。顺手都是顺手，我看不得坏人炫富，就帮他们去了却火。谁能想到他们连这点抗风险能力都没有？不说这晦气事，走，带你们看个大宝贝。这究竟是什么通天造物？老夫练了几百年的丹，头回见这种流氓路数。以后找个最纯的杂役，闭着眼塞草药，都能堆出一座金山。103支，灵力均匀，杂质率不足1成，药效是传统的3倍。四长老，按照这产出速度，12个神全开，咱们1个月的进账能抵得上过去10年卖破烂的总和。招着了，招着了！杂卧院新进弟子13人。奉宗主之命前来报道。你老实交代，这帮人是不是你敲门岗绑上山的？哼，我下山去破铺子摆摊卜卦，算他们有血光之灾。等他们吓破胆，再递上这份契约。我说千满神器能靠山门气运避灾，这帮人抢着按手印，生怕我丢下他们。干得漂亮！你还有你，立刻上岗去传送带起点，按比例扔药草。12个时辰2班倒，人歇机器不能歇。老文，拿箱子装2瓶新出的回气丹，大伙带上家伙事，下山去人多的市场，先把名头打出去。怎么站这儿装柱子？宗门伙食咽不下去，还是这破房子住不习惯？宗主拍着大腿怪我们败家。说那3丈宽敞的纯金杯旗该死活扛回来换灵石。宗主说那贵旗煞气重，妖气冲天，挂在门外保管寨主绕道走，是镇邪看家护院的神物。这老混沌，穷疯了，连妖族贵旗都敢往门上挂。既然不担心连累宗门，那你抠着手心到底在虚什么？那天对撞撕扯，我体内功法倒逆流转。我没被吸干，相反，我顺着断根反向运转，把那颗妖族圣树的本源力量生生抽走了1半。前辈，这要是让妖族发现，他们是不是得全族出动抓我？这等于刨了妖族祖坟，泄露半年，100万远征军跨州杀你祭天。不过吃进肚子里的肉没吐出来的道理，这叫通天莲，专治经脉逆乱，拿着把它消化掉，以后就是咱们宗门的保命符。别整虚礼。回去重塑经脉，师叔要求不高，只要你抽空随便添契约几个神兽就行。好，蠢材慢了半拍，整炉灵药全成了焦炭，阵法瘫痪，都是你们这帮废物填错灵石。够了！说到底还是司淼带歪了风气。他把这帮弟子养成了废材，他一走，全现了原形，必须加大刑罚力度。宗主找到司淼了。哦，他流落在何处？可是盘缠用尽，正哭闹着要回宗门。不是，他没料到。哼，死鸭子嘴硬，在外面啃树皮呢吧？他在坊市打着武道宗的招牌，派发极品回气丹，连银血高手和经脉寸断的人吃了都生龙活虎。老主顾指挥丹阳宗的祸是垃圾，整个坊市都抢疯了。一派胡言，必定是投靠了邪派，用了偷吃精元的邪药，不足为信。司淼毕竟在我宗待了300年，本座于心不忍看他步入歧途。他父母是为宗门而死，这份血脉不能断在我们手里。宗主，强攻为下，攻心为上。司淼这人最是重情，他在凡俗界有个本家3叔，一家子好吃懒做，全靠他接济。咱们把这吸血鬼一家接来，借长辈的口点拨他。要是让他们知道司淼在外面发了大钱，却不管老小活路，不用咱们出手，这家人就能去武道宗闹个天翻地覆。
有亲长出面，他敢被不孝的骂名，到时候乖乖单方，孝敬宗门也是理所应当。好，此事交由你去办，务必妥善安置司牢城一家，不可怠慢。宗主放心。4秒，你个扫过良心的白眼狼，你给老娘滚出来！不好了！山门外来了一家3口，自称4长老叔婶，那妇人满地打滚骂不孝，旁边还跟着个鼻孔朝天的男修。老文，急什么？既然人家大老远来唱戏，走，大伙儿去捧个场。哎呦，我这苦命的大哥，你生了个讨债鬼，自己在仙门天河拉，不管亲族死活，不忠不孝的白眼狼啊！三叔、三婶，起来说话。你还有脸叫我三叔？赶紧收拾行李，给丹阳长老磕头，求他带你回宗重新管教。本座念知你父母为宗门捐躯的旧情，破例走这一遭。只要你肯低头认错，跟本座回天眼宗继续老老实实当长老，之前你耍性子的事便既往不咎。长老，您可算来了，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这无道宗穷得叮当响，顿顿野菜树皮，房顶漏水，我带这帮笨徒弟累得腰酸背痛，我早就后悔了，做梦都想回天眼宗啊！能回头是岸，实属不易。既然如此，收拾行囊，这就走吧。我确实想立刻跟您回去负荆请罪，只是我签了无道宗的死契，按规矩贸然离宗得赔钱。哼，开个价，食宿费加精神损失费2000下品灵石，少一个子儿不放人。是2000上品灵石。人人师伯，您岁数大了，契约上写的明明是2000上品灵石。罢了。天眼宗今日便替你赎身。真人，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，我跟您走，但能不能多带一个人？当初我刚下山险些丧命，正是这位李长老救了我。若留恩人吃苦，我心魔难戳，以后怕是再也炼不出那种丹药了。真人别看他邋遢，这可是隐泄的理财大能，手握无数生财之道，弄回天眼宗当幕僚，保准10年富甲一方。带他走，行啊。他也是2000上品灵石赎身费。也罢，天眼宗海纳百川，不差这口饭。4苗，你回宗门享大福，我们这3个的赡养费怎么算？天眼宗规矩大如天，去了那是寄人篱下，哪有这儿自在？我给这儿留了个独家丹方，那是摇钱树。你们是我长辈，留在这里代收分红，天经地义。这主殿让给你们住，弟子全体差遣。行，你跟真人去享福，这烂摊子三叔替你守着。哼，诸位，我要带李长老去天眼宗享福了，我这三叔一家就托付给你们照顾了。4长老啊！你不能走啊！你们走了，这烂摊子谁收拾啊？莫要磨蹭，速速随本座启程。4长老，咱唱的哪一出？是不是找机会开溜？跑？凭什么跑？本长老给这宗门当了300年牛马，加班费、精神损失费一分没结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收利息。老李，
您这天庭饱满是财神爷的相啊！天眼宗家大业大，正适合您这理财奇才大展冲脚，尽情在他们账本上建功立业。言之有理，老夫一身赚钱本领，确实得找个像样的地方大展宏图。宗主，老夫见他落魄，小以大义劝其迷途知返，更耗费重金替他赎了身。哼，怎么在外面吃了几天土，知道宗门好了？当初走时不是挺硬气吗？思邈，你知错了。思邈知错了，徒步凡尘，方知宗门恩重如山。求宗主开恩，让思邈戴罪立功，哪怕差一辈子饭也认了。哼，庸俗！老朽观贵宗风水，西南前卫空虚，财气外泄，乃典型的聚宝漏底局。老朽愿为天眼宗财院出一份力。停发俸禄，去各处搭把手，戴罪立功。把这些残渣和破丹方拿去研究，去御寿园产粪熬药。诸位长老放心，我最擅长处理这种别人不要的破烂了。分头行动，分头行动。阵眼在那儿，把费时抠出添新的，手脚麻利点，别碍眼。这种枯燥苦力活也就你干得顺手。长老放心，我看阵眼有陈年灵垢，我保准给您擦的锃亮。哼。老伙计，在这儿吃灰多委屈你啊！哎呀，不好了！记录一下，方才阵法暴走，我舍命压制，总算稳住了。这废柴长老干活倒是真拼命。南阳长老说要从废品淘金，缺3块陈雷木和半斤龙虎血晶草，别拿新货，不能浪费。去椅子偏柜自己掏，别动前头的极品。我忙得很，你自己去取，不许多拿，里面每根草都有记号。好嘞，长老。老人家，宗主嫌灰大，让我来扫扫尘。玄金锻铁给老铁，灵兽产后护理，小木肯定喜欢。齐老头藏得真深。那个老头儿，别扫了，把进项账本拿来。老子得替思邈盯着，别让你们这帮老包子把家底全给私吞了。去给老娘进城置办2身像样的行头，要上等苏绸法袍，绣上金凤，还有我儿子要吃肉。好，吃肉。我要吃灵鹿，要那种长脚的。那个丫鬟，现在就去给我抓来烤，少一滴油我砸了这破店！您一步偏殿，老朽给您细讲这其中的大买卖。小道友想吃灵鹿，后山满地都是，我带你去捉只最肥的。算你识相。
呸！滚开！去给小爷抓鹿！这种熊孩子，打一顿太便宜他了，让他这辈子看到林田都绕道走。这不太好吧？师叔交代过，咱们无道宗的规矩就是不吃亏，你瞧好了。哎呀，是不是闪过一对红耳朵？啊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救命！快拉我上去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好？牧师弟，快想想办法呀！不行啊，明师姐，这泥太吸人，我力气不够。小道友别动，这种风最喜欢动的东西，你越挣扎，他们蛰得越狠。只要丹药供得上，以后每日进账这个数。这么多天怎么没进库房？寺庙那死丫头把钱藏哪儿了？从今天起，商会对接全归老子，灵石直接送这儿来。司长老交代，把这泼天富贵转给自家人。只要您在分红弃权书按个手印儿，往后灵石跟您结，宗门一个子儿不抽。好，这钱何该我司家拿？蠢货，签了这丹药全额赔偿书，一旦出事，商会的联合追杀就全靠你一人扛了。叫长老弄点养养粉。新调的百虫抓心散，无色无味，一旦遇热出汗，体修也得把皮挠秃了。办事这么磨蹭，在天眼宗只能当端洗脚水的。这是商会送来的最新款千丝锦纹法衣，用的是罕见胶说，只有身份尊贵的命妇才压得住这颜色。老娘穿正合适。瞧瞧，这才叫正合适，赏你一块下品灵石。道友有所不知，灵石全买药材了。司长老交代，自家人得同甘共苦，今晚委屈三位了。就给老子吃这个！不吃，滚！哎，道友们胃口不佳，老朽就不勉强了，真是可惜。你们是没看到，那胖女人扭得像条大青虫。这就受不了了。好戏才刚开场呢。丹阳长老，您交代的活计干完了，这几百斤废料里淘出来的丹渣，药性极纯，拿去做药引再合适不过。还算没把手艺废了，退下吧。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，您那套新创的三转归元控火法，简直是神来之笔。只是什么？齐长老说您这些年修为毫无长进，江郎才尽，还能坐在长老位子上，全凭跟宗主的香火情，还有平时马屁拍的顺溜。放肆！齐观阵，你这老匹夫欺人太甚！齐长老，丹阳真人说您是个土包子啊。殷长老，萧长老说您是养猪的老东西。司淼，你这白眼狼还敢回来？还在外说我靠姿色上位，红鸾一脉全是废物，真当我红鸾是你捏的？龙心九鸦草，名声，叶晨，原来是你个小祥在搞鬼。什么？谁说我抢了你的灵草？红鸾长老修为高深，
我仰慕你还来不及，怎会说出那种大逆不道的话？不是你，可那是叶晨亲口告诉本座。前几日他确实来求我，想重回我门下。他说红鸾峰规矩大，您虽然收他做亲传，可脾气差，要求苛刻。他说在我那儿自在，央求我想办法把他调回去。我当场就拒绝了他。红鸾长老您天资卓绝，倾国倾城，能拜入宁夏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般三心二意，背后编排长辈的叛徒，我绝不收。我直接把他赶了出去。好啊，拿我的精血当寻人的探路石，龙心九月草也是你瞎编的，好个吃里扒外的小畜生！事关你颜面，本想烂在肚子里。你说好好的孩子，怎么跑去勾结妖族了？好个叶晨，竟敢把本座当猴耍！拿着，里面有赤日阳丹和2000中品灵石，全当赔礼。拿去买点补脑子的药，别总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叶晨啊叶晨，背地告老娘黑状，玩不死你！快，让大家听听我丹顶阁那批洗钱丹赚了多少！宗主，宗主，各峰的项目出结果了，洗钱丹导致凡人大规模脱水腹泻，被指控投毒，需赔偿一座小型灵矿。什么？殷长老送的赤焰石雄性大作，把贵妃咬成2半，燕国断交交水赔500万。什么？太虚那灵池凌晨炸了，毁了半条街。东周商会会几10个大执事，正堵在山门外，要全额赔偿，否则切断所有药材供应。综上所述，加上赔偿和违约金，天眼宗目前负债累累，大概需要卖掉10座主产灵石的矿才能填平窟窿。李长寿，你给本座解释清楚，这就是你说的破天富贵？诸位，执行细节若有偏差，后果自负。老朽提供思路，诸位负责添砖加瓦。灵兽没驱除凶性，阵法连灵压都控不稳，谁在这搞斗法工程啦？我只是个干杂活的，火是我烧的，食是我喂的，可诸位长老过目的呀！莫非是有人心存嫉妒，背地里素意调包材料破坏？我记得昨日齐长老还抱怨。原来如此，老朽以天机推演，这根本不是投资失败，这是天道示警，是因为宗门内部有人德不配位，心怀鬼胎，这破产之劫实乃内部邪气郁结所致。老匹夫，你那破丹药毒翻几万人，还敢往我阵法里塞脏东西？齐木头放屁！分明是你为了省上品灵石，拿中品顶包。萧正德，是不是你偷摸给狮子喂金药，看我丢丑？放肆！大殿之上成何体统？少拿戒尺压我！殷红啸，你敢动手？吃老夫一葫芦！老贼羞狂！哎呦！谁有老夫葫芦？都给本座住手！反了！全反了！老李，收摊。哼。长老们讨论的可真激烈啊！往哪儿跑呢？趁着傻子打的脑浆子出来，
下山才是正经。去个地方，拿点东西。你在这儿守着，别让人进去。乖徒儿，为师定保你一生平安。站着好位置有什么用？去最下层待着。你说你图什么呢？看清楚了吗？那些欺负过你们女儿、占尽便宜还要踩上一脚的长老们，正在前头为了几块灵石打得头破血流。往后的天眼宗，除了一屁股债，什么都没了。这地方太冷，风也大，你们留在这儿没半点用处。走吧，带你们去个新地方。成了，去哪儿？成了，回家。这地界以前是古战场，总有东西在房梁串门。若是听见有人叫名字，千万别回头。装神弄鬼，睡觉。老夫新研制的丹药正好缺一味主药，看你这白白胖胖的童男，用来做药引最佳。鬼啊！我好惨！拿命来！死老郑，滚出来还钱！你供的丹药吃死李家15口，契约是你按的手印，必须赔偿。先拿10万灵石垫底，少一个字儿要你的命。今天这点出利息，凑不够30万违约金，8匹抠金拿你们一家3口祭天。道友别抛下咱们啊！你要是走了，催命鬼要把老朽拆了熬骨子汤啊！滚开，别碰我！演得不错，老文这哭戏有我几分神韵。干得漂亮，没我坐镇，业务越发熟练了。来说说近况。司长老，你出的白菜价策略简直是神来之手，这月流水下来，咱们净赚起码50万下品灵石。沈渊那小子吞了镇魂压煞丹，感觉如何？多谢小师叔，服下后想把天捅个窟窿的焦躁感确实被压住了。后院茅厕的门我加固了，顺手装了3道暴雨梨花针暗格，以后谁敢不打招呼就闯，没脱裤子就得先变刺猬。文人长老，你的剑体重创过，想恢复当初横断东周的刃子，还缺一味引子，陨心泪。那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不必强求。我每天对着他们说话，他们好像很喜欢听药长老被骂的事，听着听着，早上就集体发芽了。
黑骨玄草，一棵苗就值一个小型灵矿。老夫近日灵感爆发，这叫见血封喉，穿肠烂肚，神仙难救化骨水。沾上一丁点，大层其元婴也化成血水。这玩意儿完全没法用，盖子一开，这一屋子人都得死。你们懂个屁！这叫艺术。老夫不管，老夫最近灵感爆棚，急需灵石，把实验改得更大。老文这抠门鬼死活不给批钱。老夫决定带着这瓶巅峰之作，前往东周最大的天星城，在万宝楼的拍卖会上把它卖出天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天星城，那里的黑市出过陨心类线索。我也想去救斗兽场的右少。速传送这5000灵石，不去，坚决不去！都吵吵个屁！去什么天星城？师兄，咱这破庙，仙盟那帮人就算瞎了也不可能给发请柬。发个屁！这是我从天眼宗顺来山峰的。我动了点小手脚，把天眼宗抠了改的。宗门大比，叶辰生死不冰。那这些满地流油的天才地宝，不截胡，简直有违我雁过拔毫的职业道德。去，不仅要参加，还要把仙盟的羊毛给薅秃了。说得好，能光明正大薅羊毛的机会不多了。说的。哼，成天在这破山头种草打铁。简直是对本座的侮辱，早该出去杀几个人祭剑了。算你们这群蠢材还有点长进。慢着，咱们这一走几个月，家里可不能没人看，得有个镇得住场子的人留守。让老药看家，他在后山架个锅，狗都绕道走。看家好啊，护山大阵的节点有点挡事儿。拆了电炉底，不行！等回来，山头都被他练没了。哼哼，老朽身负天金灵根，什么钱瞒得过老夫的眼？你使诈！这钱有鬼，他长牙了。枯竹逢春乃大吉，天道让您留守，天命不可违。钱是您亲手抽的，师叔可没碰。我要抗议！我要去中州！行了，既然人事定好，都别愣着，即刻回去收拾行囊，明早出发。明早？中州大比还有足足2个月，去早了，在那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还得白打1个多月的住宿费。豪华非洲，传送阵，代步灵兽，啥都没有。既然穷，就得有穷鬼自觉。横跨大洲还要换钱，不提先走，靠腿去搬脚吗？老药，记住了，在外你叫药无方，不许多嘴，不许捡东西吃，不许随便掏瓶子。敢不听就断1年经费！师弟呀，这个火山头我守着，虽然苦点儿，只要你们能拿个名次，我受点罪也认了。师兄，收收味儿，咱们还没走呢。不带我去，老夫自己有腿。小师叔，我总觉得后头有个阴魂不散的气息跟着，莫非是天眼宗的追兵？管他是谁，等进了城，是狐狸，总会露出尾巴。
哎呦我去，没大没小，连老夫都敢打，眼里还有没有宗规了？宗主，没错，正是老夫。你个不要脸的离家出走，进强乡谁管？新招的杂役造反咋办？出老千！这叫十死无生破产大阵。修仙界怕沾染穷狗因果，野狗看眼都得绕道8里路。老药炼废的渣子全倒进井里，告诉他们是十全大补丹，不干满5个时辰高强度农活，药效就化作毒气反噬。你瞅瞅，这帮人现在卷得睡觉都得睁只眼。第一，财物连根毛都不许碰；第二，付钱站3米开外；第三，不准作妖。老夫若坏规矩，就让天道降雷劈了文人师弟的扫帚。这破酒馆，酒里掺水。小妹妹，大半夜一个人坐那么高，多冷啊！哥哥们带你去个好玩又暖和的地方。好玩的地方，有糖吃吗？有，要什么糖都买。我的宝宝们刚好也饿了呢。初来乍到，探探万宝楼的底，门槛高吗？客官问对人了，金大掌柜可是3界神话，白手起家，如今是修仙界第1大财主。时间紧，兵分2路，老铁带人去地下黑市找允心泪的线索，其他人跟我去万宝楼。别急，找到好吃的了，对吧？老夫的巅峰之作，见血封喉，穿肠烂肚，神仙难救化骨水。只要一滴，管教化神期修士化作一滩血水。疯子，这什么破烂玩意儿，连自己的瓶子都腐蚀，还没毒死仇家，先把自己化了，滚出去，不收！老帮菜有眼无珠，老夫这就拔塞子，让你见识见识他的威力。好东西啊，4张散座，开票。买不起别乱碰，最便宜的要100中品灵石。好了，不准闹，来都来了，现在咱们进场看热闹。天品中阶赤炎龙纹剑，底价3000上品灵石，2万，就那根烧火棍。千年雷击木，内蕴造化生机，底价1000中品灵石，1100，小爷我拿回去垫桌脚。愚昧无知，这哪里是雷击木，
分明是沾染上古战场滔天怨气的亡国墓。谁要是把他请回家，不出3天，家宅不宁，连祖坟都得冒黑烟。既然没人要，那我出个底价吧，1000块。我这人八字硬，拿回去辟邪玩玩。成交！这是毒嘎排泄物，沾上一点儿，修为倒退10年。大凶之阵，谁买谁倾家荡产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啊！主上，丁字区那几个穷鬼扰乱秩序，是否驱逐？驱逐做什么？一群想占点小便宜的蝼蚁，没见过世面，随他们闹去。说正事，东周市面上突然冒出来的回气丹，查清楚了吗？大概率从南境流出，品质极高，成本极低，售价直接砍在咱们的腰眼上，已经严重冲击了低阶丹药分。生意嘛，讲究和气生财。顺着线索往下摸，找到幕后东家，告诉他，我想请他喝杯茶，好好学习一下。别提了，黑市的水比东周海的淤泥还浑。陨星类有线索，但跟没有一个样。说来听听。极品陨星类在天星城城主段九幽手里，买？人家合体境巅峰，差钱吗？那玩意儿是他温养亡妻残魂的容器，残魂离了陨星类，当场魂飞魄散。想从他那儿拿这东西，比让他自宫都难。嗨，老夫当什么天大的难事儿，不夺人所爱。老夫这断剑用顺手了，砍柴还省力气。这是啥玩意儿？你花了多少钱？5000中品灵石。我截断你爷爷的腿，拿公款进货垃圾！老夫今天就清理门户，把你们这帮败家子扫地出门！老铁，装备得升级。邪魔外道，这是对炼气术的亵渎！疯了！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柴胡老娘交用了，3天内谁敢敲门，老娘把新调配的雷管塞进他嘴里！四长老，你又乱花钱。这件跟着你年头不短了吧？底子极好，哪儿淘来的？300年前，老夫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外门弟子，被妖兽踩断了腿等死。那时的师兄白衣胜雪，意气风发，只用一个起手阵盘就把大妖震杀成泥。他把老夫从死人堆扒出来，说：“剑修的骨头该是硬的。”这剑是恩师遗物。当年小沈凶兽血脉暴走，正道要清剿他。老夫抠搜算计半辈子，那天犯了浑，一个人硬扛数位化气老怪联手一击，剑就是那时断的，剑断不打紧，命保住了，人抢回来了。那小沈的亲生父母查过没？查，一搜魂，这小子直接痉挛濒临崩溃，能把骨肉弄成那副模样的绝对是畜生。老夫当时拍板，别找了，就当养了个没爹娘的孤儿。老李那天吸灵根遭反噬的真相是什么？曾经的武道宗风光无限，老宗主飞升，天空霞光万道。结果飞升成功的第2日，新任宗主李长寿突然状若疯魔，不顾一切冲出了宗门。10天后，他跌跌撞撞回来，像在血水里泡了3天3夜，生机枯竭，触碰炼虚境的修为一路暴跌至化神，天金灵根被封印大半。
我怀疑他是背着宗门干了逆天该改命的事，触怒了天道。世事无常啊！老夫本以为宗门要烂到底也认命了，直到你来了，带着咱们坑人，老夫这辈子大起大落算活够本了，就算死了也值了。断了的骨头能接，断了的剑自然也能重铸。城主富甲一方，咱们哪有筹码换运心泪？这就是命啊！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司淼从不信命。亡妻残魂，对吧？这死人总归有个去处。天底下没有做不成的买卖，只有不够的筹码。等大比结束，我亲自去会会那个城主。老文，这2个月好好指点小沈，大比还得靠他撑门面呢。师叔师伯，你们怎么连门都拆了？这客栈真是一分钱一分货，被窝里连这么大条白花花的虫子都能爬出来。别乱动，这哪是虫子，这是蛊，断了上千年传承的邪物，沾皮化骨，见血封喉。你小子真是命大，万灵道体名不虚传，连上古蛊毒都免疫，换旁人骨头渣早没影了。你们看，他长得挺可爱的，好乖啊！人跑了！别去，想玩调虎离山。你留下守好这块唐僧肉，我去探探底细。姐姐，你跑得真快！我的宝宝平时很挑食，只是那个小果子身上的药香太诱人，我才让他去讨口饭吃，没咬到他，算他运气好呢。你把那个白色的小家伙还给我好不好？运气好？大半夜的把虫子往别人被窝里塞，这可不讲江湖道德吧？姐姐，那是我娘亲临终前留给我的唯一念想，你拿走它，我还不如去死算了。只要你还给我，我愿意拿身上最值钱的宝贝来换，求求你了，姐姐。哭大点声，韵律感还行，就是这演技太生硬，情绪没顶上去。跟在下这种卖惨的老戏刚玩这套，你还嫩了点。半夜非法入侵，外加精神伤害和我的辛苦费，连本带利1万上品灵石，要是少了一个大子儿，明年的今天就是这条种子的头七。姐姐，你这人真没趣！既然你不知好歹还要敲诈我，那就留下来给他们加个餐好啦。放心，连骨头都不会剩下的哦。来，再往前凑1寸试试，敢动我一下，我就把他这身肥膘给挤爆！姐姐，你好天真哦，那可是我的本命骨，掉皮水火不侵，刀剑难破。就算是炼虚境大能亲临，也捏不碎他一层油皮。想杀他，你做梦哦！水火不侵，巧了不是？我这人专治各种不服。
专治你们这种目中无人的天骄。这一瓶下去，别说你的白胖子，就算你爹亲临，也得化成一滩绿水。早这么配合不就完了？我是谁根本不重要，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：今天你要是继续跟我这儿泛滥，我保证，这辈子你都别想找到那尊万古圣鼎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晓我在找鼎？这可是原著里名物符实的团战大杀器，3界唯一的古修。中州大比正缺这种精通下三烙手段的人才，不把你拐去打黑工，简直对不起我这趟腿脚钱。算起来，当年你娘南宫雁那首枯木逢春鼓可谓独步天下。她临走前没教过你出门在外要收敛杀心。灭门那晚，你娘身中寒毒，为保你，她私动禁术，将心头血与母骨融融种进你心脉。那母骨现在还在你里头跳着，每逢月云，痛得生不如死。他怎么会知道？那个雨夜的破庙根本没有第3个活口，连隐疾的分毫不差。你到底……长辈不与小辈计较，今日留你一命，全看在故人面上。万古圣鼎的下落，我这儿确实有些线索。本来寻思着起出来交换于你，可看你今夜这做派，倒叫我寒心。带上毒物走吧，再敢招惹我的人，休怪我无情。鱼儿咬钩了，等到了中州大比，看我怎么把你这小丫头忽悠上擂擂台，大杀四方！什么路数？那等阴损的蛊虫，绝非寻常散修能拿出的武艺儿。要不要老夫再去查查底？省省脚力吧，麻烦早解决了。顺道撒了点饵，钓了条潜力无穷的大鱼。灵力回流转速卡在3成，这儿得加个泄压阵纹，锯齿角度往内偏2分，卡死罡气。前辈，我可算找到您了。昨夜前辈在荒坟救我，我吓坏了没认出来。今早躲雨才想起，娘亲说她曾有个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。您就是我娘说的至交好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昨晚说钓的大鱼？瞧好吧，自己硬要往网里跳的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姐姐。你要跟多久？我们要去中州，路途遥远。你一个姑娘家有何打算？要去何处投奔？我没有亲人了，我怕再遇上坏人。我只想跟着前辈，就算是端茶倒水，有口饭吃就行。都愣着干嘛？中州远着呢，还不赶紧走！师叔，世道凶险，要不咱们就让他跟着吧。也罢，就先跟着宗门吧。不过丑话说前头，我们宗门规矩大，绝不养闲人。端茶倒水，你得麻利些，懂？四长老，你老实兜底，这丫头真是孤娇一顾，不是死仇家留的孽种，快把人榨干了。敖英呢？木哥哥，咱
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呀？去中州参加仙盟10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。我们无道宗前辈个顶个高深莫测，大家都在修红尘心，绝不沾染世俗铜臭，一心只求大道。不沾铜臭，连半块灵石都要跟人掐架半个时辰，这得是多高的境界才能把穷酸演得如此入木一丝？绝对是深藏不露的顶级老怪。有很多活物在哭，好痛，他们快死了。他们好可怜，救救他们吧！再打下去，那青鸾撑不过今晚。白送上门的资源，不拿没有天理。正好给小木组建个灵兽大军。阿弥陀佛！臭秃驴，敢管我们黑风沙的闲事儿！诸位施主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何不放下屠刀？放你娘的屁！兄弟们，并肩的捞他，剥光了，在法术上点天灯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这和尚是个榆木疙瘩吧？同志们，见义勇为的时辰到了，连人带车，一根车轴一个子儿，全给我搜刮干净！去，帮圣僧分担一下世俗的罪孽。李爷爷，这种粗活我来帮您干。手脚麻利点儿，那靴底里还藏着半块碎灵石呢。多谢施主相救，但夺人钱财造下业障，何不归还外物，诵读度生经1000遍，洗双心坛？举手之劳，你可以走了。贫僧来自中州福莲门，法号无尘。福莲门，3界最毫无人性的佛门巨头，菩提用金沙，鞘中用玄铁，这分明是一尊行走的活体金身菩萨。善哉善哉，世人皆重利，唯独忘了这生命的重量。若无金刚怒目，何来菩萨低眉？我等拾夺外物，并非为了贪欲，而是断其为恶的本钱。这身外之物皆是罪孽冤鸟，我等代为保管，便是替他们承接了这份因果。若无金刚怒目，何来菩萨低眉？阿弥陀佛，女施主此言振聋发聩。贫僧受教，敢问女施主，可是也曾静心修过我无上佛法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大德真言，贫僧受教。女施主句句直指本源，贫僧惭愧。大事严重，不过是些蹉跎的苦命人。你瞧我这门下之人，连件法袍都凑不齐，主打一个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道友这般风骨，怎能受风霜之苦？我福莲门最敬重修心同好，若道友不弃，不如随贫僧同去福莲门做客，
届时可同乘我们八宝鎏金云辇，一同前去中州大比。久仰佛光，大师真是活佛转世，老朽怎么也得蹭10顿8顿极品素餐，刮点墙皮，沾点佛门金气。见笑见笑，我家宗主早年伤了脑子，一见高僧就发癫。听闻贵门有万年地火，老娘正愁没好炉子打铁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和尚，吃药不？吃完保管你3天3夜睡不着觉，专心参僧。门人散漫惯了，让大师见笑。师叔，来看这个，不是青鸾，障眼法下面是一只九幽冥黄的幼崽，它正处于涅槃虚弱期。九幽冥黄，上古纯正神兽血脉，黑风沙不过是跑腿的狗，这批货的买家绝非等闲之辈，咱们抢了手眼通天大人物的生意。这不就是原书里叶辰那个大杀四方的核心坐骑吗？天理昭昭，送上门的顶级外挂，不截胡简直对不起我的本事。小木啊，你不是一直缺个代步的灵兽吗？这秃尾巴鸡看着丑了点，但配你刚刚好。弄出来，签了它。师叔，不可！他们遭了横祸，强行劫俘与恶徒合议。等伤好了，想回大山，我绝不拦着。小木说的对，强签的兽不忠，而且你瞅他这副尊容，毛都没几根，跟村口王大妈家养的秃尾巴山鸡有啥区别？哼，带出去都嫌丢人。他这半死不活的样，能飞2里地？随便遇上个散修，直接抽筋扒皮，骨头熬汤。既然人家心高气傲，小木，走吧，让他在这儿等死得了。这是他主动的。哎呀，这都不好意思，人家连命都交给你了，你怎么能拒绝平等的友谊呢？快开笼子上药。唉，世道艰难，咱们要是真把他们扔在荒郊野外，等同谋杀。我这人就是心软啊。都给我安静！进了无道宗就是打工兽，当坐骑拉炉地，听小快木指挥，干得好有肉吃。谁敢偷懒？看到那匣子没？直接抽筋扒皮做机关动力员，懂？兵不血刃，白得一支极品战队。这女人的心眼子比蜂窝米还多，惹不起。阿弥陀佛，四叔主宁背豢养之名，也要给苦难生民安身之所，大慈大悲，贫僧佩服不已。哪里，顺应天道罢了。走着。贫僧不讲究奢华，这代步莲台勉强能遮风挡雨。诸位大德若不嫌弃，不如同乘。小有客气，我等视钱财如粪土，只讲究随遇而安。都上来歇着，别负了小友的好意。寻常修仙九死一生，但我佛门有捷径，只要虔诚供奉佛祖，广积善德，哪怕无灵根凡人，死后亦能神魂飞升极乐净土。诸位与佛有缘，不如加入我佛联盟，直通极乐。信仰力能跨越位面，两套互相排斥的规则怎么可能同时存在？这老狐狸反应不对劲，绝对藏了事。小友美意心领，佛在心中，不在庙堂。
若入山门，反倒落了相。司施主境界高远，不受表象所迷，是贫僧着相了。这地下怎么如此喧闹？诸位不知，眼下这般盛况，皆因3日后我们圣女梵耶10年闭关期满破关。梵耶圣女乃活菩萨，出关之日必有天降甘霖，神迹降临。这些人倾家荡产，只盼求一张内场资格，沐浴神恩。这梵耶可不是一般人，天生佛骨，信徒遍及5大洲，对他比对亲娘还孝顺。听说他随手一点就能让凡人结丹。梵耶圣女乃真菩萨降世，此次出关必有祥遇。大德，吴尘，你被人灌了迷魂汤，佛门信徒岂容这等化外盲流招摇撞骗？一身业障，满眼算计贪婪，打得上留，打不上滚。这位大师，出家人不达诳语，你想怎么考？佛曰：众生皆苦，是若一恶徒手染100人鲜血，临终前顿悟放下屠刀，求佛引渡，你渡还是不渡？典型的教义陷阱，渡了违背世俗善恶，不渡违背佛门慈悲。渡啊，必须渡，不过渡之前得算账。他杀100个人，欠100条命，佛祖那么忙，哪有空擦屁股？我建议让他下辈子投胎成猪，被杀100次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这解法符不符合你的账本？诡辩！你这是偷换概念，亵渎佛祖！那我反问大师一个问题：佛祖无所不能，对吧？佛祖法力无边，那他能不能创造出一块连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见权贵笑脸，见散修挑剔。难怪你卡在化神大高满50年不得寸进，你修的根本不是佛，是贪嗔痴，连皮相都捅不破。再给你1000年，也摸不到炼虚门槛。阿弥陀佛，法会困于知见战。小友今日当头棒喝，直指本源。若他能醒悟，小友便是再造恩人。禅师谬赞，不知贵寺食食费怎么算？哈哈哈，全免。甲字号福地向诸位开放，灵气管够。另外，3日后梵叶圣女出关大典，老衲邀请诸位内场观灵。长者赐不敢辞，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。吃饭的地儿往哪儿走？大师，我们这几十张嘴来带外头几十只灵兽，饭量可都不小。这香一根能卖10块多中品灵石，烧了纯属败家。同志们，把福联门的羊毛给我往死里薅，寸草不生，懂不懂？老铁，去万年地火室，顺道给小木的走兽打个容纳空间出来。忙这几天，非把净图纸、把新图纸打出来不可。小木啊，多去前院转悠，旁赏讲经，多沾佛光，最好让那帮老和尚把你当佛子转世供起来，以后出差就不愁吃住了。啊！前辈有何吩咐？那几十只灵兽总得有人管，去把屎清理干净当肥料，一点别浪费。干不了早点说，门在那边。这买卖比我那些手段赚多了。咱们福联门那些白日飞升的老祖宗，到底是怎么个走法？可是天降金莲，
神魂顺着金光直登极乐。藏经阁顶层禁地有卷孤本隐隐录，记载了大能飞升意象。不过那是死规矩，靠近不得半步。那老朽可不敢拿老命开玩笑。这老狐狸借着探讨佛理旁敲侧击飞升之事，他肚子里绝对藏了天大的秘密。滚开！别拦老娘！你疯了！是他，我找到他了。当年带队灭我公叔家321人的凶手，化成灰为人的。提着破铜烂铁去跟贵客同归于尽，愚蠢！你死了白死，还要拉着吴道宗全宗给你陪葬。复仇硬刚是下策，老六才活得长久。要动手，就得挖断他的根，扬了他祖宗18代的骨灰，还要让他死都不知道是谁干。小明，让老文起局阵罩住院子，对外说我们闭关。走，先摸清底线。嫌铲屎太恶心，想偷偷跟着我立功捞好处。这送上门的小丫头，不用白不用。是他，幻象龙血，降到宗师班级。跟上！主上，您要的稀世奇珍已送入神城，凡耶圣女出关大典的名帖也留了最前排的尊位。名帖你留着去应酬，大典我不去了。我手头这件天机书正到紧要关头，若能拆解参悟，我万象楼造诣能推演500年，势在必得。主上，要不要属下照老办法炮制一场灾难？上次处理那家筑气世家，弟兄们做得利落，没留半个活口充当人证。老办法，没留活口，这就是草菅人命、欺世盗名的屠夫。18金丹联动阵，冲出去就是死，这仗连1分胜算都没有。慌什么？谁说咱们要自己动手了？后头不是还挂着个现成的高级群攻打手吗？
个人敢窥探万象楼非洲？这姓司的女人早就知道我跟着，亲拿石头砸灯，分明是拿我当诱饵引怪。欺负小孩要遭报应哦。这就叫物尽其用，免费的顶级辅助，不用白不用。想杀我，那就跟来哦。刘火口，抽魂裂骨，给我追！敢接万象楼非洲，活腻味了。想搜魂，老子识海里中了楼主亲自刻下的锁魂金，只要强行入侵，老子拉着方圆10里自爆，大不了同而于尽。搜魂，那太残忍了，有违天和。我这人遵纪守法，从不干打打杀杀的糙活。老铁，给他松松筋骨，用高压设施调到最低档，别把人弄死。我什么都说。当年公输家灭门，是不是班旗干的？是主上亲自下的手谕，他看中了神功天机路和万象峡，暗中组建暗影卫，不交图纸的全部灭门，做成意外。把参与屠杀的名字全给我吐出来！那个畜生搜罗这些到底要做什么？班旗到底打算干什么？他在暗中悬赏，他一直在推演残缺图纸，拿不到全本，他不会善罢不休的。欺世盗名，猪狗不如！去哪儿找这老阴笔？线索断了！别转圈了，你要找的那老狗，我算出来在哪儿作孽了。哪儿？天机书在天渊城，班旗自导自演制造灾难，洗劫天机书，和当年灭你满门如出一辙。咱们过去一逮一个准，他想要的东西咱们劫了，他设的局咱们砸了，不光截胡，还要断他的根。去归去，路费得有人报销。走，回飞唇，大户人家的东西丢在荒野多浪费。这画的什么破阵法？全带走！带不走，烧了。这是干嘛？给咱们热心肠的编外丫鬟留个口信，让她背好黑锅，滚回福联门继续铲屎打掩护。出发，天渊城。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，让我回去当铲屎官！休想！想甩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这就是天元机关城，好地方啊！城墙正文里都掺了陨星铁，够硬。
城主大人去神城渡口接见一位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了，最快也得2日后回转。大人物，除了班奇那老王八，找不出第二个人选。废物！小贝，骨骼清奇，我勉为其难收你做关门弟子，磕头吧。大婶儿，你自己身上的破铜烂铁都修不好，跑来指点我，你不配。不配？他居然说我不配！四长老，不管是坑蒙拐骗还是敲门棍，这徒弟老娘要定了！强买犯法，别什么脏活都推给我。那小子一身反骨，弄回去气死老文吗？你算算账啊！把他弄进武道宗，多线程操控加我的图纸，防具法器全能量产，几百具傀儡，一天12个时辰连轴转的流水线啊！不仅不要人工费，拿出你忽悠的不要脸劲头，把他拐回去。印钞机、流水线，这几个字简直踩在我发财的神经上。加上它跟天机书有关，这笔买卖不仅不亏，简直血赚！看在未来流水线的面子上，这人才已经的活我接了。丑话说前头，他造出来的傀儡，宗门抽7成，别说7成，9成他都没意见。走，对付这种技术山，就得让他尝尝社会的毒打。看见没？这小子不仅手艺好，还是个干实事的核心管理层。这种劳模天生就是牛马圣体。这天才是个傻子，这不就是个离了作坊连饭都不会吃的9级残废吗？术业有专攻，对付这种人，激将法最管用。只要在专业上碾压他，他比谁都听话。切，垃圾！中枢齿轮左边多出2厘，风风力一贯准炸锅，动力源用云50。这阵纹是拿脚画的，这鸟能飞，爬都费劲。大婶，怎么又是你？核心齿轮加插卡在半厘内，不懂烽火相聚的常理，别在这乱叫。小兔崽子，老娘打铁的时候你爹还没脱奶呢，就你这3脚猫功夫，在我眼里连个尿壶都不如。老铁，你也真是跟后生计较什么？人家陆小师傅好歹是第1傀儡师，虽然生活不能自理，鞋穿反了都不知道，但起码这小鸟拼的还是挺好看的，好看就行了。你还指望他真造个能上天的？比就比，就用这堆散剑拼微型战狼傀儡，谁用尺短灵活性高谁赢。好，我们要输了，给你扫3个月地，登报道歉。你若输了呢？随你们差遣。开始。对付技术宅，就得让他尝尝社会的毒打。尺寸怎么会不对？这批散剑我全见过洞察的。承让了，陆小师傅。愿赌服输，我们不欺负后辈。这几日你委屈下，给我们当几天导游，包打听包跑腿，10天后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好，10日为限，随传随到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那小子脑子1等1的好，赢了就该摁着他脑袋拜师，放跑了去哪找这么好的副手？粗鄙！这种傲娇天才硬来只会吃闭门羹，10天导游就是引子。等他见识到你图纸的厉害，赶他走他都得抱柱子哭，这叫兵不血刃的训话术。班奇这种老狐狸做武做局都是自导自演，想要顺走天机术，外头不生乱子怎么行？咱们得抢在前头。
行了，老铁，收神通吧。这可是咱们无道宗的编外丫鬟，自掏腰包赶来送温暖的。姓司的，你做事太绝了！我替你挡刀，你连句辛苦都不说，还在地上画个王八飞黑锅气我，过河拆桥太过分了！画技拙劣，让你受惊了。我本意是画个玄武驼碑，寓意你忍辱负重，功德无量。你当我是溜你玩？我是在教你规矩。我这人没别的爱好，就是护短。进了我的视线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你行事百无禁忌，不用仇家上门，你自己就能把自己作死。要你管！我古门就剩我，怎么活轮不到外人说教？就你这脑子还复兴古门？你娘死得早，没教你分辨善恶，天天玩虫子，以后指不定被哪个黄毛骗去卖命，还帮着数钱。我坑你是替你娘教你险恶，省得你以后长成个蠢货。我错了，我只是想复兴古门。前辈，你一定知道万古圣鼎的下落，对不对？只要告诉我下落，要杀要剐，端茶倒水，我都认了。唉，不是我不说，我伤过脑子，记性差，那圣鼎的位置就差一点灵光。怎么才能想起来？听说大笔头名的凝神整佛手莲能补记忆，我若吃上一口，保准想起来。我发天道大誓，加入无道宗，绝不祸害同门。让我铲屎就去铲屎，为师万从是心。嫌条件苛刻，大门在左边。好孩子，以后天塌下来有宗门给你顶着。老铁去烧热水，这2天好好养精蓄锐。哼，夜里城主府那趟浑水，指望你大展神威呢。几天下来算摸透了，这帮人极其护短又不要脸，私苗满肚子坏水。要是某线索，我得拿出价值。听说了没？城主大人接见完贵客回府了。明晚千机节高潮，要点燃万雷烟火，犒赏各方。走，干活了。看我的，我培养的醉梦蛛丝粉，无色无味，沾上一点元婴期也得做3个时辰大头梦。干得漂亮！半楼主放心，引兽香已埋在西城外，明晚烟火一震地脉，兽潮便会直扑天元城。就让城里那些老顽固，在这兽潮里彻底闭嘴。那陆无泽是块硬石头，明晚我破坏天机塔阵法，他必死战不退。等城破人亡，天机书失窃就卡头上。一个死人背骂名，谁会同情？哈哈哈哈！刘城主办事滴水不漏，待此事了结，仙盟长老阁的空缺，万象楼必倾力保举城主上位。咱们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多谢班楼主提携。拿全城百姓的命填坑，拿护城功臣当替罪羊，这对畜生！走。这帮吃人饭不干人事的狗杂种，那什么城主根本不配披着人皮，还有那班旗，老娘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生气解决不了问题。班旗可是炼虚后期，你拿着万象匣打算去炸谁？去给人家听个相，顺便把自己命搭进去，好让他彻底断了后顾忧忧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那老畜生毁了天元城？急什么？打蛇打7寸，莽夫才去送死。高级的老六要的是拿走对方最在意的命根子，
还得让对方哑巴吃黄连，根本不需要弄脏自己的手。我们要做的是把他的压轴大戏改成一出闹剧。他要受朝屠杀世家，我们就让受朝换个方向；他要刘镇武立功，我们就让他成光杆司令；他要天机虚，我们就把东西劫走，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那咱们直接去找陆无缺，把石头甩他脸上，开启大阵。不行，陆无月不懂人心险恶，你现在去，刘振约只会反咬一口，把我们关进地牢。咱们要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，釜底抽薪。老铁，明天去趟西门，把防御阵的受力点往刘镇维的私产和城主府方向引，让妖兽去城主府好好做客。这活我熟，一炷香时间，我保管城主府明晚比过年还热闹。小雀，你去给城防营下点手软脚软的蛊药。既然他们想坑人，就让他们自己在前面顶着。包在我身上，绝对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我负责偷东西，我们得拉这位死心眼的陆小包多入局，让他心甘情愿把天机书交出来。难，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付正常人讲道理，对付死脑筋就得下猛药。明晚大典，大阵还要校准，没闲工夫陪你们瞎转悠。小子，赶紧跑路吧！人家早把你连皮带骨论斤卖了，你还在这替人家数钱。城主与我有恩，未经通传私闯重地，还出言重伤城主。今天就把你们拿下，交由城主府发落。小雀雀，交给你了。注意分寸，别弄死，这可是未来的劳模。大哥哥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哦。快！开启防御大阵！班楼主高明。天机挪到手，那陆无帖正好把脏水全背了。一条看门狗罢了，死了就死了。做噩梦啦？这里面滋味如何呀？你们给我下药，用幻境乱我心智！怎么会这样？如果咱们不来，明晚这刘影十里的话就会你身上1比1还原，到时候你连哭的坟头都没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大费周章给我下套，又潜入城主府拿刘影石。你们的目标不是我，是班旗，还是天机书？陆小师傅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并非什么散修，我们祖上是东周曾名噪一时的姬书们。班起那老狗为抢法去图纸，杀我满门321条人命。我这位姐姐维护我们逃出，被砍断双手，毁了灵根。这血海深仇，我们找了他100年。既然是复仇，明晚我们一起动手，我拼了命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不可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天渊城100万百姓何辜？若尹受香发作，全城陪葬。我们姬书门绝不坐等伤天害理之事。尹受香埋在地脉深处，现在挖来不及了。天渊城不是有天机书吗？提取共鸣阵纹频率反向催动，就能截断气味。陆小师傅，难道数千生灵的命还不上你那些死规矩？
这是天机塔顶层的临时秘药，12个时辰内有效。好孩子，天元城的未来就在我们手里了。老铁去西城，小雀去城主府。至于你，刘振元要毁大阵，你就顺水推舟伪造失效假象，顺便把东城往城主府方向的撤退通道彻底敞开，让妖兽长驱直入。我去弄些报废的灵力枢纽换上，保证连最懂行的阵法师也敲不出破绽。想引妖兽，老娘今天让你们尝尝自作自受。距离千机节兽潮爆发仅剩5个时辰。本城主誓死护佑全城平安，誓死捍卫天元基业。不折呀，防备处没出岔子吧？回城主，西城法阵已做替换，今夜西门一带灵力运转会有极大滞塞。做得好，这千机节的热闹你也该去看看。点火，告诉城门撤退。对。好极了！传令，东城门严加死守，任何人不得放走。小乖乖们往这儿跑，今天给你们加餐。城主，兽潮没去西区，往东边来了。领头的已经把您东三街的4家当铺全踩平了，正冲着城主府大门去呢。挡住！快给我挡住！传令城防营，立刻开启东城绝杀阵，死守城主府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腿有毒！晚饭的水里有毒！好玩，真好玩！贪生怕死之徒，活该惩破。引兽香已埋入10里坡地脉，西城只留老弱，等世家死伤大半，我再收拾残局。
留着越这老狗，狗官坑杀全城，去要他狗命。西城只留老弱，收拾残局。麻烦。你个蠢货，说好撤退跑来送死！闭嘴，走啊！四长老发财了，刘振岳的司库比咱大殿还宽敞。出事了，你看着货。快走！你走你的，这是我陆家的命。闭嘴！要不是你发善心跑回来，我早出城了。遇上打不过的，不知道求救，真当自己能单挑兽群？笨！我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走！这是陷害，光木是幻术捏造的。留着鬼话去执法堂说，把这狗贼吊上城门。只要交上此物，班大人定会重赏。探子去查看，那里只剩下一个半里的大坑，天机叔叔不知所踪。什么？出去遛个弯能遛成这副德行，你这道袍还是上个月刚缝的，这有哪儿捡来的病人秧子？什么病秧子？这是老娘想中的首席助气副手，未来的产线王魔。老文，你懂个屁！所以师叔，你们这趟出去，不仅抄了城主的私库，炸了万象楼的心腹特使，还把人家护城大阵的核心法宝给顺手牵羊了。别说的那么难听，那叫物归原主，替天行道。再说，我们可没拿一针一线，全是城主自愿赞助的。死不了，喂半颗我新研制的回光返照小还丹就行。什么返照？不收钱的药，有副作用很合理吧？老李被抓了，偷魔潜入藏经阁，被抓个现行。听说他卡在通风口，半拉屁股卡在外头，拔不出。咱们吴道宗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
诸位司长老啊，老朽就是企业走错了茅厕，这帮大师非说老朽是做贼。走错茅厕！藏经阁外3重禁制，5道金刚伏魔圈，你走错茅厕能硬破阵法，爬上3层禁地窗户，满嘴胡言的牛鼻子！了路禅师，深夜侵扰清修，小辈代宗主赔个不是。阿弥陀佛，司小友，这位道夜闯禁地，坏了福联门规矩，这事总得有个说法。要什么说法？我就说这帮人是一群化外盲流。今日人赃并获，按规矩应当将这群贼人废去修为，乱棍打出山门。法辉大师，大声都别这么大。既然说我家宗主盗取秘典，不知他偷了哪本经书，可曾搜出赃物，又或是毁了什么阵法，伤了贵祠几人？啥也没拿，他老人家半截身子卡在3楼禁地的窗棂孔里，进不去退不出。我们用梯子才把它抠下来。没毁阵法那是他修为不济，大半夜摸到禁地窗根底下，不是做贼是什么？我师兄去亲近佛法，无非是进门的方式别致了点。佛祖能体谅万物生灵求道的渴望，又怎会因为区区一扇窗户的锁扣怪罪赤诚的信徒？你们非要扣他贼帽，岂不是把佛祖看得太小气了？几位大师有所不知，我家李宗主是个苦命人啊。早年为庇护百姓独占大妖，伤了神魂，患上了间歇性失智症，一旦受刺激，宛如3岁孩童啊！你编故事好歹找个像样的由头。这正是发病的表现。他分明是受了无上佛光的指引，梦游去了藏经阁，不拿秘籍，只为靠近佛法。这分明是圣女降下福泽的吉兆啊！师兄啊，我苦命的师兄！佛祖阴脸，躲飞升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身遭劫难，仍向往我佛，原来真是受了佛光指引。法会师说，他们太可怜了。你们妖言惑众，拿佛祖当遮羞布！法辉首长，您在质疑佛祖？佛祖大发慈悲指路，你口口声声说他是贼，岂不是骂佛祖老眼昏花，胡乱指路？阿弥陀佛，道长既有善因，我们不予为难。法会松绑，坏了规矩自然要罚。烦请道长抄录此经100遍，平息因果，结个善缘。多谢禅师，回去定督促他吃药。抄经好，能缓烧鸡。老混账！祖宗18代的脸都叫你丢尽了！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？老朽是在贪污佛法。老头儿，别装疯卖傻。嘿，你这万年不动的咸鱼，会为本破书连命都不要去爬通风口？你对飞升到底隐瞒了什么秘密？哎呀，司长老多虑了。老朽就是好奇心重，做个学术研究。修仙之人谁不想白日飞升呢？学术研究，再敢惹事，日常开销全扣光。往后1天只配啃一个干馒头，连咸菜都没有。发誓，不然烧了你的私房画本。师弟，你这是欺师灭宗啊！发，不然下半辈子别想见半块灵石。苍天作证，若为此事，穷困潦倒，终老此生。吵吵什么？里头那小子双腿接上了，人也醒了，闹腾得很。带我来郑州干什么？我是首席大将，死也该死在天元城。你们让我背负临阵脱逃的骂名，我要回去。小兔崽子不知好歹，你回去送死！那破城主巴不得拿你挡刀。得了吧，要不是我，你早投胎吃奶了。想走？行，大门敞开，绝不强留。不过走之前，先把账清了。7阶妖兽口下抢人保底5000。黑玉续骨泥1200，九转回阳丹3000，南宫阙医药精神损失费4000，科马费住宿费凑个整，2万极品灵石，概不赊账。2万极品灵石，你们怎么不去抢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我绝不收你们讹账。脾气挺大，还挺不要脸。灵石没有也行。陆小师傅，你这行家帮忙长个眼，看看这玩意儿能抵多少账。
天机虚，为什么这镇城之宝？你怎么拿了天机虚？我陆家职责是看守天机书，人在躯在。大老远救你，连声谢都没有，要账还想赖？没辙，我只好顺手拿这玩意儿抵债了。陆小师傅，你这一刀扎下来，信不我可找80家修仙报报馆买头版头条，标题就叫天元防备大将坚守自盗，详细描述你如何交出密钥，里应外合洗劫私库，关镇着放妖兽。你亲手烙印的神魂密钥就是铁证，你猜老百姓和仙盟执法办是信你，还是信这明晃晃的物证？到底要怎样才肯把东西还我？还？我凭本事截的胡，为什么要还？门在那边，好走不送。走走走，出去吹风，清醒一下。你拐这么个1根筋的倔驴回来干嘛？脾气臭又不通世故，留着纯属找不痛快。不如去黑市雇人省事。确实麻烦，不如给我试新配的忘忧断肠散。老文，你懂个屁！那是纯的技术大拿。老文，你眼光浅了。他明知被当炮灰，还要去硬扛7阶兽王救百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骨子里有情有义。这就好比一块上好的玄铁胚子，只要我们把那一身多余的反骨彻底敲碎，重新锻造，等他认清无道宗是唯一容得下他的地方，他的忠诚就会完完整整转移给我们。他一个人能顶起几10年的防线，这是咱们无道宗未来的人情兵工厂。那可是大大的吉祥啊！不能让他跑了，得看紧点，绝不能让别家宗门挖了咱的摇钱树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这硬骨头不敲打，他不可能服软当弟子。你疯了！那会是守不住宫阵。手感不对，没吃饱，老娘补个午觉先。这水有点浑啊。化天下之大教，满纸荒唐，狗屁不通。这等颠倒黑白、连篇鬼话的秽物，居然成了当今修仙界的主流共识。看看这篇狗屁不通的记载，上面竟写着：
白狄一族是受天道眷顾的瑞族，荒谬至极。白狄一族生性贪婪残暴，与那丑陋的尤萨族狼狈为奸，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当年被延禧老祖统御正统修士，生生打得溃不成军，夹着尾巴逃了。哼，如今竟被这破书捧上了神坛。吴标出的谬误实在太多，余下的你自己翻看，无事莫要扰吴清修。满纸都在神话血脉，剥夺抗争。篡改历史的人，半夜正女出关了！都别吸灵气了，去钱塘看热闹。佛祖主持公道，云顶宗夺我家产，毁我家园，废我修为，求圣女降下神罚。你今生劫难，皆因前世杀孽，这是佛祖赐予的福报。放下屠刀，去为佛祖铸造金身吧。多谢圣女点化，我这就去矿场当牛做马。只需将全部的家当献给寺中，在此做扫地僧。佛祖自然赦免你一切罪责。求圣女救我孩儿，他在沐月啊！他是上界仙童，功德圆满，早登极乐。你若捐出家中存粮供奉香火，日后便有重逢契机。我这就去变卖家产换香火钱。圣女慈悲！吾今日破关，特在此地寻觅有缘之人，当场点化。纵是低劣泥垢，亦能得无上机缘。点化我，老朽要飞升，老夫与佛有大缘分。角落里那位灰衣道小，便是你，与佛有缘，上前受赐吧。多谢圣女垂青，我就说昨晚梦见金莲盖顶，原来我就是那个有缘人。来吧，圣女，是送极品法宝还是灌顶传宾？直接给还是走流程？我不挑，我准备好了。这老六又开始作妖了。善哉，欢。
众生皆苦，你有何所求？圣女，我求飞升，您行行好，透个底。飞升什么章程？上界真有极品灵石的山头吗？我能分几亩地？飞升乃天道大考，你痴迷至此，可是藏着放不下的执念。我的执念不急，在此之前，我有一桩困惑，想请圣女用无上佛理为我解惑。若有一魔女为替人解围，血祭10万老弱妇孺，抽干精血炼成血煞大阵，城中尸骨无存，地皮染红，这等恶徒，按佛门规矩，是否该下阿鼻地狱，受万劫不复之苦？善恶终有报，因果不虚。此等涂贪生灵的恶徒，自然罪无可恕。其死后必将永坠阿鼻，受刀山护海之刑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永世不得超生，那圣女在何种情况下会判此人无罪，甚至将其屠城的杀戮说成一场替天行道的功德，当众赐福于他？荒唐！杀生即造孽，何来无罪之说？因果不虚，哪怕为救世沾了无辜者的血，也必须承担业报。任何情况都有罪。既然上述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胆子小，有了您这句绝不包庇的铁律，我心头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既已解惑，身处这无边业海，你的执念到底是什么？我的执念很简单，我要世间所有为魏作乱之人亲口咽下自己酿的苦果，我要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则不配位的宵小，统统被赤裸伪装押上高台，当众审判。德不配位，痴儿，今日便赐你一场造化，造以敌啄根。老文，四长老搞什么名堂？那佛光看着怎么越来越稀薄了，活像被狗舔了一样。造孽呀！上好的灵气池子让他抢了。佛祖显灵，圣女大恩啊！在上悟了，这无边佛法如同醍醐灌顶，让我连平心彻底贯通。大家快看，这就是圣女的慈悲，我受圣女一旨，修为暴涨。从今往后，我定日日诵经，为佛门添砖加瓦。圣女慈悲，佛法无边，我等誓死追圣女。我佛慈悲，太慈悲了！要不是混沌灵根强行搅碎了金莲烙印，今天非得交代在光照里。那圣女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炼虚境老怪物。回院子，大包，1秒钟都不许耽搁！半盏茶内，院子里连根值钱的草都不能给我留下。上手。
就你那点拿着尺子量公差的死脑筋，搁在我这儿，也就是个烧火拉风桑的料。你等一下，那个雷法回路到底是怎么把排斥力卸掉的？司施主，您刚受点化，怎的后脚便要离开？小僧还想着讨教圣女传授了何等佛法。无尘小师傅，你着相了。真正的佛法在红尘俗世。少女算出我命数深厚，8800岁必白日飞升，我怎能贪图安逸？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拯救苍生中去。妖魔作祟必超度，路见不平必拔刀。善哉，愿施主此去道心坚固，一路顺风。借禅师吉言，诸位，宗门大比剑。